有没有感受很深？有没有受到呢？这个煎熬的生活，有啊。我们用煎熬2个字就是可以说很难过那个日子啊很难过了。那假如说我们说这日子咧过足紧的，那个就表示过得很如意的。各位的日子好不好过？好不好过？好过，好过就要努力修道因为很快啊，一生就过了一转眼100年，我们一生呢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回想我们现在都有一点年岁了啦，对不对？然后有一寡年岁啊，我们回想说怎么走过来的。是安那行到这摆年回来，有没有这样想过？怎么走过来的？值不值得？我们走过的道路啊，所作所为啊，我们认为值不值得？还在回想一下，看看值不值得？值得。我们要了解说上天大开普度啊，我们都能够得到，都能够求到，非常值得。所以这么殊胜的道，我们先得到就是要努力的来修正这样才不枉费了。不然道很殊胜啊有没有听过道很殊胜？有没有研究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哪里啊？殊胜在能够使我们成仙作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道的殊胜啊它是讲不完的，可是最直接啊在我们身上，就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啊去体会我们可以啊成仙作佛。各位有把握了没有啊？有了啊。有就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美不敢承担。见性的美我们都会怀疑会说我敢有所以要了解到要承担，当下承担，我们都呢不敢承担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那个犹豫不决、模棱两可那一些情形出现。那假如说我们都呢能够承担那我们了解说当下我们一念啊万年一念不要有3心呢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我们跟佛没有两样，知道吗？我们都一直在讲了不要有3心的话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我们整个佛性圆满呈现在当下，所以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啊就具备万年万年前是个念，万年以后也是这个念就已经万年所以就要学习当下承担能够承担的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没有3心的3世都摄受不住过去世它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呢也摄受我们不住。那既然3世都摄受不住我们没有6道轮回，所以当下整个佛性都圆满呈现，这样了解吗？这个佛学就是要各位反复一直听听到我们非常熟悉，能够在日常生活做
真正的就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目标，就是已经呢顿悟，顿教法门啊，就是这么容易这么快，让我们当下到达。那假如说渐修的话，那要经过55个位阶啦，10信、10住、10行、10回向、4加行、10地、等觉到妙觉，55个楼梯啦。我们爬到第几阶了？以前55站那8几站啊，还是顿教最好，由凡夫地直接到达佛地。假如说我们从55个位阶爬的话，要经过3个阿僧祇劫啊，3个阿僧祇劫啊，寡故。好像我们有讲过有没有？有没有讲过那个那个1节的时间，1劫的时间的偌久？有1600几万年1劫。有时候我们会把说一个灾难算作1劫，那有时候算时间的话那个时间的算法各位有听过吗？再说一次的好不好？就是我们人民人的平均寿命10岁，90的10岁了。为什么只有10岁？因为人心很坏，所以地生长的东西都有毒啦，可以养生，可是也害身，所以寿命很短，只有10岁。那在10岁的时候人民就这个思变，恶到极点就想行善。那行善以后也不是变得很快，每100年才增加1岁100年才增加1岁，然后一直增加到84000岁，就是我们人类那个寿命的顶点。已经人很善良了，都没有一点坏。地生长的东西呢都养生，不会害身，所以可以活到84000岁。所以我们呢弥勒祖师下生呢，就是我们的人民平均的寿命有84000岁的时候，我们弥勒祖师才下生的。那现在我们才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才70岁所以还没到达要下生的时候。那到达84000岁人心又变的话，又行坏做坏，那做坏每100年又减1岁一直减到我们的那个平均寿命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1劫1劫这样多久？所以各位回去可以用那个计算机算一算，看它是多久，1劫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才说1劫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到1000万叫做 no 由他 ，no 由他就已经是1000万，1000万1000万叫做 no 由他。然后一个 no 由他又是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到1000万，1000万的 no 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频婆一个。然后又是个位数一个频婆个十百千万到1000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这个走马边加你有他的他加他一个加他，然后才是个位数个十百千到1000万，1000万的加他叫做一个阿僧祇劫这样一个阿僧祇劫多久？各位就可以想象了，
哦，那个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哦，非常久，哦，那要经过3个，所以哦，佛教他不承认哦有上天大开普度啊，所以他是承认说他们要修3个阿僧祇劫哦才会成佛啦，那个是渐修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哎，他呢哦不相信这一些哦凡尘的变化。哎，他都相信哦，哎，那个哦，他们哦认知的哎那个劫上，哎，就是要修3个阿僧祇劫，啊，都先付的，久不久？很久哦，所以哦，一进入啊，哎，受戒了哦，我们进入佛门，那进入佛门以后哦，咱们呀都要做早晚课，对不对？哎，早晚课，然后哦，哎，诵经。然后哦，10年以后哦，还没接触经典哦，还没有哦，到达20年以后才接近经典，研究经典。哦啊，真正的你能够深入呢，大概都是30年以后了。那我们一生就够了，对不对？哎，那下一次再来，就这样哦，累积呀、不像我们就可以哦，哎，沾到哦上天大开普度的。哦，哎，这个哦，很荣幸的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很巧妙，我们刚好遇到，哦啊，刚好遇到啊，哎，刚好我们能够得到，所以以往都是哦修正了以后，哦功果圆满才能够受记啊，那现在我们呢是先受记哦，然后修了，那要不要成佛哦，就看我们本身的决定了。以往是哦修到功果圆满，哦圆满了，哎才受记说你有资格成佛了。那现在呢，先哦让我们得到了，先受记了，那要不要成哦，就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一定哦要成佛，那努力修，哦沾了上天大开普度的光，努力修持，哦天人师德，我们呢哦都可以沾光。哦，努力修呢，都可以回归本位。那假如说我们有哦求到了，可是呢不想成仙做佛，哦想要在凡尘流浪，凡尘好不好玩？哎，这个年纪轻的哦，说很好玩啊，哦很好奇，哎，所以哦有很多哦不一样见解的啦，哦他贪恋凡尘。哦，魔王破去了，就是因为贪恋凡尘，哎，所以他不想哦成佛啦，哎，那个哦，我们假如说有那个思想的话，也不要去勉强。六祖不是讲嘛，哦，假如说哦意见不合啊，要怎么做？不是有5个字吗？合掌令欢喜，有没有？哎，所以哦，假如说我们哦这个去度人求道度不来，哎，合掌令欢喜，这样哦就不会哦这跟他这个结怨了。哎，我们现在有一些哦，他倒回来的后就结，会不会？哎，不好意思说了哦，哎，底下情况来对行为的后啊，哎，都会说哦，会说人家根基有够坏的，我们根基就很好嘛。各位浅浅根基好不好？好不好啊？所以哦，一定要对自己啊有信心。根基不好哦，不可能求道了。哦，根基不好的话，不可能遇到啊上升佛法。所以哦，根基都很好，哦，才可能呢全部都碰上了。哦，既然这么哦殊胜的这个机缘，又在哦台湾出生，哦那个生活啊，绝对不会像颜回那么苦啦，对不对？绝对比他好啦，他都能够这个人家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那我们怎么都没有快乐呢？就是没有去了解到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重要，没有了解到，
那假如说我们认识了、了解了，这么殊胜、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竟然冲晒整个宇宙虚空，竟然这么灵敏，竟然这么奥妙。假如说知道的话，我们绝对啊会跟阎罗一样，得一善呢，浅浅无垠，终身福施，绝对不让它失掉。我们有修道不修的话，只有种子不灭啦。种子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那个不灭，不会变碎灵啊。我们有看过蚂蚁吗？它就已经碎灵，它的灵已经粉碎了啦。得爱一就洗验蚂蚁呀，全部死光光了，才能够集灵啊。很久非常久，为什么？因为那个一出生到蚂蚁啊，它就有先后了。那个先出生的已经死掉了，那个后出生才出生了，结果都不会同时啊，同时间死掉，所以要集灵啊，就集不起来。那我们有求道没有修，就是灵我们的灵没有粉碎，就是种子不灭。那种子不灭我们要知道我们经过万八逍遥之后人灭了，天地混沌了，然后重开天地重开天地以后下一个缘会，然后子会开天，丑会寅会这个辟地，到寅会时候我们生人了，子丑寅啊，寅的时候我们人又要降生了。那什么人要来凡尘啊？什么人要来？就是在凡尘啊，有行善的这一些人，然后有求道的没有修的这一些人，他们就一定要来。所以我们那个华母信子十戒啊，我们不是有写在三山坡嘛，然后老母把我们先医先血都收回去了，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那个是说的好听一点啦，让我们心里不难过。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没有修正啊，没有恢复啊到佛性的光明，所以我们落入凡尘呢，就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就生三气呀，就有业相、转相跟性相。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所以才落入现象，才落入凡尘。那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本位啊，最重要就是把我们那个起心动念能够了解，然后能够控制，然后能够没有念的，都没有念的，我们的声音啊，会生在凡尘的音啊，就断了。全部念都绝了，声相也就尽了。没有声音，没有声相，我们就不会在凡尘受苦了，就不会流浪。这样知道吗？我们要对我们的整个构成啊要了解。怎么到凡尘来？我们在凡尘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追求，然后怎么样回去？我们都要了解啊。以往我们可能都没有研究，没有研究不知道啊，就浑浑噩噩啊，一天过一天，到最后一口气不来，去哪里了？我们去哪里了？我们呢，真的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死掉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都是浑浑噩噩、朦朦胧胧，都不知不觉。各位有知觉吗？没有知觉啊。所以我们那个知觉性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知觉性呢，就是要把它发挥让我们呢能够了解说我们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回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一直研究的话，绝对有答案会努力来追求。
所以哦，我们研究这个心理心法，迄你讲的拢听无呢？开始不是都这样吗？对不对？听有的吼，已经研究10-20年啦，脾气毛病一个拢无改。你看哦，听无的吼，听无偌久呢吼，咱会改呢？改了没有啊？各位有没有改掉啊？脾气毛病？不好意思说，最起码我们对自己呀，那个根源啊，都会了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道心呢，可以说最大的那个问题所在，就是不知道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全部的道心都了解了吗？了不了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研究心理心法，我们知道不生不灭的心在哪里吗？是不是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修是从哪个依据呀？哪个在修？就是依据我们六识心六识心识心是变化，是生灭的，在修了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就是不是瞎修行？所以老先生时常讲，摸着根的成仙做佛，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老先生时常这样讲，我们就是要摸到根。摸到根这个根不是很困难，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本体就是我们的根源，能够我们摸到了，就可以成仙做佛，所以或者说一直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3-5分钟都可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能够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不是很容易？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一定要启发他，要认识整个轮廓，不能只有摸到就放掉了，要如朴3年。婴儿生出来是不是要把抚养？那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一认识了以后一样要把它抚养那个时候他很容易受到惊吓。我们的佛性本体很容易受到惊吓。我们在生活之中也会体会比如说我们专心在做事的时候，旁边有突然很大的声响，我们会不会吓到？那个吓到又没有碰到我们身体我们为什么会吓到？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法身法身受到惊吓虽然没有碰到我们的这个色身，可是呢我们法身就在我们周遭，我们日用不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启发他了以后了解原来不只有在身体里面，原来在身体的外面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各位体会了没有一定要自己本身真的努力去做做了以后要呢守住那一个轮廓就是呢要时刻刻保持那个灵敏度那个灵敏度呢你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有般若妙智慧产生。那般若妙智慧产生了以后认识真理不容易那真理一认识了以后，我们那个要修持就会很简单
那我们假如说都还没有了解到真理，要修呢，就会困难重重。各位姐姐，修道容不容易？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啊，有讲那个难跟易啊，难易啊，相成。我们假如说呢，在凡尘感染的成垢很厉害，那我们修起道来真的不容易啊。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凡尘的感染没有，时时刻刻呢都能够守住本性，那就修起道来很容易。所以这个容易跟困难啊，它都没有固定啊，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像呢，或者讲那个抽烟的跟喝酒的，要他戒烟戒酒啊，他就会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要我们戒烟戒酒，那很容易。本来就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就很容易啊可以达到。所以我们在凡尘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的是那个习性啊、习惯性没有不好的，那我们修道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嗜好，都是偏离呀那个真理，那这样修起来就比较困难。可是呢，不管容易困难，只要有心啊，一定可以成就。我们呢上个礼拜也有这个特别提到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在凡尘靠我们自己的那个心呐，看看怎么决定啊。一定呢要像六祖一样，为求做果把这个目标啊确立。只有这个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啦。凡尘的财富啊，凡尘的这一些现象，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一口气不来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归于别人啦，拢别人的咱安尼辛辛苦苦去甲伊安尼得到的，拢无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唯有我们呢把不生不灭佛性啊修得光明圆满最重要。这样更能够听得进去吗？可以这个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这个圣人之治啊，圣人要怎么样来治理呀？我们的生活，就是呢要呢虚其心，空虚呀，我们的这个心呐，让我们的心里面都没有那个物，没有被物占据，然后也没有事。心都没有物，也没有事，这样的心就切切。然后我们的心精进，我们呢就容易恢复到我们的本性光明。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呢这个虚其心，就是呢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我们能够做的话呢，那个身就可以呈现。然后实其腹啊，这个实在的我们呢这个肚子里面有东西呀，就是有内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格很健全，很坚高。那个实其腹，我们要了解说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自己有没有这个知道很多，自己最清楚的啦。所以这个实其腹就是要充实我们的内涵，很重要。尤其我们这个落入凡尘以后所学的都是聪明。那聪明以后我们都会这个占人便宜不肯吃亏。然后我们要知道
这个不肯吃亏，占了便宜的话，会把那个浩然正气用掉。那用掉以后我们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个魑魅魍魉就会找麻烦。所以我们就是要充实自己的那个内涵。那内涵我们充实，就是肯吃亏有实际的那个能力帮助众生，又呢把这个不记在脑海，这样呢都会走入我们这个兴奋所以这个识其父非常重要。所以也就讲说，我们要实验自己有没有很实在的充实的内德有没有很充实的浩然正气就是这个晚上一个人然后到那个坟墓那个蒙阿波，到那个地方去看看自己会不会发抖。这个晚上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坟墓又是很多的地方，它有那个灵佛龟鸭会各位有看过吗？没有想不想看呢？不想看最好的最好是不要看，因为那个灵佛就是我们那个骨头里面它呢这个生发出来很轻我们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它会跟着我们那个生的风走了那我们这个走得慢那个它也走得慢我们看到龟仔会的地走快一点，它也会跟你快一点到后来你一跑的它也跟你一直跑所以试验自己浩然正气够不够够的话你不会害怕，因为幽冥鬼魂魑魅魍魉都在保护你，所以你不会害怕。那假如说我们感到害怕，就表示我们浩然正气不够所以人顶天立地最可贵的就是浩然正气所以孟子鼓励我们养浩然正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呢能够吃亏都是在培养浩然正气。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肯吃亏了肯不肯吃亏真的吗？这个内心回答，那以后真的遇到现象就要记得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过要真的要学习吃亏，培养浩然正气，这样做起来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想都没想那绝对不肯吃亏了先在心里面建设都已经建立了吃亏没关系，我可以培养浩然正气那就很喜欢吃亏了。这样了解吗？没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识其父实在的培养我们内德那个很重要这个说不得的，要自己做的因为呢这个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自己有没有做到自己最了解那我们实际的真的踏入那个修道的道。各位都在看什么？什么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那边有心理心法。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心
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心的变化，自己都了解，自己能够掌握，自己能够左右，这样就已经成一半了，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话，我们都不知不觉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就是无明。那我们都在无明之中生活。无明就起后造业了。造了业就要受苦。都这样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修持的要研究性理心法，明心见性，心明了怎么样？因果不昧啦，见性了，成佛无疑了。还不熟，就表示我们都还没有追求明心见性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心明的因果不昧，不会迷昧因果。因果它是决定的，我们不会迷昧，就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然后见性了，成佛无疑，不用怀疑，一定能够成佛。因为那个性就是呢成佛的根源。我们都见到了，摸到了，已经培养了，都绝对会成，早晚而已啦。说呢，早晚而已，一定成的。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担当，都有了没？一定要有要实其腹。然后呢，这个肉其志啊，强其骨。这个肉其志啊，就是我们对凡尘的所有那个追求的那个志向，我们要使它很软弱，就是不追求这个物质的那个享受了，不追求感官的刺激。我们大概在凡尘使我们能够投入我们全神来做的事就是这个外面的物质，然后跟感官的享受，就是只有这两个。我的用钱那种违心痛，就是这两个。那我们对这两个一定要肉其志啊，不要去追求感官的享受，不要去追求外在的物质。那这两个已经肉了以后我们就省掉很多麻烦，很多烦恼都全部省掉了。他说我们太强了，要追求物质，要追求感官的享受，那个造业连连造很多业然后我们就受苦不断。各位贤贤对这方面呢强不强？不强。那很理想所以呢，我们要肉其志对凡尘物质的追求，对感官享受的追求，我们都要很弱。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我们很多的烦恼。我们也可以省掉造业，不会造业我们大概就是追求感官的享受，造的业是最大最多。追求物质呢还其次那个毕竟呢有东西可以摸得到，也不会太强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或许都讲日用不缺就好了，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有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不用再额外的去追求一些那一些这个财富都不用那个都会让我们后悔追了那么久，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走。所以凡尘就是要看得能够透彻假如说东西已经失掉了，我们就会想说我生都没有带来，所以没关系然后呢这个追求不到东西也不用烦恼，就想说我死也带不走生也没带来，死也带不走了那为什么要苦苦的去陷入在这一些物质的生活当中就不用了我们台湾真的福报很大，
假如说我们一出生哦就在非洲，各位浅浅，我们假如说一出生就在非洲，那怎么样？哦，像那个肯亚哦，还有一些啊，伊索比亚，那个电视报道，那个不是小孩在那个垃圾堆找食物吃哦，连大人都在那个垃圾堆啊，在找食物吃啊。那看的真的是可怜啊，大人呢拢伫咧粪扫堆啊，伫咧找物件食。真的是很可怜啊。不过我们这边也有看一些像有一些啊，在车站，假如说我们在等车的话等得比较久一点，会看到有一些人啊，大概就是街民啊，他们就是垃圾桶把整个垃圾桶都拿出来，然后从里面捡东西吃来吃，跟捡物件吃。各位有没有看过？有的有，有的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也有可能啊，在我们台湾只要你肯付出劳力啊，生活都不是问题呀。那一些就是自己呀这个自甘堕落，看一看他们都是蛮不是很年长啊。不是讲安尼七老八老拢还佫年轻力壮，还佫真有力的时阵啊，唔趁食拢去粪扫人捡物件食，他一生啊就是完蛋了。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以后袂歹会各当修道，是不是很幸福啊？我们很幸福啊！要把握。把握这个非常好的修道环境，能够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出来当家，不要让感官当家。我们让这个感官当家已经很久了，都习惯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权柄交给我们佛性本体。由佛性本体来当家，各位有没有做啊？真的啊，很理想那个佛性当家视听言动都不会造业，都是佛性在主宰。那我们这个感官当家不行啊，这个一到外面去啊。尤其现在这个景气好一点那个百货公司一家一家一直开大家都抢着买，抢着要，那我们假如说看到那一些的话，我们又这个处身在那一种现象之中，人在抢我们会不会想跟人家抢啊？真的啊？这么理想这个已经跟人家身处在其中，不会想跟人家抢，那个真的很理想因为一般人他都会想说，这个本来他是卖100块，现在才卖10块，你抢不抢啊？抢不抢？哇，才刚刚不抢而已，现在竟然要抢。那谁在当家又是被感官拉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理想跟现实有一段距离真的有一段距离你都不缺了虽然讲100块卖10块你想想我买回来嘛变垃圾要不要买啊？还是不要啦伊阵剩1块嘛买。伊讲免钱送你废弃那就搁摕回去我嘛买，这样是最理想的，全部都是佛性当家，对不对？有没有到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一定要佛性当家的时候伊讲要送我就无爱，
要到这个程度，哦，所以你看哦，我们都已经呢，哦这个不想到哦，我们那个不用的东西呀、这个时候啊，我们会去买那个彩券啊，我们会想那个那个去兑奖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那个知觉性。为什么？我们到凡尘来啊，一生之中用多少啊，已经都有一个定数，要用偌济拢有固定啊。你说本来是80岁，80年可以活到80岁啊，要用的钱啊，我们60岁就把它用完了，那底下那个20年要怎么办？是不是促成自己啊提早死掉？所以我们不要去去拿那个额外的钱，那个不该我们拿的钱啊就不要，不该我们拿的东西就是不要，免费送给我我也不要，就是要到这个程度，这样容不容易做？这个哥可能在想，然后我拄着我拢没。我们真的要了解到很多东西啦，不用的时候啊，就是不用，用不掉啦。你起码拿到家里回去以后，隔了一段时间就是踢过来踢过去，都没去用掉，到最后还是到垃圾桶去了。那何苦来哉呢？干脆来的时候我就不要，省得麻烦。对不对？我们要培养，本来啊，我们这佛性啊，都唔免有诶无的物件，都可以不用。所以啊，尤其那个化妆品，我说蛮贵的，这个白呢，这个擦一擦，然后晚上睡觉都要洗掉。我说可以不用洗吗？这个明天还可以用啊。那个不用洗掉怕那个皮肤啊，会有那个后遗症出现，对不对？还是要洗掉。现在因为很多都在装那个假眉毛，有没有？装起来啊，好不好看？不好看啊，真的啊。那个装起来不是很好看吗？它不好看，干嘛要装啊？现在这个因为工商社会比较忙，他没时间在家里装啊，结果在哪？坐在车里面装。所以坐车就时常可以看到，人家在装什么假眉毛，还很不容易装的装了老半天，车子已经走了很久了，他还在装。所以或许因为时常坐车啊，时常都看人家在化妆。装假眉毛是里面的一个还有那个小镜子啊然后那个两边鼻塞，然后眉毛然后那个眼睛画那个绿绿的那个因为都坐真远都拢真久啊看伊安那装安那画。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一个审美观都不一样啊。有时候一装你也有较水然后假如说像或许这个 LKK 看了以后会有一个感觉说，卖装一句啊有较水，装的有一点像山妖水怪。我们朴素啊明细细上素洁的小水啊最美啊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表现那个真善美啊，真的不在外表，
或者都比喻啦吼，所以安尼规车吼拢坐甲位拢坐满啦吼，啊，即摆有迄个老伙仔起来吼，伊都安尼拢徛袂好势嘛吼，啊，拢无人要让坐啦，吼，啊，虽然遐坐人拢较少年，啊，生做真水，啊，伊拢无爱让座吼，这个时候啊，你看到她漂不漂亮？那个后面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哦，用来阿伯阿伯，你来家坐，我家有你坐，长得不怎么样，并就漂亮，对不对？哦，因为他的心呐、就是心好，所以那个真善美，在里面，在心里面，你这啊，把迄老阿伯看来你的位置，就是真善美，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啦。所以第一面看的时候是外表，水，啊，你所人心脉叫做蛇蝎美人，对不对？是不是人拢敬而远之啊，对吧？很买，要你跟他一起生活的话，愿不愿意？要你跟那一种人生活，要不要？要不要？不要的，对不对？将心比心嘛，所以我们了解真的好就在心里面，真善美，从心里面发挥出来，不在那个外表形象，所以可以省掉很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这个课很好，以后啊，你化妆品都买无要紧啦，买较少。啊，服装买嘛无要紧啦，唔免买遐济，他穿得好，是不是可以省钱？可以省下来很多钱，而且现在那个年轻人穿的那个服装啊，安尼顶一叠下一叠啊倒的安尼，好不好看？它是很好看啊，可是我们看起来那也安尼，这个大概又是 LKK， 看不习惯，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个朴素，才是美，它要从心里面呢，发挥出来，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就去实现它，所以我们落其志啊，把那个凡尘的，那个追求的志向，都减弱了，然后呢，强其骨。就是呢，我们对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这个行持一定要强，强其骨，就是道骨啊，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培养的茁壮，这个呢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这个能够做的。各位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没有培养的有没有？哇，这些花拢要花去这么努力的在鼓励我们竟然都还没有回应就是表示呢还在考虑的阶段，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其骨。强我们的道骨，就是这个对佛系本身的那个重视程度一定要加强。那加强了以后，我们对凡尘的现象就看淡。那凡尘的现象一看淡了以后，我们不计较，就不会计较，凡尘事都不计较了。然后呢，对那个可以帮助众生的事情，会很努力。很努力去做，然后帮助了以后，就抛开了、摔开了，都不去记在脑海，很理想，我这样一直行持真的那个道骨很坚强，强其骨，我们自己都会很欣赏自己。各位贤贤，欣不欣赏现在的自己欣赏欣赏他哪个地方？欣赏他能够研究心理心法，对不对？他能够坐着听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
系啊，迄拢听无的吼，佫一条，迄足简单的咧。啊，你讲拢互听无啊吼，啊佫一条要听你讲，哦，你讲，是不是很欣赏？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凡尘啊，所以有时候啊，很多呢，这个在北部的前线哦，一报告心得啊，都讲，啊，我听都听无啦，啊，但是我都知影真好。要一段时间哦，大部分都要2、3年、3、4年哦，成效才会出现，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快啊，哦，才一个时间哦，都进入状况，有没有进入状况啊？都进入了，我们自己也说我进入了，哦，虽然还没有很深入了，可是毕竟能够知道了，他知道了这个就是摸到根了，很重要。一定要鼓励有求道的道亲啊，一定要摸到根，找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真心一定要找到，那个世心啊，我们在凡尘用的世心啊，可以放下，这个真心一定要找到，然后要保有它，这样呢，我们这一生啊就不白来了。常使民呢无知无欲，这个就是呢长时间的使我们的那个六识啊，无知无欲，我们的那个六识能够无知无欲啊，就不会造业，我们六识太强的话就不好，了解吗？我们六识啊，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的心都是这样来的啦，由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心，这一些心呢就是人民，常使民常使这一些心无知，都没有那个知，所以我们这个世心假如说都知道的话，那拢会比较，我们落入比较，各位贤贤，我们的生活都有苦可以吃了。假如说夫妻之间落入比较，哪一对夫妻怎么样，哪一对夫妻怎么样，然后各位先生，这个夫妻的感情会怎么样？会摩擦的，对不对？这个一落入比较然后那个小孩子啊，你看人迄个囡仔，人拢读1名，你那拢读迄个8名，所以一下子那个小孩子又吃苦了。所以只要一落入比较那个都不好过了。那我们比不比较？在生活之中，你看人拢有车人开你拢翘倒摆，然后你看人拢翘倒摆。你哪拢骑脚踏车？人有脚踏车人骑你哪拢用行的？要不要比较？这个一比较了以后心就不平了。心一不平了怨就来了。我们充满了怨在生活那就很苦啊。各位在生活之中有没有怨？你看，这足诚实的，拢唔敢讲，多多少少都会有只是大怨跟小怨都会有，在心里面都会有只要呢这个在这个凡尘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有怨。那我们一定呢在修道过程之中去把那个怨找出来，然后去除掉，不要有，因为有怨了以后不把它清除我们会变成恨，怨恨，一恨了那就比较浓的那个怨了所以在接下来就恼怒烦，怨恨恼怒烦，以后会做什么？以后这世人也无去后世人会变做什么？会变毒蛇啦，
所以这一生呢，绝对不要去酝酿那个怨愤恼怒烦，只要我们一直酝酿来世的话，一定会当毒蛇。我们现在这一生啊，遇到那种怨愤恼怒烦的人啊，我们避不避开？不愿意跟他相处，对不对？因为迄种斗一寡迄个有诶无诶代志斗了啦，都是在倾倒垃圾，要不要赶快离开？就好像我在避毒蛇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要使我们的六识啊，六识啊就是明，就是我们身内的人民，我们佛性啊，就是圣人，然后呢，我们六识啊，就是圣人管理之下的人民，这个人民要使他无知无欲，没有知觉的话，他就不会比较；他没有欲望的话，他就不会有怨了。他没有无知无欲啊，是不是都不造业了？可是我们就不愿意处在这一种状态之下，都是要知啊，拢不给我们知道的我们越那个倾听，就是耳康下来一听，有没有？所以一听到以后啊，是不是产生很多烦恼？人家不给我们听的事情啊，我们硬要去听的话，听到以后啊，那个反应会怎么样？绝对是不好，对不对？唔知上好啊，不知道的话最幸福了。知道了以后，烦恼很多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了解那个无知无欲啊，就是很理想的状态，没有，已经呢都没有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因啊，那个因都消失，所以呢常使民啊无知无欲，没有那个知觉性，就不会呢做坏事。那么使福智者呢不敢为也，那个使那个福是一个坏词啊，使我们呢有这个稍微一点智慧的话，不敢为，不敢去做，就是做了以后就是会受苦，所以使福智者啊不敢为。这样了解意思吗？都从我们自己本身入手了，那个民人民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六识，圣人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佛性本体是智，圣人是智啊，就是要常使民啊，无知无欲，然后使福智者啊不敢为，使这个有智慧的他不敢去做。不敢做坏事啊，不敢为。那么为无为啊，则无不治。我们呢为就是做，无为呢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啊，就是从佛性啊本体发挥出来。然后呢做，我们做从佛性发挥出来，这个叫为无为。你了解无？这三字甲斗做伙，为头一字迄为就是做啦，无为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啦，做为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安尼会了解咧？因为三个字都蛮简单啦，为无为，为就是做，就是要做。怎么做呢？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去做，这样的意思吗？就是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呀，佛性本体这个掌权，它有权定啊，它能够发号施令，从佛性本体叫我们去做，然后我们就按照佛性本体去做，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说，
我们要把那个《道德经》带回去啊，哦，然后来时候把《道德经》带来啊，哎，各位都有带了没有？或许是说哦，那个旁边哦，不是有或许写的讲义吗？是说那个啦，因为哦，那个讲义是或许哦，这个5年前啊，哦开始写的，那个时候哦，哎是慢慢的哦，一直思索，然后看哦很多人的注解，把他们的哦那个精华都集中，然后哦写下来。他不是从第1章开始写，是从那个哦中间开始，哦然后往后往前哦，这样慢慢促成一本。哎啊，所以各位可以拿回去看哦，跟后学所讲的都不同，都不一样啦，角度哦都不一样。啊，因为哦那个啊是坐着慢慢写，慢慢想，所以想的哦比较完整，哦比较周到，所以角度会比较多。哎啊，所以拿回去看的话哦，哎就会哦，哎更哦了解到哦不一样的，哎我们佛性发挥出来不一样的作为，哎跟道哦它的功能作用又有很多呢哦没有在这个我们讲的时候讲出来哦，可以知道哦更多的角度啦。各位回去有看吗？这个大概哦1/10不到哦，哎10个哦，刚好1个，哦已经不错了啦，哦能够哦这个看一下的，对自己啊绝对会有帮助的，哎啊所以哦或者都鼓励哦各位拿回去，哦拿多一点回去也没关系呀，哦因为假如说有亲朋好友来。他也很喜欢老子，很喜欢研究《道德经》啊，你也可以送给他1本。啊，你只有1本的话哦，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哦，他很喜欢老子，可是你也很喜欢看，那个哦两难啊，哦很难处理。啊，到底要老的好嘞，还是要好的好？哎，啊你有2本的话，哎2700美，哦1本我留着，1本给你。所以哦，都拿没关系呀，哦，就怕没有，有的话哦，我们就都拿，哎，那或者看到都哦，真的蛮多的，都没有哦，哎，大家很踊跃的拿回去。还有5分钟，是还有20分钟了，他留15分钟要给各位问了，所以讲的还是剩下5分钟。哦，那我们呢再把哦这个安民章呢哦稍微的哦这个复习一下，哎就是哦我们呐这个圣人是智啊，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哎就是圣人。我们圣人是智哦，不上贤，不崇尚哦那个贤明，因为我们呐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已经是最高了，我们不崇尚哎哦那个假名相。哦，那个我们都不追求，所以哦不上贤呐，不崇尚贤。这个不上贤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个呢，凡人的这一些哦假名啊，我们都追得哦很厉害，真的很厉害。魏先生，现在哦不是有5都选举吗？哎，真的厉不厉害？哦，很厉害哦。好，我们争不争？哎，不争哈，所以不上贤。哎，这个哈使民不争啊，哎，我们不争。哎，因为我们不争，叫我们去做那个位置，我们也不做。我们要做哦佛，对不对？哎，咱要坐佛的位啦，不爱去坐那个位。哦，所以不上贤，然后呢就使民不争，使我们哈那个6世啊，哎都不去哦争这个贤名。哦，这个假名都不争，然后呢，不贵啊，难得之后啊，使民不为道。哦，因为我们佛性啊是最贵重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哦，这个是最贵的，我们已经有了。那外面的哦那个货，哦就是呢财物啊，哦那一些东西呀、啊，哎那个都我们不贵重，
一口气不来都不是我的，我唔卖去堆，所以不贵难的时候，这样呢就不会变偷盗。我们为什么会偷？为什么会盗？就是因为那一些东西很值钱，我们才会偷，才会盗。那假如说我们了解到，我们到凡尘来，该用多少都已经有数，已经注定了，前生都已经造那一些福报来的。所以我们不是有那个拜道吗？各位有没有拜道？就是那个北道七星有没有？那个因为我们的葫芦就是那个北道七星的掌管然后我们拜道就是告诉那个北斗七星我的葫芦记得送来给我。所以咱拜道就是在拜迄啦，拜什么？拜我的福禄，会记你甲我送来的。各位有没有拜啊？都是安尼拢无福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凡尘很好布施的人，他呢这个命中他有葫芦，他把应该享受的葫芦他布施给人了，他布施给人他命中还有没有用到所以那个北斗七星又赶快把他的那个福分又送来，又送来的时候他又把它布施那个北斗七星又赶快把它送来，这样各位了解吗？他得到一个一个很好的名声，因为伊拢无用到伊送互人用，北斗七星就无用的，伊都无用，我就要经过甲送去所以我们吝啬的人，那个北斗七星最高兴，我拢唔免送，拢用都不用忙不用送去给他，他都已经够了，伊拢一仙钱拍24个角，拔一毛而利天下为，有没有这种人还真的有了，可不可怜很可怜，所以那个那个梵文檀越，檀就布施越就是越过贫穷。只要你肯布施，你就越过贫穷，你就不会贫穷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肯布施的人他一定不会富有。他越肯布施的人他越拥有越多，一直送来，一直送过来，所以我们要了解檀越，布施越过贫穷，就真的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呢在凡尘呢就是要能够这个做。那么不见呢可欲死心不乱，不见可欲我们呢就是要了解我们在凡尘会造业都是可欲，都是把那一些假象当成真的，都认为说可以追求到，不知道呢这样业已经造成了。那我们呢都不去追求这一些虚幻不实在的这一些物质，不见可欲，那心就不乱了就很笃定，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见可欲呢是心不乱，所以我们呢要呢这个是人当家，就是要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当家，息其心呢食其腹，然后呢肉其志强其骨，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这一生呢都会很有成就。那还剩下还13分钟了我们给各位呢这个提问，可以有问题吗？好，请说。有讲师我们前提到说，没有人所等于无为等于真心佛性，这样子对吗？对，正确。我们就是还有还是没有人所等于无为等于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才对。比如开车不加思索其无为，算是真心佛性的显现。
还是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谢谢。我们要了解到哦，他讲的这一些哈、哦，我们没有能，没有守，没有能守，已经呢就是一个一体。那没有能守一体的时候啊，就是已经能够回到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的那个状态。那假如说这个时候啊有所作用哦，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真心佛性啊有所作用，那有所作用啊，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佛性本体啊是一个体，然后发挥出来是用，有体啊有用。像说我们有钱，钱就是体嘛，啊，我们有钱才可以去买，哦，买就是用，你该买物件，啊，咱较输啊若无钱，哦，无迄个体，啊，你讲要去甲买物件，所以进去以后，我跟你买东西，你得爱钱来，有体呀、体用，有体有用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体用，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啊，就要修持那个体重要，然后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你有体的，它会发挥作用，它发挥作用，佛性的功能作用，一用了以后，要摄用，又归到你的佛性本体回来。而我们凡人没有修到的话，一用的话用啊，我们会把那用当成是体，不知道这一用了以后啊。像我们拿钱去买，是不是钱已经给人了？你就不能再买了，对不对？你已经钱拢给人去啊，已经没有了。那个用只有一次啊，体是永远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本体啊，它是永远在。可是我们运用的时候啊，就是当下的那个用了以后啊，我们要摄用，又归到本体回来。重点是在这里啊！当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没有能守，已经进入到佛性的那个本体，就是已经不用再告诉脑筋啊，说我现在要踩离合器，要换挡都不用，直接呢就能够呢拍到呢你要的那个适度的档刚好。那个就是已经你能够从那个佛性的本体发挥出来的作用，发挥刚好。可是这个时候啊，你要记得，还是要收回到你本体回来。不能说落入啊，我真高怕挡我真高这个塞车，这样的话就已经偏离了，没有摄用归体了。差别啊在这里。所以我们凡人有时候啊，就是不研究的话，我们会把那个用当成体，那用当成体啊，就已经不正确了。我们就是要了解，用只有一次，体呀是永远在。刘讲师我先请教说，凡尘所有相皆虚妄，有讲师提过，水寿命也不过是100年。所有物质皆是水火风土因缘聚会所呈现，皆有生命。那为何六祖及很多肉身菩萨1000年化，导师当年化缘所留下最后一根树木，在室内井底，也是历经数千年不腐坏。或学想是大概是佛法无边，不可思议，能解释是不是？谢谢。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漏入啊，那个神机啊，真的就是不可思议啊！不是用我们的头脑能够想得出来，不是用我们嘴巴能够论议啊，不能够去辩论。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走入神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啊都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它还在1000年。你说经过再加倍万年，再加倍到1万年，它怎么样？是不是又不一样的？它会经过我们整个整个我们地球混沌，经过重开天地，重开天地啊，所有景象是不是都不一样的？所有的人类啊，又是重新从隐晦又生人开始。又开始了孔老夫子来教化众生，又重新开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所知道的都有其限度了。哦，那我们纵然能够讲出来，哦，几千年到几万年，那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因为哦，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啊，它是常住不迁，它是永远在，不会变化，这个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不会变化，常住的，不迁变的。那所有的只要落入形象，它都会变化。纵然是一个元会啊，129600年没有变，下一个元会会变。下一个元会没变，再下去那个会变，再下去那一个，再下去那一个。像我们现在是玄觉，那我们之前啊有庄严觉，庄严觉有1000位佛啦。那我们现在玄觉也有1000位佛。那到释迦牟尼佛是第4位啊，弥勒祖师是第5位，那后面还有900多位。那这个玄觉一过去啊，以后还有一个星宿觉，天上的星星宿星宿觉一样有1000位佛啦。所以这个时间啊，是不是无量无边？那这它未讲的这啦。我们就可以了解说，玄觉已经这久啊，这第5位佛呢。第5位佛还要未下生呢，还要下生多少久？要56亿万年，是不是很久？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漏入现象啊，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常住不迁，不会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啊，追求我们能够证悟自己的本性。能够恢复到本位，每一位都是佛。关了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林讲师。好，你说。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在菩提树下讲经说法的时候，那他的法相是头顶上有一颗一颗的。那有听说是2份就是2大片的，那小的说法是1份水。好，请坐。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呢，那个就是有6年的那个苦修了。我们要了解那个菩提树啊是非常的那个轻，就是连枝枝啊都没办法这个住得上去，带不了啦。菩提树啊，足清气的，所有的都这个自不这个没办法去沾惹到那个上面，菩提树啊，各位有看过吗？菩提树，那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我们就是坊间就是我们社会上就是把那个因为他坐在那边太久了，这遐久啊坐人年的时间，就甲伊讲，都拢头头拢交晒放落来掉咧，还是一粒一粒，所以我们有这个后来这个朝拜的时候买水果供佛啊，就不买那个释迦了，因为就忌讳那个名称啊，释迦买释迦来拜安尼无尊敬啊，无迄个恭敬的迄个心啊，就是那个意思啊。那个番石榴啊，跟那个番茄那个是因为经过我们的肠胃啊，然后出来以后，它的种子啊又会生啦。那个去拜的话无清气安尼啦。所以我们就是稍微了解它的那个典故来源。那个是我们这个就是在享受他坐在那边那么久都不动的话，那一定是鸟粪落在他头上的啦，那是想象，不是真的是那个样子。还有吗？还有2分钟而已再有一个问题，好，请说。好，他闭。那个有一次呢，我们同学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呢在外面在打雷
心下来，那是不是我们的活性本体的作用？好，请坐。对，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很专心在做事的时候然后突然旁边离得蛮远的，有很大的声响，然后我们会被它吓到。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呢是充在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如如不动。那如如不动呢，被那个很大的声响敲到以后我们连带的整个身都丢起来，所以那个叫做日用而不知我们日常都在运用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我们都在运用，可是我们不知道。像这个打雷是一样打雷都是离我们蛮远的地方然后一打雷以后，我们就会被惊吓，那个就是一样打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我们法身被那个雷那个闪电这样一触弄，然后我们吓到，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那一个佛性是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样了解吗？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我学占道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这个《道德经》呢，第4章，对不对？好。大家都有书吗？这个第4章呢，不言，不言章，不言呢，就是呢，这个没有全部充塞圆满，不言，那么这章呢是在讲道德这个功能作用，道充呢，而用之后不言。这个道充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充呢就是充上开来，就是讲呢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充上开来以后它的功用功能作用，那在我们这个凡尘可以说整个全部都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这个功能作用。那我们在凡尘是日用而不知，我们也不了解说这个整个都是这个我们的佛性这个本体生发，连这个山河大地全部也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呢生发出来。然后我们因为没有研究也都没有听过，所以会觉得这个蛮生疏都不熟悉。各位新回来了没有怎么看我们都这个左观右看呢？那个心不在呢，心不在有声音听不知道在讲什么要心回来才能够听得懂。这个心理心法就是要学专一能够明心，能够见性。那心性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全部呢都这个充满，可是我们因为没有研究都不知道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都把它呢当成非常自然。我生下来以后各位先贤，为什么全部都是有6苦7孔，还有4肢？这个呢都是整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生发。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呢？我们也都没有研究了没有研究说为什么我们
这个生下来以后啊，都有这个千差万别。那我们了解是在这个生活中啊，所有的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作为，然后引起我们呈现的现象就不一样。那我们在凡尘一定呢要能够把精神收回来，精神收回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所有这个思想一举一动全部都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觉之中。那只要呢我们全部都能够知道我们所有的思想跟行为，我们就可以掌握不造恶业。那不造恶业我们就不用接受那个果报，那个痛苦的果报就没有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起心动念以及我们的行为我们时时刻刻呢可以说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就是无明。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无明？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假如说没有佛性本体无明就没有作用。所以无明也是佛性本体生发出来的。那我们修道就是要去掌握时时刻刻都明，没有无明。因为无明引起我们造业，造了业就一定要受苦。所以我们这个功能作用因为是太大所以都没有去研究，不知道整个全部都是所以老子就讲说道冲用词这个道然后冲散，就像我们这个泡茶茶一泡以后那个茶水里面全部都有那个茶叶的味道整个呈现了以后我在生活之中整个都在道之中所以我们日用都日用那个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已经都有，全部都在日用那老子又说后不言，那个后就是没有进入肯定这是假如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么肯定的事情老子用不肯定的语气来说？因为假如说一落入肯定就已经走入一边，那走入一边以后就有另外一边，那两边产生了就有生灭一生灭了就变化。那变化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这个不生不灭不变的，我们能够掌握到不变的我们才能够有主宰。那假如说我们都在不变的里面去注意的话，那我们心中等于是说没有主没有主怎么做我们就比较茫然。那我们了解说完全都在自己的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之中都掌握这样就很理想。这样各位知道意思吗？因为我们这个南部修起道来比较好修了，或许都讲说在北部这个心理心法听一年要了解可以说很少，都是要2、3年甚至5、6年才会了解那我们这边才听了1年，可以说都进入状况。有没有进入状况的？你看这么肯定这么有信心对自己不是不灭的佛性都能够摸到那个轮廓都能够摸到这个叫做摸到根摸到根老先讲成仙走后。那假如说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没有摸到没有了解，那就瞎修行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很重要。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一定要实际做。只要有空闲的时候啊，不管3、5分钟都可以。我们做万年放下。那个是已经摒除外染，外面的感染了，我们都摒除了，就成垢完成的污垢，我们都放下。那放下以后啊，我们心性清净。那我们清净了以后啊，就回到佛性本体。这么理想的，不会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讲说那个颜回啊，大家都有稍微耳闻，都了解。颜回啊，他肌肉相，单食嫖饮，这个人啊不堪其忧，可是回呢不改其乐。他快乐在哪里？就是他已经摸到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他把这个本体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不生不灭。那我们身体呀，早死也是死啊，晚死也是死，总有一天会死啊，都要还给天地的。所以那个时候，或许会这个想说老天跟或许交代，说把天理佛人看好啊，你出去也是死啊，你在这里也是死。或许都一直想，对啊，都会死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身体啊，总有一天要还给天地啊。我们借着天地的那个元素水红土，这个众缘际会啊，就我们用。我们都一天一天啊在变化。身体呀，那个细胞都新陈代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有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主宰它。说你不要变，你不要变，我要这样就好了，不可能啦。一天一年一直过去了，到后来都一口气不来了，整个都还给天地了。那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它没有生，所以也不会灭，不生不灭。那我们凡人都不研究不了解。我们已经站到上天大开普度，得到了这么殊胜，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啊，赶快修正，身体啊还给天地，还没有死之前啊，就把它当死了一般，那使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整个都活过来，所以人心不死啊，道心就不生了。我们人心很厉害。造化都引诱啊，引诱我们去追求。我们追求外面啊这个现象啊，我们佛性就迷失了。迷失了以后啊，等到一口气不来啊，糟糕了，没有路可以走了，怎么办？被业啊推，又推呢去现象，现象以后啊又受苦，就这样恶性循环。那我们呢了解说。身体要还给天地的，所以要努力啊，在佛性呢用功夫，绝对要使我们佛性啊光明圆满。所以我们刚才那一首歌啊，歌就可以了解我们在凡尘啊那个不如意事啊，不好的事啊是非常多。而且我们习惯性啊，我们的习性啊，都沾了很多尘垢了，都很习惯性的引导我们呢走那个不理想的道路。那我们这么幸运啊，能够呢求道，能够修道，又能够接近啊现行法，这么殊胜，一定呢要把它恢复。我们呢都跟这个仙佛在一起。我们本身呢也都是仙佛，所以要呢自我期许，本来就是佛。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因为造很多业，然后一直啊接受那个果报，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迷惑了，又呢在造，就这样，所以我们说我要脱离这个苦海，绝对啊不能再造业。业不能造，才可以啊离开那个恶的果报。
所以一定要研究道理。我们道理研究了，从心念改变。心念改变了，我们行为就改变。我们行为改变了，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结果整个也都改变。所以我们从研究这个证悟者他的说法，然后呢了解这个真理，所以呢这个道冲而用之后不盈。不盈也就是这个不会充满。它其实这个道已经很充满。为什么说不盈呢？因为老子就很这个忌讳说，物壮则老。物到达顶点的时候它就走下坡了。所以你一圆满以后，它就走入那个这个不理想的那个状态。所以用就不以来讲，留一点空间。我们在这个凡尘做人也是一样。看到人家这个做错不好了，我们也责备不要太超过、太甚，给人家留一点空间，这样就圆满，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要留一个空间。物壮则老。等到呢物到顶点以后走下坡，所以呢它就已经开始变化。那我们呢不使它走到顶点，留一个空间，留一个我们有发挥的空间，这样就保持那个很理想的状态。所以老子就说呢，这个道冲用之后不盈。这个它已经全部都充满了，整个都是我们的一心佛性。可是呢，它还有一点空间，还可以再发挥，还可以再努力。这样呢就很圆满。这个是老子的观点。那个焉悉是万物之中。焉呢就是深焉。非常呢这个深。我们的那个法性它非常的那个有内涵，非常的深。它呢就是万物的那个宗旨，就是根本。宗旨呢就是根本。这个很深远好像万物的根本，本来就是可是呢老子也用那个是好像的意思，好像是万物的根本。本来就是万物的根本可是他不用决定词啦。一用决定词很容易走到崩的边。很容易会遇到那个呢那个两边的那个观点出来。所以都留一个空间。是好像本来是绝对的，万分之万的绝对的，一定是万物的宗旨。可是他用是万物的宗旨来呢这个形容。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凡尘的为人处事也一样。虽然是很正确的有时候我们都会得理不饶人那我们得理还要饶人。要呢能够呢原谅别人，这样的话那个涵养就很够很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佛性本体它非常的那个功能作用非常的大，非常的多，非常的奥妙。所以底下就讲说呢凑其锐。这个锐就是锐利加来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先生，这个锐让我们感受的是什么最明显？锐。我们用台湾话讲就小白了。各位了解小白什么意思吗？了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白是不是锐？要不要把它凑？凑其锐。小白会不会得罪人？
绝对会啊！哦，像我们上个礼拜那第2次讲的时候，那个开那个面乳的引擎盖不是被人刮伤吗？他要不要掰？就是要人赔30万啊，害死一条人命，有没有？他假如说有含量，知道那个不贵难得之后，那个引擎盖刮伤了，你车子都没有损伤啊，一样好啦，只是不好看而已啦。你有那个含量可以原谅人的话，不是那个人就不会自杀吗？那个老年人啊，他就看不了人家摇摆了，所以他也不好，干嘛你去刮人家引擎盖，刮伤你也没有好处啊。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嫉妒，别人有嫉妒啦，目眶红，所以我们就要学，那个都是身外物，不管我们有没有我们这个在凡尘啊，是富有还是贫穷，那个都没关系的啦，跟我们佛性啊都沾不上一点关系。所以人家有我们喜欢，人家没有我们呢，有能力的话可以帮助他，不要有那一种强烈的那个嫉妒心啊，那个嫉妒一出来绝对会出问题，会不会出问题？会。那个很厉害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有那个行为动作，一嫉妒了以后啊，就会有行为动作，这样呢会害到我们自己。也害别人，那我们假如说有吃亏了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宽宏大量，那个时候啊，可以培养浩然正气。吃亏啊，就是培养浩然正气的最好方法。那我们占人家便宜啊，就是消耗浩然正气。或许都一直讲我们人言稠密的地方啊。浩然正气还显现不出啊，它的可贵。那你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个浩然正气啊就很重要。那要试验我们有没有浩然正气啊？或者不是都讲嘛晚上你一个人，你到佛墓去，看看我们的心啊是怎么样的状态。各位想想，用想象的啦。半暝啊，黑暗暗的时阵，一个人到坟墓去，会皮皮出来。所以就知道假如说你浩然正气充足啊，你到那个坟墓的地方啊，也还很笃定。就是啊，这个平生不多亏心事啊，夜半不怕鬼敲门。对不对？我们都朗朗上口了。试验自己看看。试验自己到底是真的多呢还是少？那皮皮错都唔通去啊！唔多转混咧混啊，还要弄啊波。那个会很厉害的我们那个人的心啊，一怕起来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有实际的那个让我们可以经验，实际的可以了解到本身的那个正义感呐，那个浩然正气到底是有没有？我们能够呢在凡尘顶天立地最重要就是浩然正气，没有的话那个魑魅魍魉都会欺负我们。所以假如说我们在外面去游玩的，经过比较那个不干净的地方然后我们回来了以后这个身体都不舒服，然后去医院检查都没有毛病可是就是非常不舒服。那个状态就是可能已经被魑魅魍魉揍一拳了。因为他没有形象，我们他揍一拳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很难过了。
很难过哦，找不到原因。医生说你什么器官指数都正常，可是就是很难过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有。还有啊。好，那一定各位先生，魑魅魍魉要做我们啊，我们本身第一个佛性不亮，第二个没有行善，没有德，他才会做我们啊。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平常的时候啊，都没有那个负面的念头，等于佛性也会光明。我们又求道了啊，求道以后，我们玄关最起码都有一点那个小香的亮度。我们培养那个亮度啊，就像那个两仪灯那个灯啊，很亮。再大一点啊，我们画佛像，不是都有一个钢雷啊，一顶雷背条有无？那个就是佛光啊，佛的光它呈现很大。那这一些幽冥鬼魂、魑魅魍魉看到这个亮度啊，他远远的幽冥鬼魂都跪着拜，所以我们了解到，他就已经看到佛菩萨。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众生啊，只要你培养那个佛性啊，光明，有这个光明啊，那个幽冥鬼魂看，就是看你就是已经是佛菩萨。不是说等到我们这个以后啊，这个一口气不来才成就了，不用在当下就已经是，所以呢他看到以后啊，就跪着朝拜。那么这一些魑魅魍魉，还有日夜游神、凶神恶煞，他就要保护你。他是不好的东西可是他保护你，因为得众鬼神亲，鬼神啊很亲佩有德的人，所以他都一直保护你，绝对不会欺负你。那我们会被他揍一拳啊？各位，我们有没有德啊？绝对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就是要真的要反省。所以或许也说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啊，也可以试验自己啊，求得到了，尽管有没有光亮。现在有很多狗嘛，对不对？我们自己养的不算了去找那个不熟悉的狗，然后这个狗看到人有时候就会不要因为狗眼就看人低呀它瞧不起人，因为狗它本身很忠这个主人怎么打它它都不会去咬主人。可是我们人做不到这个状态，跳头给每个主人不要到一直讲他坏话，对不对？没有那个狗的那种忠心啊，所以狗眼瞧人瞧不起所以我们都没有尽到那个种。那我们用狗来试验，这个狗开始会的时候啊，是跟我们打招呼了，打招呼它不会讲话跟你说你好，它是用会的啦，给你追。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跑，你跑的话有一些狗会追啦，所以你有做那个坏事，这狗会追你，会咬你，你就站定调好，然后你两眼手旋然后对着狗眼睛看，就是放出你自信之光啊，会不会？对着狗的眼睛看，然后它朝着你看。假如说它已经低下头，然后尾巴一直摇，那就恭喜了。为什么？你那个玄关的亮已经都发出来了。因为或许有跟老前人跟那个前人陈大姑啊，就是有观察到这个现象或许在那个台北三重啊，有度一个那个印刷厂的老板然后那个老前人
前人都有去那个印刷厂。那个印刷厂它很有意思就是不请守卫，养一只狗起家狗，那只狗这是很厉害，没有主人招呼你要进去它就是帮你进去，你硬要传它也会咬你的，或许就被它咬过所以知道，特别知道。然后老前人到的时候，他们不同时间去的啦。老前去的时候大姑没有去，大姑去的时候老前没有去。然后所以就注意看那个狗怎么来对老前人，怎么来对大姑，很明显对不对？那个不用主人出来招呼的。那个狗看到那个老前人，那个头就这个安尼，拍到都一头卡去了，尾你直里演的啦。我讲真的差这么多嘞。差多。然后大姑是很怕狗你足惊，你还会搞得你在惊，伊在惊狗嘛在惊伊所以那个大德者真的是就是不一样。我讲我来你都唔捌安尼，你搞我搞。现在老先生来都这个表现出来所以或许就了解说这个真的是假不来的。你有那个德有那个佛性的量，整个都呈现。那个很凶恶的狗都表现这个样子，所以或许讲究有力道，我给你渡掉啦，不是用想象的，是我给你渡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可以试验我们到底本身这个佛性已经都点了书点开我们玄关了有没有发出光明假如是你都已经手斜对着狗的眼睛看，它也跟着你瞧，然后瞧了以后头都没有低下来，尾巴也没有摇，可是又开始会给你背啦，什么现象？就是拢暗，迄佛性规个拢暗，无光无光伊果然看人低给你背，所以下次真的要反省要忏悔得到这么殊胜的道都没有把它行持，都没有把它培养所以就是要努力。这个很容易嘛，对不对？咱拄到狗就容易嘛，对不？容不容易？那或许有时候现在是很久没有讲这样，之前师长都会鼓励人才去试验，然后大军说我很敢为什么？说知道答案后会很恐怖。我说怎么会？知道答案以后然后假如说他头低下去了，那给你信心你佛性已经有量了那假如说他又对你一直会，表示说你修方法不对佛性没有量，这样不是很好吗？你讲不讲？各位可以试验看看这个不熟的狗才可以熟的不行，自己养的不行，一定要那个不熟悉的然后看看什么样的反应，给我们讲那个考试点看咱修了有够天道无佛性有没有发挥光明出来这个蛮重要的各位有没有那个信心说我佛性光明？有没有？我那摇头的看这对自己都没有信心那可见我们平常的时候那个锐还蛮多的，就是要
各位啊，晓不晓拜？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哦，都会有骄傲哦，都不知道的骄傲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挫其锐。我们用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来把这一些哦，把它挫败，改全部都给降服，让这一些锐啊，那一种那个很强势的那个做法，全部都把它降服。很强势啊，就是尖锐的。我们有做人有没有很强势？人家你讲拢不爱听，都爱听我的，有没有？怎么这么见笑笑？在想可能自己患的这个毛病了都很强势，强势就是锐，尖锐，所以我们的脾气毛病啊，尖不尖锐？我们有没有去改它？有那个就是用我们佛理本体来挫其锐，把那个锐把它降服。我们能够降服啊，我们本身是一些锐气啊，这个是最重要。我们只要能够降服了，降服啊，我们呢所有的那个妄想心啊，我们的妄想心啊很尖锐，足强的。拢不爱来修的造成，会不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像现在这个社会现象或许都觉得说有时候不是很理想。像我们开车啊，在高速公路，假如说你的速度是按照规定那个90、100，可是后面就有那个赶时间的8888，来赶你呀。你这个这个技术啊不是很高超的话，又不能够这个左冲右撞就会比较反应慢。那后面的人他是就觉得说你故意在整他，所以他开到你前面以后就来一个紧急刹车，会怎么样？那个弄了对不？他像不对。绝对不是那个紧急刹车的唔对了，虽然没有保持距离唔对，但是那个现象，各位就可以想象，吃吃啊呢，哑巴厨房呢，有苦说不出，明明都医唔对啊，现在我都要背，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人心啊，一念天堂，一念就地狱啊。而且现在还蛮多现象是这样尤其你在外面这个开车的话，时常都会去遇到。那我们要知道说那个都是很小的小事，小不小事？可是引起会出人命，对不对？会出人命的。那我们就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尽量培养，都是不去妨碍到别人，自己啊宁愿吃一点亏没关系。可说了，有开车的人可能都会稍微了解这一种现象，有没有遇过？还有啊，那遇到过以后啊，心情怎么样？就很恶劣了，对不对？一定开朗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能够呢这个帮人家，能够呢看到好的事情，我们都会很高兴。那看到这一些恶劣的现象，心里面都会很难过。我们呢是在社会生活所以那一种啊，尖不尖锐？就是锐，很尖锐。我们要把这一种挫其锐，都呢把它呢降服，那一种不满的心都要降服。假如说你是赶时间，前面都把你挡住，你要想一想人的技术不是拢像你好的啦，不一定是马上可以让给你做的。这样的话都没事了啦。降服我们的那个内心啊，降服，
所以遇到有一些很难这个压得下来的那一些那个尖锐的事情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要训练训练自己能够降服我们那个很尖锐的很盛满的那个怒气。等到我们能够征服了我们那一些很大很强的怒能够把它降服下来，我们会很高兴可是我们一般都豁出去了，对不对？会不会？这样是修养好各位的修养都是很好，已经进入状况了，已经在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当中。佛性本体都没有这一些事而且这一事都是凡尘事，都是很小的事，他不要因小失大因为这些小事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染得五颜六色。因为在那种现象之下我们很容易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受那个现象的那个误导错的引导，然后心心念就不正确。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之后呢，这些圣贤都教导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一定要培养我们那个佛性本身的那个定力。定一过了以后我们充实了定力了以后，就不会被这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左右，就不会被它影响。这样呢生活就很理想，而且我们自己也会很高兴那假如说我们是被这一些现象已经降服了克服了，现象把我们的内心都已经压抑压制了，那我们这个生就没有意义生的凡尘那个意义就不大。所以要了解说凡尘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要认清它所有假的不真，真的就只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我们观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一种状态之下那整个我们的天性都恢复，就可以像颜回一样颜回的那个生活那么困苦，可是他很快乐很高兴，而且那个快乐的高兴是真的，不是做给人家看，是真的从心里面产生。那我们要真的从心里面产生就是要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认识的程度很深程度很深了以后，我们会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面。一安住了以后变成了什么事都小事都变化无常，就不会在意。不理想就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老子跟我们讲，我们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凑其锐从我们本身做起，有这个锐有胡思乱想有那个骄傲的心，全部都把它降服凑其锐锐一凑了以后可以很柔和柔和就可以你看到我们得三宝最后一宝不是合同吗合同已经跟天地整个合了跟天地整个同了，合同有没有合同怎么都反应不过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在用三宝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显功效，用五字真经理气象，然后密满着虚空，周视我们身心
有没有用啊？哇，一个反应不够来。我们日常要了解三宝很殊胜，都在日常在用。所以这个臭其类，把我们不合真理的全部呢都挫败降服，然后呢跟天地整个都合，整个都合同的，所以整个天地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啊？不相应，还在想什么意思啊？意思还没有体会出来。所以更要了解我们的求道的三宝很殊胜，就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呢要把它用。那么解其分，再下来那一句解其分，就是凡尘纷纷扰扰，然后我们用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可以把这一些纷纷扰扰的万象，都把它解开，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是定来处理万象，凡尘是不是纷纷扰扰？有没有？很混乱，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处理的很理想，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跟着乱？我们都有那个主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有一个主宰，这一个主宰在处理。处理呢，那一些很棘手，很不好处理的事都可以处理得很圆满，那个就是解其分啦，纷纷扰扰，我们都把它呢，都解开了，都很理想了。那么合其光呢，同其尘，和光同尘，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群居社会，大家呢都是相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要尊重所有的众生，尊重呢各行各业，我们呢都互相之间那无做啥对不？咱三堂钱，对不对？你看我们身上所用的东西什么是我们做的？都不是那拢无做拢有当用对不？所以这个叫群居社会。互补啦，咱无，但是咱拢有他钱，咱即马要用物件嘛，不是咱家己生产家己做，有他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感恩，感谢呢，这么的，这个大家，这么这个祥和，互相间，这个和其光都呢，同时在一个空间里面生活，还是过得呢，很。如意各位生活之中过得如不如意有没有都这个抱怨连连？有没有？真的没有吗？那么理想都没有抱怨，所以这个表面的跟那个背面的都不一样。这个表面的很理想，这个背面的抱怨连连。那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培养出来这个感谢这么多的不同行业它铸造不同东西给我们用，我们都用得很顺心，很如意。所以要感恩，这样呢就合其光了，所以我们了解不可能我们去这个要吃饭去种田，要这个穿衣服去织衣，都不可能这样可能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日用呢都不缺，不缺欠可以说我们呢这个福报都蛮大。不像这个生在那个非洲那个伊索比亚跟肯亚那边他们这个日用都缺得蛮厉害，那我们这边可以说呢都很富裕。所以我们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之下，不努力修道，可不可惜？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一定呢要努力修道。就是把日常生活之中所有的不好的脾气毛病去掉，然后呢整个这个起心动念都不要有负面的。那个神动要天水各位有听过吗？神动天水，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这个是子贡讲的啦。说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居住可是我们神通万物。那个神通万物就是我们这个万念一放下，一念生。然后呢，我们佛性本体启发了以后，我们又用耳根圆通使整个佛性延伸到空间所以整个空间都有佛性在，所以我们那个司机龙现，神通万物。那个第一句的意思。那第二句呢，那个淹没，很深烟的静默，而雷声打雷的声音。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是从佛性直接发挥出来，那么他直接发挥出来，就是德啦，所以他的德性感人，就好像打雷那么震撼，淹没而雷声，他没有讲话，不靠讲话，靠实际的去做利益众生，这样呢，德性就感人。那第三句呢，神动而天水，就是起心动念神动，然后天理都跟着，神动而天水。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有没有天理都跟着？不觉得晕开始讲的时候不是讲吗？那个道就是我们良心，我们的良心就是道，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道德。经呢就是我们都这样做不变化，就叫经。道德经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我们都有良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良心，那就是道。我们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我们都不变化，就叫经，道德经。各位都有没有？有，身上都有，对不对？对。要把它都带着。道德经都带着。不困难的啦，不要找借口说那个良心一个已经死掉了，一个还没有出生这个期间刚好空档，那个是找借口了，不想做了。因为我们按照这个良心来做事比较会吃亏我们都不想做，才找借口来讲。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都是我们本身的关系凡人一定都是自重自受。你做好事你得到好的那个果报；做坏事呢，得到坏的那个报应，都是自受自受的。那我们按照良心来做最起码抚养无愧对得起天，对得起人，抚养无愧，没有感到难过的地方。这样的话本身佛性本身就光明了。所以那个就不用怕那个人烟稀少的时候那个魑魅魍魉会揍我们一拳。因为我们现在都这个生活在这个比较人烟稠密的地方所以那个体会就不深。或者都讲，只要你有空闲的时候到那个合欢山合欢山没有下雪的时候没有人可是那边的天气像说是夏天去的时候它还很冷，因为那个雪刚好融化的时候最冷，很冷
还没有人，你在那边走个一天不会遇到一个人。各位那个时候会怎么样？你行一天拄有一个人会安那？心慌所以或许因为有经验那个时候是想闭关到合欢山去找不到那个理想的地方我想我若来这闭关，搁这寒，我一点全死在内底。所以不敢一个人再找另外一个熟悉的人，结果找不到那一个熟悉的找不到就没有住在那边，不然就在合欢山那边闭关，这个就是要这个深入我们的法性，所以这个追求就是一定要自己花心追求，而且或许都是真的实现要安那来研究安那进行，从家己去实验看嘛，实验看看，所以很多讲出来以后都是或许自己本身经历，所以就告诉各位说，你万放下，一念不生，可以到达佛的领域就是那个颜回颜回他就是把所有的凡尘放到全部空到尽头，什么都没有那整个那个忘尽真显，真就显现。虽然32岁就死亡可是他的佛性已经整个都佛了都没有一点那瑕疵所以那个最理想，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各位浅浅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没有三心，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我们万年放下，是不是什么都放下了？是不是没有三心？那没有三心三世不摄受。过去世它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它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三世中既然未调，摄受我们不住，我们的佛性就整个呈现了。没有三心就没有事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全部都没有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当下那一个念就是亿万年，万年不是讲十世古今不离当念吗？那个就是这个状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眼前那一个了了分明的佛性本体，那一个我们把它称作一念三世各有三世就9世，加上那一念一世当然10世10世的古今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一个状态，你了解不？我们要追就是追这个追这个显现在当下，让我们了了分明让我们能够掌握的这个就是佛。你了解不？不会很深也不会困难去做，对不对？不能去打底或者那个有一个那个时期不知道他几岁曾经那个政府就是帮或许找工作去做什么工作呢？去养米一包60公斤多100台斤。我讲迄要甲我缀死我若举一工我就无命呢。莫讲一工，迄1包我都举不赢。那我们修这个要不要那么费力？不用，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这个是从心性着手。心性着手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根源，了解到它那个来源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到凡尘来，我们要怎么回去，这个一定要了解各位了解了没有？了解。
真的了解了。我们怎么来的？那哪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来，才会知道怎么回去哦。所以我们是一念妄动而来，起心动念啊，各位要了解到，起心动念就是最容易的。我们很容易就起心动念。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因为修行啊。无用各位先生，无用的时阵念头多啊少，真少都拢去空气拢记掉的，念头拢靠袂起来。那我们空闲的时候念头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念头就是最难降服。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因为有念头有念，我们才落入凡尘。我们要回去就是要先把念头我们先开始修的时候先能够掌握它。所有念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咱有法度控制咱家己的念头，卖超出咱控制的范围啦。安尼样呢，很困难咱的念头拢超出咱控制的范围控制伊袂掉要想啥要想啥，控制会掉的，很难很难去管制它超出我们的知道的范围，它都超出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到那个佛的本位，就是因为念头障碍，念头给咱障碍。我们现在先了解我们念头都呢能够我们去管制它，约束它然后我们尽量慢慢的把那个念头能够消除，就是把念拢无念，然后到没有念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断念尽已经都全部尽，我们的声相就没有声音断了，声相没有，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安尼知影无？最容易的最困难做的啦咱的念头是不是咱起来？所以我们去知道这个起念头的是谁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它才能够起念头，不是他空的你看咱若一口气无来，头还佫跌着会起念头的？不会的所以起念头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起念头的时候赶快回光返照，来看那个起念的那个来源，念的来源从哪里来？我们会发现它竟然是众缘际会，众缘际会来起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叫做众生，众缘而生很多因缘际会，然后才生发念头所以我们度化众生那个佛说度众生第一个要先度自己的众生，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我们把所有念头都度尽了，没有念头了，就成佛了。这样知道吗？没有听过有在哪边听到？我们都以为念头没有关系啦，这个北部的道经来说，脑袋瓜生下来不起心动念太浪费了，就是要用脑袋瓜要用。我说这个我们脑袋瓜这个用的太厉害，它会抗议所以各位假如说不相信这个或许讲的话，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就开始胡思乱想，一直想不要停，停到想到后来，不知安那困去啊，一定也会睡着。明天起床的时候啊，你看看你的头会怎么样？那会爆炸，那个头痛的会让你难过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佛性在抗议。那假如说我们又另外找一个时间一躺下来啊，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睡着了。明天起床的时候啊，你那个头脑非常舒服。这个或许都试验过了才讲出来。很喜欢试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念头的时候啊，全部都没有念头，真的我们那个心清净，心一清净以后，恢复到佛性本体，就回来了，所以心清净容易明心见性。那我们假如说心太这个容易起心动念，胡思乱想，那要明心见性就比较不容易，没有那么快，而且也没有那么深入。我们要了解说明心见性它的程度也有粗浅的，也有深入的。那我们呢就是要深入，深入我们法性，越深入以后我们就会越宽广。那越宽广，整个宇宙大地我们要了解整个山河，整个山川，全部呢都是真心。所以到那个时候心跟境一如，心跟境已经合在一起了。心跟境合在一起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心的时候就回到本来。所以佛就是证悟那个本性，就是没有对待。那我们现在在凡尘都有对待都有对待，是都有生命。生命不停无常变化，我们就没有回到我们的根源，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根源它没有对待，就是一个绝对体。那我们现在是从对待之中来修持，先把这些对待都了解透彻。那了解透彻的时候，它都是无常变化。我们都是住相以后，然后才产生很多烦恼，产生很多烦恼，有所作为，才造了业因。业因一造了以后，才接受果报。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我们自己找的，该你作为，该你接来。那我们自作自受就要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进入自作，然后自己接受证悟本性的果报，就是成佛，回归本位。这样了解吗？肯不肯做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看看自己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个是一条不会后悔，很值得我们做的一劳永逸虽然说是有点困难，可是呢不是那个做不到的，是我们的决心问题有决心要做的，我现在开始信念念头都在我的知觉之中起，知觉之中起念头没关系，我不会被念头左右，从这样开始做，然后做到后来，慢慢的我把念头想让它不起了，这样呢，又能够经过一段蛮长时间了以后，真的合同了，合其光了，跟整个天地变一体了，不用分别心的，回到本来了，很理想的。一定要自己做了，这个别人帮不上忙，也不能用想象的，要实际去做。所以这个合其光同其尘，
跟凡尘啊都已经融成一体，不容易啊，可是可以做到，修正了以后啊就是做到了。所以我们刚才看的那一些啊，就是告诉我们落入凡尘太久了，习性太强了，脾气毛病太多了，然后意见也太多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是要告诉自己，有意见人讨厌，有办法人喜欢。你都不要说话，把问题都解决了，你喜不喜欢跟他相处？很喜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那一个人家喜欢的人，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讲话，不要人家做你有意见，有意见就人讨厌，对不对？不你来做，做个歪，讲个真好讲，有没有这样啊？我们还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事都是变化无常。不要这个太在意，要了解我们呢在凡尘都不长久的，几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不能够这个因循岁月要掌握。湛兮似若尘这个湛然常寂，那个湛就是原始状态。所以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叫做湛然常寂，寂灭那个寂寞的寂那个呢是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可以感而遂通湛然常寂，感而遂通。所以我们呢这个了解说湛兮是这个后尘应该是肉了肉尘湛兮呢是后尘，就是呢它很湛然，它那种底嘞因为不落入这个形象，所以都用那一种那个比较抽象的那个形容就好像湛我们活性都有嘛可是老子呢他都不是把那个话收死了。都讲那个比较让我们呢能够用体会、用领悟的那么吾不知呢谁之子这个老子说我不知道呢这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什么人呈现出来的象帝之心形象形象的皇帝他比那个形象的皇帝还要再早。这样知道意思吗？就是所有相都没有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就讲先天先天它就已经存在。那我们后天以后才有的那个讲后天。那我们都讲先天，先天之道难道后天是妙？不是都这样讲吗？有这个形象以后然后才有盖世妙。所以那个妙都是后天的。那我们这个道，我们这个佛性是没有形象，它就已经有了，所以叫先天，天地之先比天地还要早所以呢这个不盈瞻呢地势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也是蛮深的深不深？浅不浅？说它深就是我们还都不了解了；说它浅就是已经都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它就很浅显，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呈现，那个就很浅。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碰没有去经历，那就很深。那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把它用，就很浅。所以我们这个佛性本体都没有形象。那我们都一直在生活里面有空闲3-5分钟都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
都可以体会出来，那就很浅了。有没有这样做啊？这个不到1/10，这个有的都不到1/10，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要重视它，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重视它，因为我们重视它，才会付给它权柄。那我们不重视它，我们的感官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它会掌握权柄它会发号施令。那我们重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会启发它出来当家。启发它当家那个就很理想，就是我们的良心都整个呈现。那整个呈现，我们不会做错，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定要重视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空闲就做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把那个妄去除掉。妄这个不真的变化无常的这个妄都去除掉。那个已经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呈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呢要让它很切切实实的整个轮廓都出来。出来以后，我们要培养，要如虎还有个圣胎，结圣胎了，圣人出现了。我们不是说圣人，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圣人是谁？那一天不是说孔子吗？或许说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他是圣人。是不是圣人？是。因为就是从他然后修正成就的，就是圣人。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圣人我们认识培养然后呢让他茁壮长大。这个时候我们就恢复到本位，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虽然它还不是全真可是毕竟是要这样进入，这样进入了以后，你很熟悉了，以后就会有般若妙智慧从佛性本身发挥出来。所以那个般若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学来的都叫聪明我们很聪明。现在你在社会上看到所有人的面孔那个聪明相拢写在那面的啦，讲我足巧，你袂使把我骗，有没有？都很聪明那个是我们落入后天以后去学的。那我们的般若是具备在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一定要培养我们先认识佛性本体，然后一段时间的培养，般若呢它就会生发般若以后，从佛性本身发挥来认识真理。这个时候呢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定跟慧它互相帮助认识真理就使以智慧。你有智慧定力就增加。你有定力的处理事情轻重缓急就处理得很圆满。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整个都在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在佛性本体里面一定要自己去努力做只要有空3-5分钟都可以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体会那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不能早已下，可是那个知觉性我们是可以领悟的。一定要做有没有做
啊，估计拢不爱甲你应啊。咱第一问估计不爱甲你应。这个要了解到，就是这样子进入的。这个圣贤之门这样子进入，不是很困难。看看我们有没有那个诚心、恒心、坚定的心。有诚心的，我们体会了。然后有恒心的，我们启发般若了。然后有坚定的心，我们把它修持成就了，绝对是一劳永逸可以成就的。从心里面产生，很实在的。我们呢在这个讲那个第5章手中章，因为呢这个手中章跟这个不应章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手中就是守住我们知道那个本体，那个中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道，所以呢道就是中，守中。他这边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天地很不仁慈把那个万物当这个刍狗。那个刍狗就是古时候祭祀用的，把它雕塑的非常的漂亮，还没有祭祀之前一直雕塑的很漂亮。然后呢，这个等到祭祀祭拜完了以后，就把它毁掉了，不要它了，这样的意思吗？那个刍狗古时候在祭祀用的。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要一个庆祝会还是什么的还没有这个举办之前会场不是都那个装扮得很漂亮嘛？然后举办了以后，是不是把它整个都拆掉毁掉就好了？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看都是这个样子要点燃以前等到足水的点燃以后就做粪扫拢拖大掉。对不对？这个就是老子讲的这个现象那我们了解老子讲这个天地不仁，为什么天地不仁慈？把这个万物当成刍狗，就是呢我们呢这个春生夏长都使万物一直生生不息，一直生长的非常漂亮。可是呢，一到达秋天的时候秋杀之气那个秋杀之气，我们看到那个所有那一些事业都掉落下来，希望都落了有无？变做孤枝对不？你看要雨水的时阵，安尼春天夏天安尼很茂盛，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哇，再变孤枝所以这个老子的意思他就讲说天地要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时候雕塑得非常漂亮。可是等到一秋天以后那个秋杀之气又把这一些万物又毁掉了就是那个意思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有吃米嘛有吃切对吧？咱看到种那个切长无？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我们使那个五谷一直生长，卖有那个秋杀之气来让它成熟，让它芒花，让它结穗，让它成熟，那个对我们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让它直直大到去拄到天有用无？无路用对不？所以老子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使它生长到一个时间，一定要秋杀之气促其成熟。你知影无？伊即马互伊大到一个程度互伊芒花，互伊结穗，迄个时阵就是爱秋杀之气伊才会成熟。成熟咱才有米通食，对无？才有迄个切通刮，才有米通食。你看咱做的这茶，这茶你若较需要拢互伊直直生长，
不要秋杀之气呀。咱爱了解讲伊的消贪，各位都了解嘛那个木会变化，那个就是还没有成熟啦。所以它使那个树生长以后又有那个秋杀之气促其成熟，就是会当坚硬坚硬那摕来做家具它才不会变化，才不会消贪。各位先生，消贪国语安怎讲？变形啦我们用变形来说，可是没有消贪要传神用消贪甲传神对吧？那看到迄个物件迄个消贪啦我们都知道就是用的那个木材还没有成熟，它还是很嫩还没有熟啦，那个秋杀之气还不够所以不能那个时候去采来用做家具不行的那个会被人骂，买回去了以后会去找那个收制造的人跟他这个吵你来做这些消贪呢所以一定要等到那个成熟。所以我们了解地之间它有一个生气，还有一个杀气。生气让它成长，杀气促成它成熟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老子讲的他就是讲那个相反的那个意思说不仁，其实就是他的大仁大仁才能够万物对我们有用就是因为有促其成熟，我们才可以有万物可以用。所以这个第一句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个意思讲相反的那个角度。那么底下接着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个圣人他一样也是不仁慈，把百姓当成刍狗为什么呢？因为要教导我们呢要守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不是那个圣人要教我们百姓这一些我们人应该要做的这个八德，我们生下来就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都具备圣人要教导我们要具备。那当我们遇到，所以有时候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会把命这个丧失掉像那个尽忠，为国家尽忠去打仗的时候要不要为国家尽忠？为国家尽忠，然后去前线打仗，会不会死掉？那假如说这个圣人没有教导我们不要尽忠以前都打跑那我早都等这样就没有当人的资格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告诉我们，你为了要尽这个八德你会把命都丧失掉。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能够守住这个八德，所以人格才健全才有顶天立地的资格，才有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圣人叫我们尽我们本分，我们去尽了这个就没有亏欠了。不然我们虽然有人的身体假如说没有做到这个八德，那跟那个禽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禽兽各位浅显，我们什么心？很可怜他，对不对？那我们以禽兽的本身他知道他可怜吗？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没有去尽你的八德，那就跟禽兽是一样。那当禽兽的时候假如说有人的身体是禽兽的心态，那生不如死就再凡尘一点意义也没有
话拢无意义啊，拢假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追求啊这个真理，要了解真理，要在真理之中呢生活，那个才是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这个圣人不能以百姓为持国，那个呢也是呢，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能够尽到人应该尽的本分，所以虽然身体死了，可是我们那个佛性整个都长存了，跟天地融成一体，合同了，跟天地都相合相同。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价值所在就是这个样子，不然呢，我们这个虽然身体存在了，可是呢，这个佛性都是很污垢。那请问各位浅显，我们这个佛性很污垢能够回归到本来吗？不能呢，它不能回归到本来你看我们是一个人生一失掉以后是不是爱贵心？那会过什么身呢？我们会做得都不好的话，会转到什么身去那个就是三恶道的那个身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的就是要恢复佛性光明圆满光明圆满才可以恢复本来，恢复本位那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啦。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真理就是要勉励自己要顶天立地，然后培养浩然正气，使自己佛性呢都恢复光明。刚才呢，这上课之前这个讲师说上个礼拜我们台风假没有上课，那个美国道亲已经累积很多问题要问，所以说教或学这个把那个要问的时间留得多一点，所以我们就留半个小时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有疑必问，那个疑就是结怕改，打结了。我们没有把结解开修正不成，一定要使心中坦坦荡荡，心中都没有疑问，这样才可以急救。所以有疑就问。各位都不知道我们北部的那个浅显这个在讲课之中，因为人数不多了，大概都是20几个30个而已都马上有问题马上举手马上问因为我们这边人都怕这样会混乱所以才留着一个时间呢给大家问一定要踊跃踊跃问这样呢把心中的疑问都解开了以后没有那个疑问了就会很好修道，很坦然。好，请说。好，那个第一个问题若见缘起即是见法，若是见法即是见佛，这段话与有体必有性必现象这一段话意思是否一样？请刘讲师详细解说。好的。这个问完这个中肯，就是抓到问题所在。因为释迦牟尼佛都鼓励他的弟子说要研究衍生的道理。若见衍生因缘所产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所以都鼓励他的弟子一定要研究衍生的道理，因缘所产生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因缘所产生。我们要去研究那个因缘产生，不是已经落入现象得相而是因缘。什么因什么缘，然后产生了那个中间的过程去研究衍生的道理，这样了解意思吗？
因缘所产生啊，有因有缘。像我们父母亲结婚了，父母亲的因缘结婚以后，然后才把我们生下来，这个就是呢，父母亲结婚把我们生下来，这个中间的那个过程，那个叫缘生啊，要了解到说，一定呢有因有缘，那不会假如说我们跟父母亲没有结缘啊，无迄个缘，咱就会做一家人。所以要知道那个会做一家人的因缘，都有这个我们台湾话讲说修欠债啊，所以孩子生下来一直赚钱，那个表示他要来还债。那孩子生下来一直用钱，钱一直用，那个要来讨债。各位有没有这个现象？都有。有一些呢，这个夫妻啊，这个生下孩子以后，家里做的事业很顺，一直赚钱，表示他要来还债了。那假如说生下来他身体不好，一直用钱，要找医生啊，然后呢事业又不顺，那个就是要来讨债。所以会结成一家人，都是有因缘。那佛要我们去研究那个衍生的道理，因缘所产生啊，就是要我们去了解所有现象的来源。现象是怎么来的？现象本身它没有现那个会促成那个现象际会那个过程没有形象。那个没有形象的，你去研究延伸，所以你已经研究了这个延伸的道理，知道了那个就叫见法。你见法知影无？看到这个法，看到这个方法，知道吗？所以这个要了解到这个不是说只有讲理论，而是它很实际。在我们生活之中呢，我们都可以遇到这个现象怎么样才产生，这个事情怎么样才产生，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去了解到它这一些会产生的来龙去脉，那个就叫因缘所产生见到这一些都是安那这的安那，都是安那这的安那，那个就叫见法。这样知道吗？是有一点点爱用心去了解咱讲都因为伊安那因为伊安那因为伊态度真好啦所以伊就安尼看伊真介意就给伊啊。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是了解那个要研究那个衍生因缘所产生那个都是那个过程都是没有形象，这一些没有形象的过程促成在一起了以后，形象就出来了。我们去研究那个还没有呈现形象的时候，那个就叫见法。这样了解吗？为什么佛会讲说你见到法就是见到佛？因为这一些所有促成它会呈现形象，呈现事情都是没有形象的这些都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象的本来。我们不是有讲万法皆空吗？空性其实佛性所以就是佛性在促成这一些因缘。这样知道吗？所以见法就已经见到佛了啦。你有了解不？了解了没？就是没有形象的佛性这一些因缘，然后才促成形象，促成事情。事情呈现，它一定又不久又消失灭掉了。缘聚则生嘛，缘散就灭。所以它灭了以后到哪里去又归到
我们的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见到法就见到佛，有了解无？他从没有形象的时候促成有形象，有形象以后，那个叫眼即则生啊。你现在这个眼即则生，它有生住意昧的变化，变化有个归于没有，散了就没有了，没有到哪里去啊？又是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那个叫做见完了以后就叫见，见法就叫见佛。见佛就是见到如来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后面他讲的时候，有性必现象，那个跟这个它有牵连。你有佛性的，然后呢，因为有我们有发心，或是我们有起心动念，一个是造业，一个是我们发愿，两个它都会现象。你有发愿也会现象，你有造业也会现象，所以有现必现象。这样有没有都解决了？前面有体必有用。好，有体，这个有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有体呢，它就产生作用了。所以跟我们今天讲那个道冲和用词是一样，就是我们有体的，然后有用，再完成呈现所有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整个呈现的，所以它的作用非常广泛，非常大，只是我们落入我们人的身体以后，我们的人的情绪就是没有好好的先加以这个认识跟管理，就变成我们会有自私自利。那假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自私自利都全部去掉，这个就叫修持了，凑其类，把这一些自私自利这些都去除掉，我们就会恢复整个那个佛性本体的那个它的功能作用回来，整个又回来。所以修持的话叫摄用，然后归体。那我们凡人是没有，我们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发挥出来以后，去抓住那一些功能作用，一直在往那个虚幻的那个境在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所有一切，它就是都是在道体之中，只是发挥出来不同，它的功能作用全部不一样，可是呢，一回到佛性本体都是一个绝对体，都是一样的。所以佛因为证悟到它的绝对体没有分别的，所以就成佛了。那我们众生有分别。就成众生了，有我们的那个情绪，我们有自私自利的那个成分在，那我们呢修持就是要把这一些这个去掉，因为自私自利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透彻，不知道，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自私自利害的是我们自己，要受苦那假如说不自私自利我们可以回本位，回归到本位以后就是像天地的白天夜夜，春夏秋冬，那么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个就是有体有用。还有吗？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平常的行住坐卧当中，我们的闻性都在，也一直都有听到周遭的一些声音。这样也算是修耳跟圆通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修耳跟圆通第一个就是要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认识，要启发，认识启发，那个才真正的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用得上。那假如说我们没有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的轮廓都还没有出来，那我们
用耳根的话，那个是用第二个闻呐，就是听到声音以后啊，加入我们的心意识，这样了解吗？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加入我们心意识。比如说我们听到有一部机车，然后这个声音一过去以后，我们会说这架这真久啊，弹弓啊，车咕咕噗噗噗叫，那个就是加入我们心意识啦。那假如说我们用闻性，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是那个知觉性听到的话能够听到就已经是了，不会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做耳根圆通就是把佛性不局限在身上，要使佛性整个都跟空间融合，所以整个空间里面都有佛性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有认识佛性本体，这个空间我们有启发出来，叫做真空。那没有认识佛性本体这个空间你问一个社会人士，他没有修道，他会说这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叫完空那我们修道以后会了解说，这个空间整个都是佛性，因为佛性如如不动，充塞整个虚空所以这个空间就叫真空，就叫妙有真空不空，妙有没有形象所以这个整个都是真心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在我们整个空间全部都有，所以才用那个照相机原理来跟各位讲，说我们有玩过那个相机的人都知道，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镜头不能晃动，你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一定要如如不动，就这样，然后影像才很清晰那我们假如说佛性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身都一直在动，那我们看到的景象都模糊不清那我们这个不管是身动的这么厉害，景象都很清晰，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它本体佛性本体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对所有景象都非常清晰所以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不用像或者从基隆来不用重新带佛性来这里就有我的佛性这样知道不等一下回去也不用带回去，基隆也有我的佛性这样知道不所以整个空间就叫真空真空妙有就是佛性本体，它不生不灭的，很奥妙的，这个就是真那身体是假要还给天地的听有无真清楚爱了解不容易。好第三个，以前听有讲师说有一位叫做弥勒रू巴的，应该是弥勒रू巴弥勒रू巴对，他是从三恶道来转世的，修道的过程很辛苦，是否可请有讲师讲述他的因缘及修道过程？他的名字是哪4个字？谢谢。那个有我们那个坊间就是我们社会只要去买有他的那个传记，就是他的用那个故事写出来的以前都是在那个车站那个公共场所再送给人弥勒रू巴，他的呢生的年代是在西元大概1100年那个时候了就是我们现在是西元2010他是大概1105还是1150那个时代那个弥勒रू巴，因为他的那个修持过程他就是很忠厚老实，被人欺负得很厉害
后来他去学那个法术，杀很多人啊，用法术来人，抬足多人的，这个人结果他们整个村庄的人就是很怕看到他了，看到他会怕他被用那个法术杀死啊，所以他就讲说我怎么都变成魔鬼了，大家都怕我，所以他的时候就转换思想，说要去学那个修道，学比较好的，那个时候就转变他的那个观念。他转变观念以后就去拜一个马儿巴，拜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呢，就是一直要磨掉他的那个杀业，杀死很多人那磨掉他的杀业那个过程就是我们人都很难忍受了，很难去忍受那一种那个过程。然后呢，他修到成就以后人家说你是不是已经累世修，然后来成就的？他说不是，他是从三恶道来。那个是弥勒鲁巴自己本身讲的。按那个修持的过程呢，那个记载都蛮详细。我们去买，也很便宜啦，因为在那个车站呢，以前或许在那个台北西站，有一个那个赠送的三书赠送大概要几十本我看到我规个拢甲摸了，然后就分给我们道心看，那个外面很容易买到，那个弥勒鲁巴，各位有看过吗？没有啊？那个外面应该，好。乐，我们那个老祖师那个乐。对，就是弥勒鲁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是那个修持的过程。大概我们最近这个一世修一世成的，给我们做榜样的最好的一个人，他的那个过程修道过程，足艰苦的硬啉甲，安尼无通食，拢去食野菜，吃那个就是外面能够那个找得到吃的那个野菜，然后吃到全身都变绿色的，全身都变绿色的。人家看到他以后说：“你是人还是鬼啊？”他说：“我是人啊，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吃就变成这个样子他也这个修到会在天上飞小孩子都看到他在天上飞。他说这个在天上跟小孩子玩那个弥勒鲁巴，可以买那个来看，那个比较详细。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概略。好，再下去。我们说玄关窍是灵性出入的门户正门，那请问灵性在我们身上的哪里？又说若玄关窍受伤，使人命极不保，此种说法有无不妥？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卖甘蔗的卖甘蔗还伫迄个算讲迄个大路旁边伫咧大路边咧卖甘蔗，咧下甘蔗。下甘蔗算讲伊的钱吊伫个树都有一支迄个钉有一支那个钉子。有一个那个骑机车不小心去撞到那一个咧下甘蔗迄个那一个人就是他的那个玄关刚好撞到那一根铁钉
都钓一级迄个迄个做啥？伊个家鸡啊，钱拢放喺家只内底啊，钓家鸡啊，迄支顶啊都去吐到迄个玄关，啊，吐到玄关了那个伤是很轻啊，干那一点点啊玄关一点点啊流血，安尼就死去啊，所以从那个事啊，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那个玄关还受伤不得，所以或许不讲这个事为什么？因为怕我们有一天想不开的时候啊，你提起针甲拄的就是啊，所以不讲。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呀，那个玄关是佛性的出入门户啦。我们都会讲说眼睛啊是灵魂之窗，那灵魂门呢从来没有人讲啦。那我们求道才知道说原来有正门所以我们讲六道轮回啊，我们死掉的时候啊，眼睛假如说是睁开的，那就是天上飞的飞禽啦，你转世到天上飞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死掉以后啊，那个耳朵啊，那种压较管，那下一世啊，一定当那个畜生道那个耳朵很大的。那假如说那个鼻孔睁开，那个死掉以后啊，鼻孔特别睁得很开，那个就表示化身啊。那嘴巴张开，死掉以后嘴巴张开，那就尸身了，水里面游的那个尸身。那假如说这个五官都很安详，肚脐啊最后能，表示他从肚脐啊出去的，那下一世个做人道了。那假如说是从泥丸宫出去的话，他去天道了，这个叫做走道旁门。那我们从玄关就是为正门，正门出去就可以到达理天，到达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各位先生，我们为什么就是要求道那个点开呢？我们那个玄关窍，就是你修得再好，再明心见性，功夫做得再好，你没有点开上天不承认，你还要再下个缘会搁再修所以一定要点开一定呢要求道，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做没有我们亲朋好友没有求的，赶快要拐骗都要骗，把骗来求就是说这个父母亲你跪着都要跪着要求他求道老天是那样说那我们现在假如说有一些晚辈啊，或是有一些比较平辈的想尽办法把他这个拉来求道，先打开玄关再说师父领进门的修行在个人，慢慢来没关系那假如说以后这个到涅槃的那没了我们台湾可能会比较早涅槃，因为这个有一点呢，大概拢不办了。以后要求道要坐飞机到外国去求，所以一定呢要求道，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要知道啊，说佛性呢是在哪里？各位先贤，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在哪里？对啦，你看这么熟了，无所不在啦。那我们身体不急不离，不急就是不住啦，不离就是也没有离开啦。你知影无？不急不离。急就是住相，离就是完工，不住相也不完空，所以很奥妙啦。所以我写都讲，
哦，不可思议啊，怎么来体会？哦，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有没有？有啊，那已经着有了啊。哦，啊不着嘞，哎，还有吗？有些写修正其不无，那个正是正确的正啊，就是正确正，修正其不无。他说应该是不正确的，因为真心佛性是不需要修正，若是修正，即是去向真如意识前，和头上那头道理一样，不是吗？只有修正，他这边正是有言字旁的正，正道的正，言字旁一个分。修正正悟及启发我们的真心佛性才是正确的，对吗？那个修正哦，即不无的哈、哦，那个正啊，就是言字边的正。他这边是写都没有言字边，就是哦，那个不对了。哎，对，修正即不无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落入凡尘，沾了尘垢太多。那染污即不得，是讲佛性本体啊。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哦，就像虚空。我们拿虚空哦，这个用那个五彩的颜色啊，你个安那个要个漆，伊都袂掉啦。嘿，所以染污即不得，你无法度把尿污啦。可是为什么我们修正即不无？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啊，哦，沾了太多的哦那个五颜六色，尘垢太多了。所以要修正，佛性里面啊没有贪嗔痴，哦，没有这一些负面的哦脾气毛病。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啊？哎，都有啦，哎，阿龙啊就这嘛哦，所以那个修正啊即不无，就是要把这一些佛性本来没有的哦，我们把它呢哦去掉，哦，佛性有的都让它恢复，这个叫做修正啊。哎，啊，你别讲要改你哦，你别哦。那假如说我们呐、哦，坚持说佛性本身都不用修，那个叫狂慧，智慧发狂啊。佛性大家都有，没错啊。可是你不修，你就成不了佛啊。哎，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就是因为沾了太多的哦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那这一些污垢啊，哎，我们没有去掉它的话，它都依附在我们佛性啊，给咱调掉。哎，所以哦，你看现在有足侪有一寡吼，迄个有名鬼魂啊，拢会找看倒一个甲伊靠缘，好我就跟伊行，有没有？有。哎，还蛮麻烦的嘞，麻不麻烦啊？哎，会不会怕？哎，所以要努力哈、使佛性恢复光明。哇，超过时间了呢，留个下个礼拜问哈。各位讲师，各位讲。或者感到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或者机会写讲。在北部呢，我们都是有问题的马上问，哦，那个都比较能够呢解决。那因为我们在这边人数比较多嘞，不敢用随时可以发问的方式，因为会怕这个场面纷乱，所以就留到最后的时候，才给各位问。那因为各位都很客气，都不敢问，所以有很多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修持功夫啊，等于都是没有做得很踏实。那或许呢就在这个上课之前来讲，说我们要关照我们的念头，因为呢我们都很熟悉啊。那关照的那个对象可能还没有抓到那个定点。
我们呢，可以说从凡夫地呢一直修到这个离不开呢观照，观照呢都是要做的因为我们有观才会了解到自己的心。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先了解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很多的念头，我们都不知不觉。那现在我们开始观照的时候，就要先了解哪一些是始于妄想，哪一些呢是始于杂念，哪一些呢是始于我们佛性本身所发挥的功能。那我们对这一些要关照的对象了解了以后，我们做起来会得心应手，做得会很快，就会有功效出来。所以在开始观照的时候先要知道说，这个妄想是我们用力用心去想的，是跟尘相对产生的。那妄想我们很容易可以去掉，因为只要我们把心里面要想的这一些话全部都抹杀以后就不会出现。所以这个妄想很容易我们就可以去掉它。那么我们要关照是始于那个杂念，杂念就是我们没有心想，它自己跑来。那么这个杂念就是我们已经在六道轮回太久了养成的不知不觉的习惯。那么这一些习惯性它已经很久了，我们都在用，但是不知不觉。然后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假如说遇到我们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妄想，可是呢念头它一直自然跑来，那么这个呢自然跑来就叫杂念是我们六道轮回这个产生的东西那杂念我们不关照的话，它不会消失，它永远都在。那只要我们关照这个杂念刚开始的时候力道会很强，然后呢那个次数会很密集就是很多。那我们呢要关照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跟它对立只是说它一呈现的时候我来了，我们马上就是看住它，就好像呢我在家里看家，然后这个小偷呢他一从门一探头看主人在家那个小偷就不敢进来偷东西他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对那个杂念的来我们看住它，看住了以后它就不会往下延伸了不会一念接一念，然后呢的念头消失，那消失以后马上又会来又会来，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又看看，然后它又消失，然后又来又看就这样了，这样很简单的可是呢要有耐心那刚开始的时候它很强，那个来的力道很强，然后很密集是一直呈现都是有那一些念头。那我们就是看住它了以后它会慢慢的那个力道减弱，然后那个次数越来越稀稀疏疏，越来越少只要我们这个锲而不舍，就是不要放弃去关照，终究这一些杂念它会全部都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我们妄想心又不杂念又没了，又被我们关照到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前进了。那各位点开始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是要使我们佛性本体呈现。那等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整个都呈现一段时间内它会有般若妙之类
那么这个时候哦，各位前贤，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啊一出来以后啊，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啦。只要我们肯到这个方式，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自然而然它会呈现的妙智慧。所以这个般若它是我们性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具备的。不是我们肉论成学来的，不是的。只要我们对凡尘的这一些见解不放下，我们的般若不会产生。所以一定要把我们在凡尘所看到、所知道、所觉的，全部都放下。之后般若才有。那般若它是呢，我们现分之中所具备。那等到呢时间久了以后，我们会对呢周遭的所有一切很了了分明。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前贤会以为怎么我念头又变得这么多？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那个不是起心动念，而是我们的不生真心佛性已经很明明的呈现。那呈现以后那个是本体。然后呢，了了不知功能作用，这个时候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我们当下没有起心动念，可是呢，对周遭的一切都了了分明，那个不是我们起念头，那个是自然呈现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先了这个状态，第一个就是妄想，我们不想，就可以去掉。第二个杂念我们要关照，关照杂念才消失，杂念消失，妄想不起，然后我们呢就清净，然后呢心一清净以后就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久了以后那个灵敏度就增加，增加以后不要以为说我没有起心动念怎么念头这么多，那个是我们的佛性花的功能作用了了分明，这样各位了解吗？可能因为我们的接触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才半年嘛对不对？到今天不是半年嘛，我们中间才61个月，算起来才5个月而已，算起来我们的进度很快。那个北部都很称赞，说我们那个当时回想，最少也要1年才能够听得懂。竟然南部他们半年可以听懂的，很羡慕我说南部比较单纯，没有像北部的生活比较复杂，所以这个领悟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那我们南部这个生活比较单纯领悟就会比较快。那假如说我们用心的话，那更快，1路千里，进步的非常快。好，我们这个可以说永嘉大师证道歌已经将5次了嘛对不对？北部的前贤说。这个讲的慢法很详细，这样因为以往听在这个永嘉大师证道歌顶多是讲2个礼拜而已2次就可以结束了。我们这边竟然讲5次才讲一半，不要就是要了解没有了解的话，我们讲的快慢的那个都无关紧要。重点就是在了解它的含义。那永嘉大师把他的那个修正的那个过程，怎么领悟，怎么修持都指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那一些过程，我们也来这个学习效法。那我们一样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之中，可以证悟成佛，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希望。我们刚讲到翻过来，对不对？那个一切这个四句非四句，是不是这边？因为呢，我们了解到说在凡尘的所有一切
那一些这个名言法句啊，那个四句会四句，就是我们对凡尘的所有一切有名有相的东西呀，我们一般呢都会去了解，然后呢会注相，在那一些名言法句之下，我们会住在那一种状态之中。所以永嘉大师呢，就把这个我们会住的，他把它呢这个讲得透彻啊，说一切这个四非四句，那个句啊，就是对那个一些名词里面的那个含义把它呢阐释讲解出来，所以我们呢了解说这个都是工具。是我们借我们用那我们呢不要住在这一些呢这个名言四句里面因为一住了以后我们对自己那个进步就会障碍。那假如说我们借了这一些名言四句的话，那对我们有帮助所以呢永嘉大跟我们讲说呢，一切这个四句非四句。就是两边呢都不要住。那么以五灵觉合交涉，就是呢对凡尘的这一些所有的名言法句跟我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它没有交集，就是没有关系那一些是那一些这个是这个。所以那个永嘉大师呢就讲说以五灵觉合交涉，那一些呢名言法句跟我的佛性没有相关。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那个名言法句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是帮助我们了解这样有意思吗？所有这一些名言跟这个法句这一些文词都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帮我们。那当然是跟佛性本身没有交集，没有交涉可是呢我们可以借着名言法句来了解的佛性所以呢永嘉大师就讲说以五灵觉合交涉，不可毁可再。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可毁，就是呢你要把它毁坏，你毁不得，没有办法毁坏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形象，没形象我们毁坏的。我们可以毁坏虚空吗？不可以，对不对？没有办法去毁坏它，对不对？我们跟虚空作对会裂的是谁？就是自己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那个佛性就是不可毁，那底下也不可再。你称赞他一直称赞他呢，也称赞不到，因为他没有形象所以不可毁不可再。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的那个殊胜，很超然的不属于凡尘的所有一切可是呢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要依赖它它不属于凡尘的所有一切，可是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要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了解说本体呢是不可毁不可再。这样了解意思吗？毁也毁不得，你赞也赞赏不他体露虚空呢物这个崖岸，就是呢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像虚空那个物就不是的意思，就是没有没有边际没有崖岸我们一般呢都有一个尽头，那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是无量无边没有一个尽头没有一个边岸，所以呢体露虚空的物崖岸不离
当处常湛然。所以或许说这一句话这个不离当处常湛然，这是这个一句就可以抵百喻一句话可以抵得上百亿价值。可是假如说我们不了解它的意思就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那我们要了解说不离当处，当处呢就是我们当下，当下眼前所处的地方所在就是当处。然后呢常湛然，那个湛然常寂是我们的活性本体的原始状态。那不离当处呢，就是在我们的当下，就是呢我们的当下，就已经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跟之前我们有讲那个14古今不离当念，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我们讲说14古今那个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那三个各有3世9世。那加我们现前的正念，我们现在眼前没有念头的那个正念，那一念一世加起来刚好10世。那么10世就是古今，它贯穿古今1万年，1万年前、1万年后都不离开呢我们当前这一念就是正念，没有念头的是一个正念这个当处物离当处常湛然。所以呢跟讲那个14古今不离当念是相同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是呢要活在我们当下都没有念头的那一种状态之下。1万年前就已经是这一念，1万年后还是这一念，所以这一念呢具备的1万年，非常久。所以不离当处常湛然，就是你在讲的意思。这样有没有一点印象呢？有没有？就是在讲我们呢虽然说这个佛性本体非常抽象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它的状态，可是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我们能够万念都放下了。万念放下呢，一念不生，这个叫正念这个时候这个正念是我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成佛就是这个在成的我们要呢把它启发，然后呢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样呢它成就了我们就可以回归本位都每一位都是佛所以我们要自我期许我们本身就是佛，佛在我们自身上所以不离当处常湛然。这样有没有更了解了？就是我们当下就是佛所以跟佛都没有两样我们当初这个时候整个呢是呈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这一句话呢是最有价值不离当处常湛然常住的湛然常寂的那个呢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密集之今不可见。假如说密就寻找假如说我们在寻找佛性不知道这个寻找人就是没有办法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密集之今不可见，就是见不到各位见到了没有有没有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有没有？都没有把握要有信心了就在我们呢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觉，那个觉就是正念就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
佛的知见，就是从这一个发生，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的。那假如说我们向外去寻找，要去找佛，这个密是寻找，密集之经不可见。假如说你在寻找向外去寻找佛，那就知道你一定找不到佛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一定要回光返照才能够找到佛了。密就是向外去寻找，那向外去寻找绝对找不到。所以这边呢，永嘉大师讲，密集之经不可见。所以呢，我们要回光返照，就是要我们日生活之中呢，只要有空闲我们就做这个万念放下，然后呢，这个一念不生。各位先生，只要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用一点心，从有为。有所作为，有空闲的时候就努力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等到呢，我们都已经做得很习惯，很习惯了以后只要我们一坐下来自然而然就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已经进到无为，所以我们从有为入手，然后呢做到无为。无为的时候无所作为，自然而然，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都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睡觉的时候自然做，那就很理想了。我们整个那个佛性就可以呈现，就可以借假修真，借着假的身体来修真的佛性，就已经呢，不虚此生了。我们这生呢就很有价值。所以一定呢要努力，起不得，舍不得。这个永嘉大师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起不得。我们呢要起，就是起不得，没有形象。然后呢，我们说都不要它，要把它舍掉，也舍不得。这样意思吗？你想要拥有它拿不掉了。你想不要它，把它排斥竟然也推不掉。这样懂意思吗？我们佛性很有意思所以就好像说，好像我们养那个宠物那个猫。假如说你要猫在你的身边跟你都相处得很洽，你就要轻轻的抚摸它的那一些毛，猫的身体，猫的毛，轻轻的把它抚摸它就会就在你的身边待得住了。你想你觉得它很可爱，你想要拥有它，你把它抱紧了，各位亲人会怎么样？它一定跑走的。你要抱它你要给它抱安它就紧走对不对？可能我们都没有养所以才不知道。不过看也知道想也知道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像这个样子起不得舍不得啦你想拥有想要排斥都不能够得到。那为什么会起不得舍不得就是它是实以中道。那我们取舍取就实以喜欢，舍就是讨厌，是实以两边的那我们佛性是实以中道。那我们呢就是要在中道中不要落入两边，落入取舍有取舍有喜欢讨厌，就有情绪然后我们有情绪我们就已经不讲理所以修道呢最怕情绪一来了都不讲理了那个不可理喻所以我们这个修人呢不可以有情绪，要把情绪都摒除要理性的跟感性的来做就会过得很如意所以我们要自己呢这个了解，然后自己去做不可得中呢怎么得
这个永嘉大师呢，又呢点开一个巧妙之门呐，所以我们呢，一直想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呐，什么都不得，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啊，那个就已经妙德在里面了。那我们想真的得就有失啊，那得失是两端，两个方向，有得就有失啊。那我们心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得，为什么？只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已。那我们因为在凡尘这个六道轮回太久，所以我们会把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没有遗失，感觉好像遗失掉了。所以我们用好像遗失掉以后，好像我又得到了，那我们实际上只是回到本来而已，所以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没有得，没有失，没有生，没有灭，没有两边对战，经都在中道，所以这边永嘉大师跟我们讲说不可得那个全部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可得，没有形象都不能够得到，你能够了解那个就算已经是妙德了，默时说说时默，这个默沉默就是不讲话的时候默就是了解真理了以后，或者都一直鼓励说，了解到真理了以后，一定入圣要记得回还，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叫做入圣。然后我们要记得回还，回来还尘度化众生。入圣要记得回还，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讲有好道修佛了，这么好的能够脱离苦海的这个可以入圣，那我们要回还来度化还在苦海的众生，也这个引进他们跟我们一样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这个默时说想讲要定点，不过这遮好无人讲会使，所以就一直想讲这个默时说，可是这个说时又默，为什么？一讲讲了以后，这个道好像不是我讲的这样跟讲出来自己领悟了以后跟讲出来有差别，不会说跟自己领悟的完全都一样能够讲出来，所以那个奥妙的地方没办法说，所以才有这个默时说说时默，这样的意思嘛？就是我们有好爱道修佛，爱把所有的我们周遭亲朋好友跟他们讲，要研究心理心法，透彻了解，我们可以回归原来我们是当佛那个本位，可以回到本位。大师门开无永色，这个大师就是现在这个大开普度这个门都已经开了再怎么多的人来求道都不会永色，所以这个大道就是没有那个事目的那个限制不会说有多少人就到了停止了，不会所以现在这个正好的这个时期在我们一个研会之中现在就是已经到达最末后末后一早我们老师讲这个道盘已经第64 64位，从无极然后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相中相凑8864已经这个卦气都圆满了所以到我们佛老师已经最末后，那往后就只有欠善没有那一种
那个得到的得到可以说呢已经没有了，到我们郭老师呢为止。所以只要这一个时期呀没砍了，那往后就没有机会了。要再回天了，要等下一个年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个很好的这个佳期良辰，非常好的这个时期啊，我们就是要把握要能够呢赶快度化呢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那往后那个欠善的那个就是各宗各教各派那个所做的事了。那么这个传道的就已经呢到我们郭老师了这个为止了。有人问我解何中道道呢摩诃般若力这个有人问那个永嘉呢那个玄觉禅师说呢这个了解深入研究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培然后呢这个永嘉大师回答说摩诃般若力。摩诃就是广大大呢尽虚空那个大非常大，大到没有外小到没有内所以呢他就讲说道道呢摩诃就是大的那个般若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发挥的妙智慧般若力就是呢这个般若的那个力道。因为我们有般若呢就可以讲有这个智慧就不会住相我们的烦恼呢都从住相来，我们不住相就没有烦恼。所以先生烦恼从哪里来？从住相不管是形象，不管是语言我们住在人家讲的话那一些语言一样的都是住相就产生烦恼。那假如说我们相呢都知道是因缘际会才有，都是假的那烦恼就消失了。这个叫般若那个力道所以般若就是告诉我们要用那个妙智慧了解凡尘的万象都虚幻不实，因缘际会才有，缘尽则生善就美当下是空的不实在所以我们呢不要住相所以要发挥呢那个般若是我们本性呢所具的妙智慧。或是或非人不是就是凡尘我们都落入两边了是跟非。那是跟非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在凡尘的是非有时候会很迷惑了似是而非了有时候对好像又错了，错了又好像又对了所以这个是是是非人不是。我们呢不认识的真理，认识呢真正的那个我们佛性本体它是没有是非，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体。所以呢这边就讲或是或非人不是。逆行顺行天莫测这个逆行跟顺行那个是我们这个修持不管是修顺行的或是修逆行那天莫测就是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呢这个启发了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我们呢不管是顺修还是逆修只要呢我们肯努力的去修持，都可以到达那个成佛的那一个程度所以我们了解说真正的修持法门有25门，就是6根6尘6识，然后跟7大。7大呢就是水火风土空见识认识的是这个718呢3、6、18加725。所以凡尘的修持法门呢就是这25个修持法门。我们呢可以从
这个6根不管哪一根啊，我们都可以修，可以从6层，哪一层也都可以修，可以从60，也都可以修，可以从呢，7大，所有风土空界事啊，也都可以修，所以这个25个法门，它有的呢就是顺，有的就是逆，有的很容易呀，进，有的就是不容易呀，所以有顺有逆，比如说呢，我们用那个身体的那个触，用触觉来修道，那个修道的那个法门呢，它就是利用那个洗澡的时候来体会啊。各位每天有没有洗澡啊？有，都有了哈，难道爱情体？所以那个进入那个修道的那个比丘行列啊，他们要半个月才可以洗一次澡，半个月洗澡的时候要排队，然后进去洗，然后他个蛮规律的啦然后其中有一个他就这个想说这个洗澡那个水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体？懂这个意思吗？咱咧洗身躯是咧洗啥？说这个灰尘啊，洗尘，就是身躯抹垃圾那个尘尘是无知之物啊，尘啊，它有没有知觉？没有尘是无知之物。他说这个水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呀？然后他说这个洗体的话，身体呀是大假和所有风土，所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没有。既然尘呢没有知觉，然后体也没有知觉，那谁在洗呀？我们洗那么久都没有想这个问题呢各位先生，竟然被他想出来。洗尘，尘是无知啊，尘没知觉啊，洗体是四大假和所有风土啊，所有风土伊嘛无知觉啊，到底什么事？竟然这样就悟到，那个触显现了，那个水跟身体接触的那个刹那，就显现了那个佛性呢，所以他就发现无漏了，就是发现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叫无漏所以无漏法，他已经发现了无漏法。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我们比较日常生活中可以用的，以后各位在洗身体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底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体？原来是接触，那个接触啊，就是我们佛性佛性接触了，把这无漏的佛性启发，它就成就了，就当下就进入阿罗汉。这个呢是从触，然后呢还有一个那个毗陵且婆娑或者时常会提到他，因为他呢听释牟尼佛讲经说完以后要回去那个路上在走的时候踩那个刺，脚踩到刺，脚踩到刺不是很痛吗？因为他正在思索那个佛讲的那个内容，所以当时去踩到刺的时候，他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痛，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拢伫咧思索人生的大事，生死大事，所以没有感觉到痛，一直在想那个佛在讲经说法的内容。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了，他的这个思绪告一段落，已经
给他想出一个，知道的答案了以后，精神就回到身体回来。回到身体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发现脚很痛，发现这个脚很痛，他这个时候突然去想到，他刚才不痛啊，怎么现在这么痛？所以他就又发现无漏，为什么？原来我身上有一个不痛的。我写之前不是时常讲吗？我们身上有一个不痛的，对不对？没有？各位有没有试验？有没有发现说有一个真的不痛的？所以这个看到呢这一段这个记载的时候啊，我们台湾刚好那个无漏石那个脚底按摩，就开始正在流行了。那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话那个脚底按摩不会痛，一按摩脚底呀，不会痛。那假如说我们身上五脏六腑都不怎么健康那个脚底按摩会很痛，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痛，而且呢有的会痛得很厉害，会呱呱叫。各位有脚底按摩过？痛不痛？因为或许都讲这个先天不足啊，后天又欠条所以身体状况很不好，所以就去脚底按摩，那还蛮贵的，一次600块，那摩一次要600块，然后就去按摩。按摩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身上有一个不痛的，那我要找到那个不痛的。那脚底按摩一按摩就很痛啊，我就赶快找了不痛的，就真的给我找到了呢。原来你走在这里呀。那一个给或许做脚底按摩那个是很威武他一用手他看我都没有那个反应，都不会哀哀叫他就越用力了，到后来都满身大汗的真的是。换手，又去找另外一个人来，那一个又是一样开始的那真大人他或许那个脚底按摩，我都找到不痛的按住也不痛来对，讲这里去按，都不会痛，真的很舒服不痛。这2个结，我们身有2个结，然后后来他看他的手已经这个发挥不了作用，去拿起那茶棍茶棍然后用棍拧，用棍来拧，会不会痛？会。那个真的是很痛可是你找到不痛还是不痛，还是不痛，不痛不痛。他们2个说投降，说你很奇怪呢。你的脚底都是沙，就是表示身体不好。规个脚拢全沙啦，哩哩亮亮啦。身体健康的人没有沙。身体不好的人吃了你就知讲你倒位器官不好，脚拢哩哩亮亮，拢全沙。他说你又不是那个没病的，又是全沙，奇怪你安那拢袂哀。很奇怪因为被那些茶棍这个硬你知道吗？那个脚真的是受伤了，被卡都卡起来不过我既然找到不痛的，我就请不痛的起来走路嘛。我说不痛的起来，很奥妙那个脚真的脚是很痛可是我叫不痛的起来，他就站起来那个脚踩到地上好像踩那个棉花呢，跟他打了都米啊呢，打了都米。所以各位可能你们要本身试验不当像我安尼，但是要叫人去跟。
那因为或许有实际的那个经历，所以会了解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啊，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身体呢是假的啦，这个佛祖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来修真。不要用着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带着这个假的身体去享受。我们凡人都这样啊，对不对？没有辛苦去享受，结果咱的福性拢个高到乌嘛，有没有？都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真理是假的，佛性才是真的。佛性不可思议的，只要我们去启发它，叫无漏，所以漏一通啊，那个已经成佛了啦。外道他没有漏尽通，因为他不承认三大地啊是我们真心佛性。那我们要了解到，天地之间啊就是一体，那个所有的一切啊都含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里面，它可以生花万象。我们一下子就听这么高的佛法那也差下去，好像在看那个卡通影片。不过这个实在的修到最上乘的那个佛法就是这个样子，是一体的。我们这个性啊，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三河大地啊也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才有那个永庆彰化那个庆不是在种花卖花吗？他那个种花还要晚上给他点灯，有没有？还要放音乐给他听，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也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呈现的，所以那个点灯放音乐给他听，它长得特别漂亮，很快就卖。你不给他点灯，不给他听音乐你去较久咧。迄较久才人去家里买，它就没有那么快生长。我们要了解有很多都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就是先了解这整个状态，我们都会很容易跟人家计较争执。那我们一了解说原来是一体，没有对立，那就不用计较，也不用争执。也不用分别心，拢一体。所以你看我们落入凡尘有两边，男女要结分。那我们这个佛性如来，男女都在一起啊，拢在如来的性分内底，它可以显现查甫，可以显现查某，可是它在本体中呢，它都包含。各位先生，我们佛性是男的，是女的？讲不出来对不对？它可以显现男的，可以显现女的，可是呢，它在本体之中啊是具备。所以慧就有讲说，那个夫妻感情太好了他们相约来生再当夫妻，有没有？有。感情足好的讲咱来世过来做阿婆，那个真的会感情很好真的会呈现的。上天也会按照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再当来世再当夫妻。可是那个角色会对调，查甫的变查某查某的变查甫的，然后表现在他们的那个说话那个语调，那个男生讲话都娘娘腔，那女生就粗声，那个就是前世那个夫妻感情很好，相约这一生又当夫妻了，就变化先生当太太，太太当先生，可以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有啊，那还蛮普遍的，因为慧学员呢住在山头的时候啊，就遇到一些这样，听到他们两个在讲话真的是。查甫咧讲话，敢查某，查某讲敢查甫，就是不一样。
哦，那一种气势也不一样，哦，整个看就是很怪的哦那个感觉，可是呢夫妻呢就是感情都很好，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完成的现象，都是有因呢，然后有果，哦，有因有果，六道轮回。那我们在修道，我们就是要把所有会来完成生的因我全部都不懂，就不来了啦。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假如说我们在完成一直种因，一直种因，那一定要来不管我们种的是善因是恶因一定要到完成来，去了知一些果报。那我们这个训练到自己能够事来得应，事去得见，已经都是佛性来应对完成的万事万物。这样的时候没有造业因，既然没有造业因呢，就不用接受果报，不用来完成出生，所以就脱离苦海了，可以回归到本位。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在凡尘我们都会这个酝酿五蕴，色受想行识尤其最多的或者就讲那个这个结婚的夫妻最容易产生摩擦。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怨，我们在座大概都有经过那个阶层这个夫妻之间生活甲你讲起哥都要喂喂你甜，你拢喂头甜，怨不怨？一点点怨，一点点，可是累积大概做代志拢无顺，无顺我意那个累积的怨就变恨。怨恨，你看怨恨各来恼怒烦，都连在一起毒不毒？这个都是毒素。所以或者说我们在凡尘一直这一些蕴积以后我们会在凡尘现象。那假如说我们那个怨恨恼怒烦是很明显，那我们下一次就当毒蛇了。那么这一生人家也不敢跟我们接近，一看到我们了赶离开，对不对？就说我们看到那一个人那一种怨愤的心那么浓厚，要不要赶快避开？是不是好像在避开毒蛇一样？像不像？很像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在凡尘都是假的嘛所以不要怨，也不要恨，这个恼怒烦的都不要，全部都不要蕴积，不要蕴积呢，我们不会到凡尘来。那我们想来就是度化众生，这个入圣呢，记得回返，度化众生，那个是愿成愿而来，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成愿来，不管什么样的遭遇什么样的那一种景象，我们都会很坦然的去接受，而且呢都不会觉得苦了，不会说我在受苦。那只要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之中是不愿意去做的那环境强迫我们去做，那一定都有受苦的那个感觉。不管那个事情是好是坏我们都会有一种强迫被那个外在环境强迫我们应对那个叫受苦的感觉。所以那个苦乐呢没有那个客观的标准，只有主观的认定你认定苦就是苦，认定乐就是乐这个跟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没关系纵然是最那个下等职位的人他只要是这个活在自己那一种自己认为的那一种理想世界之中那他一定很快乐。
那一样非常有钱的人啊，他的生活都过得好像那个木偶人啊，嘎累，嘎呀，就是没有自己主张的时候，都一定被外在环境影响。那种他一定不会感到快乐的，因为那个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这个束缚，那一种呢绝对不会快乐，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人生就是要透彻了解，都虚幻不实在。那既然都虚幻不实在，就不要住相。那全部不住相，心就宽广。一宽广跟整个天地能够融汇，融在一起了，跟天融在一起，很宽广，心量很大，过的生活就很快乐，一天一天过就过得很有意思啊。现在每天在过生活觉得好不好好。我们台湾这个环境是很好不愁吃不愁穿。住的也都没有，所以这个修道是最理想，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要把握，赶快把佛性恢复光明，不要沾了尘垢，这个凡尘的污垢沾了以后我们这个很难去掉，所以我们不沾了这个尘垢，所以我们了解说，从我们的那个般若妙智慧发挥，一切都不住相。无着成经呢，这个多解修永嘉大师呢说他自己这个早年就是他的累生累世因为永嘉大师39岁就归空了，很早，所以他的那个修持就累生累世在修，小孩子就已经在修道，就出家在修道，他修那个戒律修得很好。那么自己讲说无着成经呢多解修，就是这个很多生多世都在修道。不是等闲相狂后，不是那个普通的一般人那个等闲就是一般人不等闲，不是一般人相狂后，就是欺骗我们没有这个永嘉大师说没有欺骗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那个讲出来见法床立宗旨，就是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佛心以后一定要建立这个法床，就是我们要度化众生来这个求道，求到这个很正确的一条修道的道路，然后立宗旨，就是要有这个宗旨。明明佛赐潮汐寺，这个就是上天有定的有青阳旗、红阳旗，现在白阳旗燃灯古佛，然后释迦牟尼佛跟现在我们弥勒古佛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天所立的这个三佛掌这个天台，然后这个64位子师掌这个道坛。那这个前东方18代，西方28代，后东方18代，加起来刚好64人，一个气数圆满那么第一迦摄所灯，这个在讲西天的那个第一代祖师迦摄。迦摄那个第一代祖师那么法东流入此途，这个佛法后来西天28代的时候，他们印度的生活环境就是非常的富裕所以
这个人们啊，这个对修道就不那么热心。那么达摩祖师呢，这个传道的时候啊，都已经不顺了，不顺利了，所以就把道就还给中国，所以入东图呢，这个法东流啊，入此图又回来了，老水还潮，那么菩提达摩啊，为出主，就是呢达摩师啊，把那个道啊传到中国来，那么当我们呢这个第一代的后东第一代祖师，六代呢传一啊天下闻，传到我们六祖呢就是第六代，天下人呢都知道。那么后人得到这个何穷数，就是得到人非常的多，没有办法呢把它数尽了，就是都能够呢从这个正轨长大龙的这个祖师手上呢能够得到这个真不利呀，妄本空。这个真呢不利，真本来就在，所以真不利。然后呢那个妄本空，妄本来就是空的，所以我们不要呢再去呢去除掉妄，所以也不用再求真，因为真呢本来就有，所以真不利啊，妄本空，有无俱全啊，空不空？这个有跟无啊，全部呢把它遣除，就是我们不找有，然后也不找无，这个有跟无啊俱全，然后呢空不空？这个第一个空呢，就是讲到我们空间，那不空呢，就是我佛性啊在空间之中，所以空不空啊？就是真空。那有没有实相就妙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无俱全，或者以前呢时常讲说，你的佛性它奥妙到不可用语言来说了，所以那个时候才讲说，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请问这个什么现象？是有呢还是没有？就讲不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佛性的本体，它既不实于有，也不实于空，不实于亦有亦空，不实于非有非空，都不实于的。所以才有说言语道断，心行处昧，在讲言语道断、心行处昧，都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就是那个样子。这个想也不能讲，讲不能讲，可是啊，就是那么切实在。所以这边呢，有无俱全啊，空不空？20空门，言不着。这个20空门呢，因为在那个《涅盘经》里面这个佛只有讲11个空了，这边有20个空，所以或许就去找，把这个20个空呢，全部都呢这个写下来。第一个呢就是内空，第二个外空，第三个内外空，第四个有为空，然后无为空、无始空、性空、相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无记空、毕竟空、无性空、无变异空、不可得空、生异空、地异空、空空，一切法空。所以呢，这个20个空门言不着，这20个的空全部不着。所以我要了解说，不着于空不着于有，我们在完成呢，都是着于有。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把有去掉，那怕我们进入那个空，因为找有容易我们可以这个去消除这个有，可是找空
很难救了，所以先把那个空堵住了，所以20个空门言不都着于空。各位假如说有接近一些那个消极的人，就是想自杀的人，他就是消极。那我们要劝他把那个自杀的念头去掉，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个就叫着空了，他已经着空了，就是什么希望都没有，那个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跟那一些想自杀的人讲，说我们到还尘是来还债，你债都还没有还完就想逃避呀，那不可以的。一自杀呢，要先到死城去关到你的寿命到了，才从枉死城放出来进地狱。那你那个枉死城都是多余的，给啦，拢来关。然后我们这一生一自杀了以后，在现婚中有暴力，那下生我们再来转世又会暴力对待自己啦，所以又会自杀，所以恶性循环。要了解不能逃避欠人偌济都要害啦，袂使讲无害走就免害。这个上天给我们说好，咱若走，无要紧，你今走，后世人再来害，要不要还啊？所以我们才有那个重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有没有？这个纵然经过百千劫，就是这么久的时间经过了，我们所作业不亡，所以讲人的拢袂无伊啦，一定爱害，当然欠的嘛，一定爱吐，拢伫的啦，所以因缘会遇，只要因缘碰上果报还自受。一定要接受果报，所以我们这个修道，第一个就是要相信因果，因果是绝对的定理，有因有果，不是说我们研究这个因果就是落伍了，落不落伍啊？不落伍那个新潮派的人他不研究因果，他也在因果之中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呼吸？要吃饭呼吸才会活嘛若不相信因果，我慢免食，慢免呼吸，对不对？合不合理呀？合理的不相信因果，那你不要吃饭。你不相信因果，那你不要呼吸。所以凡尘都在因果之中，一定要信。难道我们因都不造，业因不造，果报就没有？业因造了很多，我们想逃避也逃避不了。我们凡尘的法力我们可以钻漏洞。那个天地的那个法力我们钻得了漏洞吗？钻不了的那个这个天眼会失而不漏，不会漏掉的。这个果报呢一定会呈现。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要看得很远，不是只有一生一世，它可以很多生很多世。很多生很多世呢才呈现果报。所以呢，我们20个空门呢都不着于空，很重要的一心如来体这个体自同我们那个如来这个十方如来同一个法身，所以就是了解一心如来这个体都是相同的然后呢，这个心是根法是尘心呢是根源然后法呢是尘，两种呢犹如镜上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边的那个心跟法心法我们要了解在凡尘我们所用的它有比较呢那个
粗浅的，然后呢也有比较呢这个深的。那我们一般呢接触了以后啊，都是比较粗浅的。那粗浅的呢，我们用的心啊，都会用根尘相对，那个生灭的心，就是识心呐，认识的心。所以呢，心呐是根，然后法是尘。那我们对呢这个法，就是要了解，一样呢有下乘法，有中乘法，有上乘法，那都是要我们成佛，这一些法是要我们成佛。可是呢，假如说我们都住在那一种那个程度上，那个比较低的那个程度上，我们都住了，那就变成两种呢，犹如镜上痕啊，就是呢那个明镜啊上面痕迹，那镜子上面有痕迹啊，我们要照那个镜子啊都不会清楚的显现，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镜上的那个痕迹啊要擦拭的干净，我们的心跟法都去掉，这样呢整个心境啊就明。说这边讲的那一种那个镜上的那个心跟法呢都是比较呢那个粗浅的。横过呢净除啊光实现，那个横过呢就是我们那个心境上面的那一些尘垢那一些痕迹呀，我们都把它除尽了，我们呢佛性的光明啊它就会呈现，光呢实现。那么心法双旺呢性啊极增，我们把这个心跟法两个都把它旺，都不要呢记在这个心上，然后我们那个性啊就增了，所以这边的那个心啊，就是我们跟人相对的那个心。那法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凡地啊一直修持要到达佛地啊之中的那一些过程，这个呢我们都把它呢去除掉了，两个呢都忘掉，那性啊就是已经恢复到真。那么皆末法24啊，皆就是感叹呢现在已经呢到末法时期，已经呢这个时事啊已经走到很恶劣的时候，感叹呢末法24，众生呢这个湖很薄，难调制啊，众生的湖真薄了，很薄各位浅姐，现在众生的湖是很厚呢，还是很薄？很薄可是我们台湾湖很多啊，你看生活都过得很好这个物质啊都很富裕啊，都不错的。可是呢，这个在讲在我们那个现分之中啊，不是在现象。我们在现象享受的倒是都不错。可是呢，我们那个佛性里面也就是没有累积很多的那个德，所以我们现在众生呢很难来调制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众生引导到呢那个佛的境地比较困难。众生因为没有很强烈的意愿，各位先生有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想要成佛？没啦。现在这个科技发达都会觉得说完成也不错嘛所以就没有很强烈的那个意愿所以成佛。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成佛跟我们的意愿很有关系。我们假如说很积极的很强烈的一直想脱离苦海，那个就真的可以达到。那假如说我们还很贪念这个凡尘还很好玩那对那个脱离苦海的
那种意愿就不高。那假如说意愿不高呢，我们那个力道就不强，修下来了，就会坎坷。那假如说我们意愿很强，那个不怕那个阻碍，不怕困难，那个成就就会很快很大。所以这个要看我们自己本身那个意愿。气盛呢，也延续邪见生，就是呢离开这个圣人视线在凡尘的时间已经很远，那我们的邪见很深，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永嘉大师的指导歌写这个样子他就不服气呀，他说怎么会邪见深？所以会浅显，因为那个佛把那个邪见就定在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全部都是邪见。因为我们在凡尘生活都是用这样的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心在生活，那我们在日常用就已经在用邪见了，我们承不承认？承不承认？我们一定说你那做邪见，所以这个讲邪见跟正见的，我们就要了解。我们一再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我们都没有起心动念，无念的时候叫正念，正念的时候叫正见。正见就是佛知佛见，就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生发的知见，佛知佛见。那不是这个佛性里生发的，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根尘相对产生的六识，那个就叫邪见。那我们一般会称为我见，我见就是邪见。那我们假如说不研究的话，不了解说，原来正见跟邪见差别这么大。那为什么佛会把根尘相对称为邪见？因为根尘相对的那个念头它会变化。六根跟六尘相对以后，那个变化很大。所以产生的念头都不会一样。每一个人也不同。那我们把这一种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当成自己真心，所以最大的那个这一个让我们会六道轮回的因就是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心世心生灭的世心当成真心，这样了解是吗？了不了解？是很重要的啦，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这样都是根尘相对，然后产生那个六识。那六识产生了以后，我们去处理完成的这一些事，是不是这样处理？都是这样处理的很少是说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发的来处理完成的万事万物。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习这个万念都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我们有那个觉性用那一种佛性所发的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我们应对进退都用佛性本体，因为佛性本体来应对不会造业所有都符合真理。可是我们跟相对那个都变化无常，都一直在变化。那我们从那一些变化之中产生喜欢讨厌，对不对？我们喜欢讨厌，喜欢就想拥有，讨厌就排斥。
那么在这个取舍之间呐，我们业就已经形成，就已经造下来了。所以形成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然后呢，我们去面对果报的时候又不甘愿，就怨天尤人，所以就这样呢，在依循这个生活。然后我们研究这个真理了以后，就是要用慈心，那个慈心来应对凡尘的这个万事万物。慈心呢，就是道场，慈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发挥的。那因为我们在应对万事的时候不可能说等到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再来思索、再来想怎么应对。有时候是要快马上处理呀。那所以马上处理的时候就是用慈心，用那个呢，那个反射的，从我们佛性反射出来直接的慈心来应对。那个慈心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出来的第一个是足心，然后呢，第二个是身心，再深入呢就是大悲心。所以慈心、身心、大悲心，大悲心也是菩提心所以这个呢都不会有业，不会造业。所以我们就是要从根源去止断我们造业的那个因。我们因都不造呢，自然就不会有果报。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呢，因为离在凡尘的时间也很久了，那我们邪见很深，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讲？邪见很深，就因为不启发正见，他都用自己根尘相对的来生活，所以呢，邪见很深。那么魔强法弱多怨害，这个呢，魔现在很强，它法很弱，就是那个正法非常的没有力道它那个魔力很强，那个引诱力量很大，魔强法弱，法很弱。所以各位就可以看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些学子、一些学生这个晚上都不睡觉，做什么上网，都会玩到天亮，都这个样子。那个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那个就是魔强，法很弱，这个正法很弱。假如说他在追求学识就是要这个考试用的那个学校用的那一些他那么努力就好了，都努力到天亮，那肯定是很理想，对不对？他们是不是上网都是在研究这一些他们学校用？都一定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就是魔强。那法弱，我们现在真的是应该是算蛮可怜的，被魔引诱都还不知不觉，都很高兴，这个魔一招呼我们到地府去都说好，走得很习惯，那有好多这个活菩萨说让那去天等，众生说只现鸳鸯不现仙，他不爱去活菩萨也很无奈会不会无奈？这个都在虚空之间呢，要帮助我们这个佛菩萨呢，一直现在打帮助我们修道。可是我们众生都不发心修所以佛很无奈。我们要了解说要自己能够呢发心来修道，这样呢这个层面而来的这一些呢菩萨，他们才有那个着力点。闻说如来这个顿教门
腹部呢灭除啊令瓦碎，因为这个魔强法弱的时候啊，我们众生呢都呢产生了那个不怨害，那听到呢这个如来的这个顿教法门，可以呢使我们从那个众生的位阶啊，一下子呢就到达那个佛地啊，这一种顿教门。那么腹部呢灭此啊令瓦碎，就是要把这一种上乘这个佛法把它粉碎掉，就是不要讲，这个你不讲的众生都不知道啊，你一讲的众生知道就会追求啊，所以腹部灭此啊令瓦碎，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凡尘啊，有密起霸有狼，每一种人都有，这不希望我们呢，就回到呢，那个本位啊，当佛。那么坐在心呢，殃在身啊，不须呢怨世啊，更尤人，所以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坐在心呐，殃在身。我们假如说心里面有不好的念头，那个坐在心有不好的念头，然后那个遭殃啊，就是我们的身要去接受，身体要去接受那个遭殃，那个灾殃，当呢我们接受灾殃的时候啊，不须呢这个厌述，要呢到处去埋怨就我们一接受一些灾殃的时候，一定会到处去诉苦，会不会？拢去道风听到处呢这个诉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都是从我们的心这个行取出来，为心走出来，爱故呢在接受那个灾殃，所以呢不需要呢厌述更尤人，就是埋怨人也不要，不要埋怨别人，要埋怨自己呀，怎么那么没有智慧，爱骂家己，讲家己拢无智慧，只会去做一寡迄罪过身躯咧担。易得这个不招无间业，我们要呢得到这个不招来那个无间，那个无间地狱的罪业所以我们这个之前那个有讲过呢，那个忤逆罪那个无间地狱那个忤逆。可是呢，我们那个忤逆罪讲解的时候是讲在修持方面的那个大慧菩萨呢问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忤逆罪，那佛就讲内忤无间各位还记得吗？那个杀父就是杀掉无明，杀母呢就是杀掉贪爱，然后呢杀阿罗汉呢就是杀掉自私，破和而生就是我们五蕴积，不累积五蕴，然后呢那个恶心出佛身血就是呢我们把我们这一生呢当作最后生，往后不再来了，所以我们用心来出佛身血，这样也可以立正佛的果位，马上证悟佛果位，那个是内无间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就是讲这个易得不招无间业，那个是外无间。那么外无间它是讲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破和身，恶心呢出佛身血，所以有这5个这很大的罪过，要进入呢阿鼻地狱就是受苦没有监管。我们在呢那个18层地狱那个受苦都还有那个空间可以休息受苦者休困者，再搁再行法没有一直呢那个受苦。
可是呢，在阿鼻地狱，那个受苦就没有间断，无间地狱，那个呢是结构啊比较大的，那我们了解说，身体的由来就是父母亲呢，把我们这个生下来，然后把我们抚养，那个恩情很大，所以我们不能这个反过来这个杀父杀母，那个天地都不容许呀，罪过很大，所以真的杀父杀母就是要进入阿鼻地狱受苦无间，所以我们要遭这个无间呢那个地狱的罪，就是呢做这五件事的5种事，那我们5种呢都不做，就不会进入无间地狱。所以呢，易得不遭呢无间业啊，莫谤呢如来正法人。所以这边这个讲说我们不要进入阿鼻地狱啊，最重要就是不要诽谤如来的法人。这个如来的正法，就是使众生可以成佛的方法。那个呢不要诽谤，我们去诽谤的罪过最大，比那个忤逆罪还大。这样了解吗？因为这个佛讲的法是要众生成佛，你把它诽谤，让众生呢这个不敢去修这样的话罪过比那个忤逆罪还要来得重，所以莫谤，不要诽谤如来的正法人。旃檀林无杂树意密的生成呢狮子柱，这个旃檀林无杂树，这个就在讲我们那个玄关，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整个那个环境的状态，旃檀林无杂树，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出入门户，那个呢旃檀林无杂树。那么这个意密生成呢狮子柱，在这个这一种环境之下，那个意密生成，就是讲我们形容我们这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那个狮子就是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住在那里。了解这个意思吗？用那景象来比喻比喻说我们的那个真心佛性就是住在那里所以呢我了解说这个历代呢证悟的都把那个有一些秘密借着景象把它讲出来。寂静呢林间独自有。这个境环境很清净，那么在林间就在我们那个很理想的那一种环境里面独自有，它独一无二的然后悠游自在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很殊胜的环境之下走兽飞禽皆远去那么这个地方呢一些走兽飞禽都已经远离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真理的领域这一些呢飞禽走兽都远离了都不在这个附近所以这边讲走兽飞禽皆远去。那么狮子儿众随后这个狮子儿那个狮子就是佛，然后狮子儿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众随后众人呢都跟随着这个菩萨。那么3岁便能大效佛就是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普了3年以后3岁它就能够发挥了就可以发挥功能作用。我们平常就是要了解到启发了以后那才叫出生
还要经过3岁，经过3年的那个奴仆，爱来服用，伊才会晓行路，才会晓食饭，所以要经过那个一段时间的奴仆。可是呢，不要很久，只要3岁，他就能够大效。3岁以后就可以发挥那个功能作用的，就可以发挥出来，可以呢把那个真理又阐释出来。若是野干，这个执法王，这个野干就是狐狸。狐狸呢，就叫野干，是狐狸的一种。假如说这个野干追逐法王，跟随那个法王也就是佛。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有一些我们这个凡尘的现象，有一些这个狐狸它就是装模作样，然后呢，这个跟随在那个。这个善知识的那个周遭想得到好处了，所以这边呢他就讲追逐那个法王，100年呢妖怪须开口，这个100年的妖怪，就是他心胸不正，这个做出来的不很符合真理呀，那个100年的妖怪。然后讲出来的一些那一些话，都不实在所以呢，这个虚开口，那个假如说能够了解真理呢，都不会去听他的讲授，不会受他影响。那么言顿教悟人情，我们说呢这个言顿，就是从凡夫地一下子就可以到佛地，那个言顿教悟人情。就是呢，不能修人情道，然后我们大部分呢都会走入那个人情世故这个修道都会有沾了一些人情世故。那我们在修持的时候要了解到，这个修持自己不能讲那个人情，一定呢要追随真理，要跟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来修。不能呢修人情道，人情道呢修不成的。有疑不决，直悉真。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假如说有疑问的话一定要问。各位同学，不管是认为很小的一些疑问也一定要问。因为我们有时候不问那个怀疑就会产生颠倒。那颠倒以后我们就妄议，妄议呢就无明，无明就悭贪嫉妒了。所以我们从那个怀疑到悭贪嫉妒，它都有连带关系。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把这个怀疑全部都去掉。怀疑就是解怕感，怕感爱来套苦。套的后没有那个结就好了。那假如说有结我们修不成道，那个结在心中那个道就修不成。各位心中有没有结都没有没有是最理想那或许呢都会讲，越努力修道那个问题会越多。因为碰到的都自己没有经历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形有疑必问，一定要问因为有经历的人他会给我们一些良好的一些意见供我们参考，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那一些颠倒的情形发生。所以有疑一定要问所以有疑不决，也就是还没有办法决定直悉真一定要努力的来争取争取到呢这个答案这个很重要
不是呢三身呢成人我，这边呢这个永嘉大师讲说呢不是呢这个三身，就是讲他自己呀，永嘉大师自己在成那个人我，不是在分别心，现了人我相，修行呢恐漏呢断常坑啊，我们就怕修行会堕落进入那个断见跟常见那个跟踪这个断见跟常见是我们凡人时常会用。比如说这个我们呢时常听到人家讲说福德有福故啦众生的拢众生，这个叫常见常见然后呢说一了百了自杀的人他就一百了，那个叫断见。那常见跟断见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也会用到迄个生形案呢，迄叫做常见无迄个代志迄叫做断见，有没有？我们生活之中常不常用？很常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修道呢不要堕入那个常见跟断见，因为常见跟断见都不符合真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就是要中道要到中道之中不落入常也不落入断因为断见很危险，那常见我们不会变化，那不会变化的假如说不会变化的话，我们要修道就不用了因为不会变化所以不是那样的，那样不合真理所以不能落入常见，也不能落入断见。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我们说不度众生，那个叫断见我们很努力度众生，那个叫常见。怎么样才不落入呢断常？各位同学，怎么样才不落入断常？就是呢我们很努力度化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就没有断没有常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很努力度化众生常见我们不度众生叫断见那我们很努力度化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就是中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从真理来分析因为众生众有积极而现的生相是假的所以我们度化众生呢是众生的增上缘，增加向上的因缘。所以众生的修道是要自己花心来修，他自己花心才是主因主要的原因。那假如说他不修的话，我们再怎么度都不动的所以我们努力的度化众生，没有一个是我度的，那个才符合中道懂吗？因为众生是假象那我们不要把众生定位说它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修行恐落断常坑，那我要落入那个断常坑，不要落入那个坑中这样了解吗？还剩下的这个4分钟，我们还刚好讲到这个有疑不解直须真有疑问的时候一定要问还14分钟，各位有问题吗？给各位问。好，请说。我们说一代医师是济公活佛因为菩萨是一代医师那我们天台师父也是一代医师，那他们说，这样为什么点到是我们济公活佛亲生？
请刘老师解释一下。好，请坐。因为我们最后呢64代的这个展道盘我们这个佛老师跟一位菩萨，这个比较特殊啦。这个以往呢都是一位的，那我们现在呢有四真师母。那我们要了解呢这个是同掌都是掌这个道盘。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我们佛老师来这个点道。那个说天然骨是我们佛老师已经归空了以后，然后我们封给他的一个封号，是相同的。然后我们在办道的时候都是一解坛的，然后呢我们佛老师借着点盂师的手来点开我们那个乾官窍，那个是要道盘的祖师才有的前辈啦。当然我们师母也是可以来点，可是呢我们师母都会这个礼让给我们老师所以事实的情形也就是这个样子，是一样的不要说口味那个封号名号不一样就不同，以为说不同人，不是的，是相同的。还有吗？好，请说。李讲师好。好。或许曾经有跟部分姐有提到说，可不可以使刘老师在发问这段时间没有问题的时候，会带大家做外面放下的休息。这个各位亲人对那个万年放下怎么做还不很熟吗？我们把那个纲要就是万年放下我们先记得，然后呢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真正的什么都放下，不能有一言来干扰我们想到什么那个叫言那个也要放下全部都放下我们不起心动念，在全部都放下不起心动念的时候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有那个觉在有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它的本体在这个时候唯有在这个时候那个本体才会呈现。或许呢以往都讲我们的佛性非常有修养，要我们跟他争他就会退位，让我们唯有我们把所有都放下以后佛性的本体才会出来，它才会呈现的。那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它就是那个不离当处常在，不离当处常在，就是在这一种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那一个那个佛性的本体就整个都呈现都出来了，这个都呈现。这个就是我们以往在讲那个十四古今不离当念，那个当念会浅显，当念就是这个状态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的状态叫做当念，不离当念，这样懂意思吗？不是有念头，那个念是没有念头，没有念叫做正念，我们有念头叫做邪念，已经不正邪了。那你都没有念头叫正念，是从佛性发挥的正念。
然后呢，那个正面哦，用另外的文字啊，叫做佛知、佛见，佛的知见。然后我们再用另外的文字来讲，知一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知一个当体就是佛，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说见性成佛，有没有？这个就是见性，这个就是成佛，这样知道吗？有没有很亲切？很亲切哦。所以哦，各位同学，我们本身就是佛。哦，各位看哦，几尊那几尊拢谁啊？叫做谁？几尊那几尊分呢？知道吗？谁啊？自己，我们每一个都是的。晚上哦，这个睡觉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我就是佛，欢喜爱困不去。好，请说。好。你有讲那个六根是六尘是六识，什么七大。那这就是那个怎么写？好，请说。那个哦，是我们哦在凡尘啊，能够哦修持的一些法门，哦从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哦六根，然后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哦这个都可以哦，可以修了。六根哦，各根都可以修，六尘各尘也都可以修。然后从六识，就是从哦眼睛对色尘产生的那一个啊识眼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六识呢我们日常用的都把它当成心了。这一个心的来源，就是我们根尘相对以后产生的。那这个我们从六识来修也可以，所以才修持里面有顺跟有逆。那顺修就是容易进入了，逆修那个要累生累世就是要这一生修，来生再修，再来生再修，就是要很久，都很久。那个逆修比较不容易了。这个3、6、1、18， 18个修持方法，然后呢再加七大，就是呢水火风土这个五大，然后空见我们那个眼跟见，然后跟识认识的识，这个呢是在楞严经里面记载，就是25门修持方法。那个呢最好的就是耳根圆通啦，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六根里面的耳根来修，那个耳根圆通对我们来修比较容易，所以都会推广。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这个从耳根修持，是这个样子。六根、六尘、六识、七大都可以。可是呢，我们修的话，我们就先先了解真理，了解真理以后，看我们这个适合哪一种修持方法，就从那一门深入。还有没有？还有4分钟。好，请说。我想去请教一下，那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知道声音的。听到声音的那是佛性嘛，那会有一个感觉是觉得说无限大无限大，那这种念头是为什么会有？就是保持这种念头是对的，对。念头怎么样？就是会有感觉说，因为我们听到声音，知道那个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嘛，我们听到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心里产生那种无限大的那种感觉对啊，因为或许他就是说做的时候有产生这样子的。念头不知道是到底对还是不对。好，请坐。这个我们这个做耳根圆通因为
在推广这耳根圆通，因为他修的方法很容易呀，他很快进入，所以先呢要了解说这个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先知道说耳朵的功能就是听，然后呢我们第二个闻。那个闻跟听听是耳朵的功能然后闻呢已经加入我们的心意识，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加入我们心，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用第二种那个闻，所以我们闻是很习惯的。那么第三个就是闻性，那闻性是佛性那佛性我们要了解说启发佛性的时候就跟第二个闻有一点不同，因为第二个闻我们要详细的听到那个内容，听到讲话的内容、声音的内容，一定要了解，我们才会应对。然后呢，那个闻性它不是这样，闻性它是重点在那个谁听到，谁知道，那一个重点是在于能够听闻的那一个佛性能够听闻，佛性呢寄托在耳朵，让我们能够听闻所以我们在这个应用的时候，就是声有亦非声，声有的时候不是我们闻性生声无即无昧。就是声音没有的时候，我们闻性也没有昧，所以闻性没有声也没有昧。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有念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在用耳根。那假如说我们用念头那变成用意根加入意根。那用意根来修的话，它会变化我们就单纯。就在耳根就好，耳根呢，我们就是先启发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我们用耳根把我的佛性能够扩散到整个这个空间，因为只要哪个地有声音我们就会耳朵的闻性就会呈现，呈现声音就表示我们佛性有在声音发生的地方，那声音它不久就变化会消失，可是我们的佛性呈现以后，它并没有消失，它一样在。那只要有声音的地方同时呢有好几个地方有声音，我们同时呢都知道，同时知道的时候，佛性呢就整个都伸展出来。那伸展出来的时候，整个佛性就充在这个空间。那声音变化没有了，我们佛性一样还在。修跟圆通就是要修这一个，重点呢是要把佛性能够跟空间合一体。所以到我们这个很熟悉的时候这个很遥远所以只要我们肯专心的做比如说很远的地方有救护车了，本来我们都一般人都还听不到，可是我们做耳根圆通竟然会事先听到，还很远的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有那个救护的车要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佛性德那个伸展度已经延伸到那么宽广的地方越来就越宽广。然后我们有讲说尽虚空就整个虚空全部都呈现了我们那个闻性，这个是修耳根圆通我们要达到的那个功效，不能再用意根，不能让它有起心动念，不要有念头，了解吗？会不会冲突？就是你专注在闻性就好，不要我们在听声音的时候，不要去分辨声音的内容，因为我们分辨声音的内容，会返回来变成第二个闻。
变成第二个文。文的时候，咱都要知影那个那个内容，声音的内容，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知道声音的内容，各位前，有时候我们就会注相，就会产生烦恼。那我们不要记录声音的内容，只是要把文性延伸，重点在这里。然后我们单纯，越单纯就越好修道，这样了解吗？超过时间了。各位讲师、各位大师、各位前贤，大家好。谢谢大道莲师的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者几位学讲。好，我们呢接着3个礼拜，讲到言顿误人启发，对不对？是不是讲到这边，还是讲到底下那个修行孔洞断肠坑？对，这个玄觉连永嘉大师呢，他就讲说不是呢这个三生成人我，也就是不是呢在分别你我他，而是呢为了我们这个修道不落入那个断肠坑，那个断见跟常见，因为我们很容易在生活之中呢，很容易就进入断见跟常见。那断见我们最容易了解就是一了百了，一了百了那个叫断见。那我们也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当人永远都是当人，佛有佛的那个根基就是义无反顾，那个叫常见，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那个断常，断见跟常见，因为凡尘一切都是无定，没有无定。因为呢无定我们修道才有用，我们呢可以修正的成佛。那凡人不修，做得不好，会落入三恶道，所以都没有固定。所以法无定法，有定的。这边呢永嘉大师怕我们落入那个断肠坑。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嘛，我们说。这个努力度化众生是什么见？一个礼拜就忘了。对，就是常见。那我们呢都不去度众生，叫什么见？这个大概容易知道这个是属于断见。要怎么样不落入断常见？对，都还有一点意向就是我们度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我们努力去度，可是呢，都不住在那个功德下，因为众生都是自己发心，自己来修道，那个才是主要原因那我们呢，度化众生是众生的增上缘，增加向上的因缘。所以并不是呢，我们度化众生不修呢，不要说我们连佛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发心来修道，才是最重要的要原因，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要发心，要呢自己有坚定的心说我可以成佛。各位今天有了没有？有了都不错这个表示说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有把握已经可以去摸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可以体会了，可以领悟了，对那个成佛就有绝对的信心，而且是从自己的心里产生不是希望，而是真正的可以早晚而已，一定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勉励。
家大师也讲说，古早年来啊，积学问，译成呢，讨书，寻经论。这个永嘉大师呢说，他也是都已经有在累积那个学问，会不是一生而已是累世累生累世都在学，听懂意思？跳过去了会不会呢？是不是？这个差之毫厘10千里，很不错，这个马上过去了，马上发觉了。这个发觉的是谁呀？对，就是佛性发觉了。我们都会用的。很高兴我们这边呢很短的时间都可以领悟，都可以听得懂，进去我们不生佛灭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那个灰不灰是不是？因为凡尘有很多不执着文字一执着文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入那个两边。像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说它是切实存在，可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切实存在，这个有一点矛盾的。既然切实存在就要有所证据那我们的佛性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着就是让我们有一点这个很不容易去体会。那么在文字来描绘佛性的时候很容易落入那一种灰不灰是不是那种状态之下。那我们假如说对佛性没有切实的认识，就会被文字障碍，就变成我们那个理解那个领悟那个了悟的那个程度会不同。那只要差一点点差之毫厘一毫一厘是非常的小，它谬千里就会失千里。好像我们那个开花的时候，出花的时候只有差那么一点点，可是它越走就越偏就相差越多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开始的时候绝对不要有误差。我们现在等于是起步的时候了。那起步呢或许都鼓励各位能够实际做。那实际做一定会有问题呈现。那问题呈现自己没有办法决定一定要问。所以或许很高兴各位学员都能够做，也能够问。说也放下一念手，不是有天问吗？这个一问了或许就知道说那个已经是有一点贪心又想万念放下，又想一念手闲，这样它是两个法门万放下是一个法门手闲一念手闲又是另外一个法门。那这个里面的差别一念手闲就是表示我们的妄心多，杂念多先手闲。那手闲各位先生是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佛性的功能作用是我们可以来做拼除那个杂念妄想的这一种方法。妄想杂念容易去除掉。我们可以用一念手闲，只要我们一念手闲了妄想杂念都消失了。可是我们要真正的进入很细腻的这个地方各位一定要了解到，那个妄想是我们用力去想，只要不用力想，妄想就可以去掉这个妄想容易。那么这个杂念就是我们不想，它自己跑来。这是我们六道轮回养成的习惯性。
那我们呢要对付这个杂念一定要关照，就是有杂念来了，不要跟他对立，我们就看他，看着那个念，因为我看着念的时候，那个念它马上就会停止，就会消失。那我们做呢，开始做时候那个力道来的杂念力道会很强，然后那个次数很密集。只要我们按照的功夫不要跟他对立，只要看住他就好。杂念来了，看住它就消失。就好像我们在家里看家，然后小偷来在门口他在探头进来看，此人在家，那个小偷他就离开了。可是那个小偷一直想要得到东西，他又来看了，然后我们此人又在看家，就不要离开了，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恒心毅力都不够，才做了个一下下的讲有我有做就放下，这样没有功效。所以各位一定要继续看我们杂念，杂念来把它看，它就消失，来了又看又消失，又来了又看又消失。那各位同学要了解到，虽然它还一直来，可是它的力道已经慢慢变得比较弱，然后那个事情就比较稀稀疏疏，没有那么密集一直看一直看，只要我们按照这个功夫到来杂念都消失。这个杂念没有这样关照它不会自然消失一定呢，在我们都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动态之下，它会冒出来。只要我们关照以后杂念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妄想又不起，那么我们的心就清净。那我们心一清净以后，可以回到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很容易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做这个功夫。各位有没有做还在听的阶段没关系，先听熟一点再做，才不会这个状况连连依次这个万年放下，睡着了。第二次万年放下，杂念很多。第三次万年放下，一念手写，不是这样吗？所以就怕我们不做了，不怕我们这个做错赶快问，一定会有状况发生。那我们听熟了，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只要你去做。所以呢，当我们做万年放下的时候，别的法门就不要做，做一个，一个就好。当我们念手的时候，别的法门也不要做，做一个，一念手前就好。做耳根圆通，别的法门也不要做，做耳根圆通就好，就一个，要专一专一才是道。当我们呢，那个在做万年放下，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我们万年的放下，一念不生，什么缘都不要贪不要攀缘，什么缘都不要，什么来了也都不要管它，全部都放下。那么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本体。那么在我们来讲，就一个觉，给我们的就是觉。那个觉我们要启发，那个是本来面目。所以我们成佛就是这个觉，这个觉在成佛的，这个本来它就是佛，所以能够我们修正，就叫觉者，觉者就是佛。那我们现在只有觉，那个者还没有所以我们要先认识，认识以后要培养。我们说时时刻刻能够万年放下，那么等于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觉不局限在身上，它会慢慢扩通，
扩充到我们周遭啊，等于是我们做耳根圆通的功效。可是这个时候不要去管耳根圆通，你只要呢万年放下，记得就好。记得说我是在万年放下。所以各位姐姐，刚开始的时候要强烈的告诉自己，万年放下，万年放下。虽然是有为，可是无为要从这里开始。你一直万年放下，万年放下，甚至连在睡觉你还在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很好睡的，你起来精神很好。为什么？因为没有胡思乱想，一直都万年放下，所以已经使我们的心性清净。心性一清净我们的身体自然很舒服所以呢，只要我们肯做这个万年放下，然后就不会这个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会的。万年放下，万年放下，睡不着就是我们在想东想西，就有烦恼。那烦恼一产生的时候这个身体的能量在消耗，所以明天起来这个头会痛，身体会不舒服。那当我们做这个万年放下，刚好把身体的能量都让它呢留在身上，所以摒除外缘，万年放下，万年放下，摒除外缘，心境清净，连睡觉都在做。各位呢一定要做，这个有实际的功效，就是真正的可以让我们得到实质的利益，很重要。所以这个非是事一定要搞清楚，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能含混，不能混淆，所以一混淆的时候我们就做起来没信心了。那我们很笃定的时候就有了。只要肯照这样有那个恒心毅力，自然而然我们那个一般呢在讲说那个结圣胎各位有没有听过？有没有？一般都把它引用到我们那个练气的硬功的说修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圣胎各位姐姐，那个圣胎可以先做，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去认识它、启发它，那个就圣胎。我们已经熟悉它了，已经可以这个掌握佛性不生不灭本体的整个轮廓，那个等于是出生了。那出生了以后这个圣胎出生了已经出世，要入土3年入土他就会自己会走路，然后自己会吃饭，然后会做事慢慢就茁壮长大。那茁壮长大以后所有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五眼六通全部会具备。我们不用求神通做耳根圆通也不是在做神通。各位先生因为这个是不是会不会我们说神通我们现在都有。各位有没有到过那个高铁台南站？有的没到过了那台南火车站有没有到？大概比较多了各位先生，我们神通一想到台南火车站，那个轮廓就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痛？没有痛还不了解了解那个台南火车站的那个形象我们有去过就一定会有印象。我们现在一想一念间就马上呈现，那个不是神通吗？我们去了又回来了，又坐在这里了，有没有？很快比那个什么都快，比飞机还要快。所以我们都有那我们这个在凡尘所要努力追求的不是这个这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自然而然我们只要进入佛性本体，功能作用都会有
所以当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做万年方向，以往或许看那个历代那个禅宗祖师他们的那个做的功夫像六祖就做15年，然后呢历代呢他们大概最快也要12年就可以全部都具备了。那我们现在做个1-2年、2-3年最起码我们的那个第六感都特别灵敏。今天发生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我们都事先会有征兆。或许不鼓励人家去追这个可是它自然会呈现，你自然会到，甚至于你今天要出门，这个天气很好，那个佛都会告诉你要带伞，你会告诉自己他都会下雨天气这好会掉伞。可是你到中午到下午，真的在淋雨了，那个时候就后悔，没有听佛经的话，真的还是吃亏。有时候会告诉你这边向左不要向右，向右边一走了你有灾难，你会说骗人，你就偏走，真的就有灾难。那个为什么？就是你的佛性那个灵敏度增加，灵敏度一增加以后有很多事是不可思议，遇到会有世间的征兆，那个世间的征兆你看有一些动物在地变它比我们人都要早知道。那我们人是万物之灵为什么比那个动物还不觉？有没有感觉？像有那个地震的时候你看有很多动物不是都一直在跑吗？集体的在跑，集体的在逃避那灾难。那我们人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我们用错方法。假如说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都把所有的精神内收，回光返照，那我们全部的那个灵敏度又比动物增加了很多倍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知道，对不对？合不合理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精神都外放，被现象引诱，那现象把我们引诱了以后，我们那个本能佛性的本能本来作用发挥不了功能，不知不觉，所以我们那个不知不觉叫什么？叫无明不知不觉叫无明。各位现在有没有无明不但有，还很强。为什么？因为起心动念就是无明。那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时时都起心动念，对不对？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回答那个文殊菩萨的那个问题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不困难就这样一切的如来，所有如来，成就的如来，我们也都如来可是我们还没成就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根本要从因地，因地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不要用生灭心我们因地用生灭心来修，那个果地就是生灭的果报，那生灭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那我们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道，那佛的果位不生不灭，是不是一致的？就可以达到所以一切如来本起因地，因地很重要一直强调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用这个真心来修道才会成道那么皆依就是依赖什么？圆照清净觉相所以我们能够圆照，各位浅显，就是我们万缘都放下，然后产生出来的那个觉它已经在圆照圆满照耀，
清净觉相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呢，我们已经在圆正觉相，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永断无明，永远呢断除无明。无明是什么？就是起心动念。我们把起心动念永远都断掉，没有起心动念，方成佛道就可以了，永远都成佛道。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就努力的训练万年不下，一念不生，不要起心动念。只要我们起心动念的，都叫无明。因为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不觉才起念。那我们都没有念，万年都放下，那个叫正念。那么正念就是呢，从我们佛性发挥正知正见。那么正知正见是从佛性本体发挥，我们要用，就是要用这个，那么正知正见，我们换一个名词啊，叫做佛知佛见。那么佛的知见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那我们也可以用，也可以拿来处理生活上的那一些细节。所以要训练自己呀，事来则验啊，事去则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整个都在真理，都在我们觉性之中，就叫圆照清净觉相，懂意思吗？不会很深吧？悟了有没有？可以了所以不困难，就是这样，只有这样而已啦。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成佛道。就这样而已啦，这简单啦。可以从凡夫地那个来因地就是凡夫地，然后呢到已经成佛道，那个是佛的果位。从凡夫地呢到佛中间的过程就是这样，圆清净觉相。那我们没有圆照清净觉相，就可以落入六道轮回。我们落入六道轮回好不好啊？不好，要受苦，对不对？很苦的，凡尘这个年岁越大越知道苦啊。那个吃的苦越多越不想贪恋这个凡尘。那年轻人有好奇心还想说这个凡尘很好玩，这个交通发达，可以到世界各国去玩，不想出去玩嘴巴是说不想，然后心里面想说有机会的话我也想，是不是这样？其实去玩很累的啦，很累。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凡尘三河大地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所以认识真心重要。去玩那个不是很重要。我们呢就是要了解，我们整个那个佛系都了解，那么整个所有这个娑婆世界都已经呢可以掌握在手上，因为我们有起心动念，才有三河大地，才有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世界，我们才降生。因为降生在凡尘造了很多业，所以才有业果一直受苦。世界众生业果就是引起我们六道轮回的一个依报环境。那我们只要不随着世界，不随着众生，不随着业果，不随着他们的话，我们就这个三缘不顾，三因不生。那个因世界的因、众生的因、业果的因，全部都不生，这样就脱离苦海。佛讲出来是很简单的，那我们想一说，
这个世界不随，然后众生不随，然后业果不随，做起来还真的不容易。我们随不随啊？随不随？我们都随了，那行了对人行，是不是这样？这个叫随啊。不随的话心里面就是要有主张。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主见，对真理的认识，说凡尘所有现象都是因缘际会才有，所以我并不是随着这个相，我不随现象。假如说我们对现象产生喜欢、产生讨厌，那个叫随。那我不对这个现象产生喜欢、讨厌。不产生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随。这样懂了吗？懂不懂？比较容易做了有没有？还没有啊。最起码要先知道了我们先知道，说凡尘的现象或是事情，都是因缘际会，因缘际会然后才有这个现象，缘际得生缘三究昧，所以现象是假的。要一直告诉自己现象是假的。那个事情也是一样，因缘际会事情才呈现，所以事情也是假的。那各位先生，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暴跳如雷的那个现象出来？那为什么会暴跳如雷？就是危害到我们的权利，就会暴跳如雷。所以各位就要了解这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生来有把权利带来吗？我们生来有把责任带来没有我们有使命任务我们不是有烫气莲吗？我们在老母身边都有花园，在老母的莲前都有花园，要生动美化这人间，有没有？这个我们都忘了，因为6万年了，我们不是都完成6万年吗？假如说6天前大概还可以回忆，6万年了还是故是不是太久了？都忘了，都忘了说没有我哪有在老母莲前花叶要度化众生？各位先生都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度化众生是度化我们性分之内的众生，并不是去度外的。不能把它认为是外的，那个都是我们自己。所以度化众生就是度化自己。我们有一个念就是一个众生，然后把所有念头都度尽了，没有念头了，众生都成佛了。这样你会想？所以要告诉自己，起心动念一个人出来了，要起心动念又一个出来了。我们一天有几次的起心动念？数不清的没法搞算不爱算。这个已经这个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时时刻刻都只现无明。所以要我们万念不下来启发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才有办法圆照清净觉相。清净觉相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本体，然后我们能够圆照，用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圆照整个虚空，整个虚空都是我们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叫做证悟本性成佛。所以并不是很困难，只是我们有时候都不愿意，因为都讲只现阴阳都不现现，所以那个就离得很远，离这个要到达我们圆照清净觉相，那个就已经南辕北辙，已经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想度这种人就不好度。那我们呢自己本身就是要了解你羡慕鸳鸯它的寿命能够多久？最好很美满多久？100年？不可能嘛不可能出生就结婚然后到老都没有这个离开过，大概也不可能啦我们减个一半50年，那50年也才50年啊，那么短，你都投入那么多的精神时间去追求，那到后来呢，还不是要分开，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追那个事我们要追的是1万年的事，1万年前、1万年后，全部都是不生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才讲时事古今不离当念。我们这个永嘉大师也讲这个不离当处，常湛然，有没有？那个不离当处各位姐姐，那个当处就是我们万缘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一个地方所在，那个就是圆照清净觉相，就清净觉相。这样有没有连起来了？所以那个时事古今不离当念，就是这个不离当处常湛然。这个地方所在，就是时事古今不离当念。你了解的？所以我们很多先呢知道根源，知道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能够到达这1万年前、1万年后都不会变化的第一种现象。那我们中间不管在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能够抓到源头，这样呢就不会离道，绝对的不会离道，最重要。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机缘比较殊胜，所以一讲了才半年的时间听懂了各位有没有听懂的啊？很多人说有一点味道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啦都很不耐烦。老师我们这班要研究多久啊？都听不懂呢。老师说这个1个月不懂1个月就懂，2个月不懂半年就懂，半年不懂的话1年就懂。我们都还不到半年因为中间还有休息1个月所以还没半年。虽然经过半年，可是中间有休息1个月，所以还没。竟然很多人都反映有啊，开始时阵尤其咧讲耳根圆通真是命目睭爬袂紧拄久真困咱爬袂紧。不过即马听有我家己会来唔免人鼓励，高不高兴或许回去北部呢，问一问北部浅显，说你们听多久才懂？他说1年多。这个比较精进的那一些浅显，或许都去问，大概最快也要1年多。我们都还没半年就懂了要不要很高兴？要很高兴对。要努力追求，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生之中不会后悔的事我们在凡尘追求凡尘事到最后一口气不来，一定都会后悔我一生拢永远丢那我们修绝对不会你修了多少呢？都在兴奋之中，纵然没有成佛也没关系一定早晚可以成。我们种了佛因绝对的佛因一定可以成，绝对从内心产生信心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那要对自己有信心呢，不生不灭的佛心本体啊，一定要去摸到。要能够体会，要能够把它呢，培养茁壮长大。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目标。那我们抓住了，只要呢，我们抓住一个方向目标，然后真理呢，在努力的熏习，一直听，一直听，现在又送4箱的CD 来了。CD 不是可以吗？可以听嘛，不用再买那个 MP3 也有，MP3 只有2片，可是那个 CD 1集就要2片，它10集就要20片，所以就很多了。既然鼓励大家听，只要你一直听呢，不熟也熟了，这个真的三河大地就变成自己真心了。不然我们都没有听过三河大地是三河大地，我是我，那也两做会。原来呢都是我们的自心呈现，没有心呢就没有外面的形象，因为有心，所以才有万象。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能够看到，能够听到，都是我们的真心作用。所以在眼睛呢叫做见性，在耳朵呢叫做闻性，在鼻子呢叫做嗅性。然后在嘴巴那个叫味性，身体呢叫触，接触触性，都有啊，都是佛性发挥出来，可是我们都利用而不知，日常在用的都不知道啊，知不知道？日常在用啊，知不知道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都不知道，都以为身体嘛，讲咱身躯在做。身躯敢若外搞的，所以各位要知道，不是身躯在搞，是佛性在搞。佛性它很奥妙的，很不可思议的，它一定要认识。要认识呢，就一定回光返照。然后我们有空闲的时候啊，就可以做万缘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啊，佛性本体很熟悉。这样呢，他一段时间呢，就会有敏感的那个第六感，敏锐的那个第六感。我们呢要了解说，时间再久一点，波妙智会生花。所以我们刚呢开始研究呢《六祖坛经》的时候啊，或许有先将那个5867果音转先说我们就可以马上做。还记得吗？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我们说借着六祖坛经来讲心理心法，所以我们重点呢是在心理心法。以六祖坛经呢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借着六祖坛经来讲。里面的六祖很白话，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摊开来，让我们彻底了解。所以我们可以从六坛经呢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那个58，各位前5是什么？都香拢袂记啦，不是袂响啦那个5啊，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8呢就是阿赖耶识，6呢就是意识，7呢就是末那识，5、8是果，6、7是因，5、8、6、7果因转。那因啊就是因地，开始的时候叫因地，果呢是成就，成就那个5、8是等待因地的成就才去转的。所以我们先开始是从第6、第7、第6的意识，第7的末那识，从这2个开始做。那我们平常在完成都是用那个第6意识，意识啊就比较浅，第7是意根，它比较深，所以意根呢是很省思量，我们皱起眉头。在想的，那就是用第7识。
那我们一般呈现马上呢能了解那个是第六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说到要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那六祖就讲妙观察智啊，见非功，还记得吗？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非有为功用就是无为。那无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只要我们肯把第六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就可以见到我们佛性本体。能够见到佛性本体啊，就叫做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那我们由始觉智啊来关照本觉理，本觉理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合以大觉，把我们那个觉性啊跟虚空合在一起，然后成就近觉，就近觉就是佛。这样呢，又有一个怎么做的程序啊？从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啊叫做始觉智，开始觉悟了，开始觉悟的智慧，然后我们来关照本觉理，本觉理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合以大觉，跟整个虚空呢合在一起。成就见觉，见觉就是佛，这样听懂了吗？不是一直在这样讲吗？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因为北部前也给或学说，那个时候啊，他不懂就是不懂啊，他都是很白话，可是不懂就不懂。那以后领悟了，一两年领悟了以后，再来听以前的那一些话，还是一样的话，懂了，他懂了以后，想还是一样这一些话，他那个时候怎么会说不懂？这样了解意思吗？差在哪里？各位姐姐，差在哪里？差在熏习呀。只要我们熏习呀，那个性分之中啊，佛音就有，佛音就有啊，对我们佛性本体啊，就了了分明，就能够全部知道了。所以要熏习。那熏习啊，最好的方法，有空闲的时候啊，就是听嘞，那个CD，要看呢，还要坐下来，那个时间也蛮长。所以听呢最理想，可以啊，反复听，会很熟啦，听得很熟。到熟以后，懂了，一窍通就窍通了，全部都通了。对真理啊，都了解了，然后了解以后，我们回顾，回观啊，我们以往所走的路啊，就会知道说较早拢行一寡弯弯路，可是也没有啦，那就在养成的人对这一个真理的那个熟悉度啊，这样来说我们吃啊那个饼干，一直吃到呢这个第10块的时候肚子饱了，他就回想我头前食迄高地拢了，我都摕20块来食就好啊头前迄都免食就会使拢加了。谢谢，有没有料？他前面那个9块不吃的话，他吃这个第10块也不会饱。所以我们了解说之前做的也有功效。伊咧迄甜底，迄个法度甜无甜啊，甲第10个才甜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功不唐捐啊，都不虚气啊。那个唐捐叫做虚气，就是做子要放水流，迄个拢无路用，无路用做唐捐。那个呢梵文我们比较少用到，所以不了解。那我们呢就是从
又有讲的5867呢，这个果因转，能够呢从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然后呢把那个第七的末那转成平等性智。我们现在人为什么这个德性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分别心太浓厚所以没有平等性。那就说我们建立那个平等性人与人之间，不管身份地位不管有钱没钱，佛性都是一样平等。所以我们就是要尊重每一位众生。我们尊重每一位众生就要供养之佛，众生都是佛了所以我们对众生埋怨就是毁谤之佛，毁谤佛。这个是维摩这个维摩诘维摩诘师他讲，维摩经典呢就明白记载。或许看到的时候对众生埋怨就是毁谤之佛。各位有没有毁谤过师佛有没有时常都在毁谤没有。所以这个语言让我们一听到真的会让我们很惊讶，惊到对众生毁谤的时候，你毁谤之佛，对众生埋怨就是毁谤之佛。那我们这个埋怨的产生是很容易的。假如说我们的那个比如讲我们在看视线也被人家挡住，心中有没有埋怨？你若起来以后把我撞到喉咙看我，你嘛边起喺边有没有埋怨？就产生了容不容易？太容易了。所以很容易产生埋怨。我们都没有知觉，没有知觉说我们心产生埋怨。那各位前要了解到，这个刚开始都是一点点埋怨一点点，可是呢，它会累积，一点点一点点一直累积，然后累积到后来变成对事情一有阻碍就变成恨。会不会有会这样说这埋怨最多的就是夫妻。可以说那个对那个夫妻对这对对方都没有埋怨的没有，找不出来，一定都有没有这个夫妻之间因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那有一点意见不一样不合就会产生就会产生而且呢这个因为都机会太多了，所以累积那个埋怨就会有恨所以才我们从那个报纸看到，那个一方一死掉以后放鞭炮，夫妻有一方死掉以后放鞭炮，那个为什么？为什么高兴？不免互人苦斗对不对？有时候那个夫妻之间真是冤家不是冤家不记仇这个是冤家所以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要转念，不要有那个埋怨不要产生怨恨。所以只要我们呢起心动念的发觉到负面的情绪都来了，一定要赶快降服要赶快降服我们那些不满的情绪，知道呢我们从先天没有带这个东西来，不要让它呈现不要有，要知道说结成夫妻是有因缘
我们要把所有的缘都变成善缘，当然是恶缘我们要变成善缘，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了缘，了缘了以后能够解脱，不然我们想解脱我们有结缘的话，那个缘都会把我们拉住，不让我们解脱。所以一定呢，我们在生活之中要尽量降服自己的所有一切心，再怎么不满我们都要去克服，让它都消失。这样会不会做啊？你看都唔敢硬要伤大声，唔拄若有时阵你心肝讲好，我都实在无用。迄句话有用你要死去我惊要死的时阵我迄句话拢应记，苛责良心为了责，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凡尘呢，我们要朝好的方向去努力。既然来了，就是要了缘，把所有一些以往的业因全部都了掉，没有了，新的也不造，旧的都一直了。这样自然就可以解脱了，所以要自己努力。我们还讲到那个回归是不是对不对？还真的蛮久的时间1个小时。这样的话看起来本来说我们这一章今天要把它讲完，不过也是讲讲不讲完没关系只要是听得懂，能够领悟很重要知道怎么做，怎么修，我们也都很有心也都蛮久了进入道场走到以后，时间都经过蛮长，可是呢，我们回顾这样一路走过来，让我们很得意，让我们很高兴的事多不多？可以说过了，现在都是坎坎坷坷，还没有抓到根源。那现在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根源，他可以努力的来修，修一天有一天的功夫就不要放弃，戒了呢这个是红土这个身体重也借我们用，我们借假修真，把佛性呢都让它发挥它的光明，不再这个压抑它。现在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什么意思？如来是谁不错了大家都知道是自己我们自己的如来都不跟凡尘的所有现象，不跟我们身体的6根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跟他争，可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要跟佛性争。只要佛性一看到我们这个关在争了，他就退隐了，就不见了。是不是修养很好？我们佛性修养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太好了，才让我们6道轮回也太的好出来安尼把这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拢甲压制，你袂使出头，袂使做出来我已经出来，这样就好了啦。可是佛性他不会这样他都会退位，只要你要争的话，他都退位。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凡人越来越迷沉迷的越深，都以为自己很正确很对6根对6尘，根尘相对都以为是对不对？对不对？对还对根尘相对6根对6尘产生6识，那个都是因缘际会，所以佛叫我们不要用那个心意识会害了我们造业就会呢受苦。那我们把心意识去掉用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用它来应对完整的万事万物，这样就不会造业。没有造业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在这一种灰不灰、是不是的状态之下，一定要彻底的认识。是就是是，灰就是灰。是道则进，灰道则退。老子所讲的，我们就是要了解，符合于真理，我们就去做，不符合就不做，这样也不会造业。所以不要差之毫厘呀，就是千里。这个四德龙女呀，顿成佛。那个龙女呀，就是在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它有这个出现。那个龙8岁就成了。在那个南方无垢世界成佛。他告诉我们8岁，那龙女她又是始于天龙八部那个龙不是人八是天龙八部。天龙部龙女，那才8岁他就能够成佛，表示说呢，我们成佛不再累积很多生很多世只要你对那个万法都能够领悟它的实相，就可以了，就可以成佛。各位先前万法的实相，各位领悟了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万法的实相是什么？所以各位姐，这个叫做文字万法的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换个万法就好像跟我无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有一句叫做万象皆空，有没有？难道空性即是佛性？或许不是这样说嘛？有没有？所以万法的那个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万法皆空，就是万法万象都是因缘际会，是事情是形象，一定都是因缘际会。那既然是因缘际会它当下都是空的，它没有本性。包括我们身体也是一样，也是因缘际会。各位田田，我们的身体怎么来？父母亲结婚了以后，把我们生下来，对不对？那个因缘际会，2五成形3五成性，那个因缘际会，然后借着天地的物质，所有红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所以众生那个解说，众缘机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是众缘而生那我们的佛性它没有生，这个身体是众缘而生，那眼即得生，眼淡就灭。它生出来以后现象，无生住异灭，它自然的构成。所以我们的身体都新陈代谢，生住异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留住我们的身体，一定它都会变化，一直变化，一直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了到这个肉现象，一切都无常，一直在流转。那我们对无常流转的东西不要投入心神去追求。我们要追求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不会变化，常住的常乐我见那个佛那个程度，这是指我们追求。我们用一生短短的100年来追求千亿万年的那个本体。证悟本体了以后我们可以与天地同寿。天地有多长命，我们就有多长的寿命。可以千百亿化身。那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自己在心里面这个努力。
告诉我们说呢，是追求方向对了，努的方向对了，就呢可以成佛，所以8岁这个时间是很长。那规则呢善心生现罪。那个善心就是释迦牟尼佛修菩萨道的时候儿子。释迦牟尼佛这个示现在那个净饭馆的那个王宫里面呢，那个生的儿子叫罗侯罗，可是他在修那个菩萨道的时候他的儿子叫善心。那么他很努力可以这个修到4场，就是呢把完成的这一些这个结都打开修到4场，结果一交到坏朋友交到恶友恶知识恶知识呢都告诉他一些不好负面的那一些信息他都听了。所以我们在凡尘交友要很谨慎。假如说他都是讲负面的那个不好的，那我们不要交这个朋友，我们要敬而远之会怕我们受他影响因为话一听进耳朵以后它会产生作用。那我们假如说智慧都还不够般若妙智慧还没有发生就更危险。那有智慧马上判断这个不行那这一种朋友我们就不要交不要跟他谈论这个事情这样的话他不会影响我们。可是这个善心呢他就交到恶知识坏朋友然后一直拉，结果他退失那个4禅，到达4禅，各位先生已经可以不用吃饭，可以不用呼吸是不是？以我们现在在欲界众生地的时候没吃没饭，没有呼吸不忘，对不对？可是修到4禅的时候不用了，不用吃饭，也不用呼吸，不可想象所以那初禅、2禅、3禅、4禅，到4禅就很影响可是有一些人修到4禅，因为太愉悦愉快舒服，他就不前进了，不往那个菩萨道前进了，就住在5境居天在那个4禅有9天了，本来每场都3天了，那加5境居天跟那个无想天就变成9天了。那个5境居天戒期渐渐的在那边居住所以那个环境是很好。可是呢很好的环境你假如说一直就在那边的话，就变成我们在享受福报。那这样的话那个有那个期限的限制花几百年还是几千年那时间一到还落入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善心呢一退失4禅以后他就没有因果没有佛法，那个都在骗人的啦。这个话厉不厉害？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跟人家讲说没有因果，那没有因果为非作歹他是不是就不用怕？咱直咧讲你若做安那就会安那，那个都是讲因果。那你跟人家讲没有因果的话，那太阳放会我去没因果所以他那样讲就已经违反真理所以这个呢不可以。那又讲说没有佛法，这个又不当佛了。佛所讲的我们众生努力修可以成佛。那你说没有佛没有法，那众生怎么办？当众生所以那个又不真理。
所以呢那个时候跟那个大弟子那个家说呢现在那个善心呢就在那个泥莲禅河边，我们可以去看它。结果那个迦叶跟释迦牟尼佛两个要你去找那个善心的时候，善心一看到远远的看到释迦牟尼佛跟那个迦叶一来，他生了那个很嗔恨的心结果嗔恨的心一生以后他就是这个生身，现在生活完成的身，直接就进入阿鼻地狱，直接你看我们都还要死掉才去的那个善心生身陷入，直接就进入阿鼻地狱去受苦。佛就跟那个讲说他就是在那个无间地狱住在无间地狱。所以佛一讲了绝对都实现。所以不能讲那个没有因果、没有佛、没有法，那个不能说的。所以不能够诽谤那个佛跟法，不能诽谤佛法。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事容易成佛，归呢善心呢生就现罪，就是生身直接陷入那个阿鼻地狱。五早年来居学问义真讨寻经论，是不是讲到这边？这个给各位这个一拉回来就拉1个小时，说少讲一行，我们一行就经过1个小时又10分钟。永嘉大师呢说呢，累生累世都一直在记那个学问，所以我们从呢那个儒家那一些记载儒家经典来看，孔老夫子讲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然后这个己而信，患爱众，耳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对不对？他是行有余力再来学文章可是我们现在把文章摆在第一位，然后那个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患爱众，耳亲人我们都把这一些撇在旁边是不是本末倒置？该要注意的我们都把它放在身边了。那个不很重要的，你有疑虑的时候再来做事情，我们都把它摆第一位。所以这个样子就已经本末倒置颠倒。该注重的我们不注重，不该注重的很注重。老一辈的讲，所以钱话你唔白唔钱话较较费劳。这个话呢，各位先生有没有听过？都还蛮这个很实际的前行就事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众生呢就是这个样不知道是聪明呢还是愚痴。那么义真呢讨书行经论也曾经呢那个讨书，那个书就是对事理用文字的那个解说用文字来解说那个里面那个经文的那一些真理，那个叫书。各位有没有看呢？有一些那个已经呢就是很努力在修持自己的佛性的时候都呢把一些经文然后呢一句一字都把它呢解说文字、解说意思出来，有没有看过？有看经的话呢有一些我们都会去探讨它的意思那个书就是探讨里面的意思那个经里面的那一些含义。那么论就是
那个菩萨或是呢那一些弟子们，他们互相之间的那个对谈那个论，所以那个论是要比较呢进入那个佛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三藏，三藏呢就是经律跟论，论呢就是阿毗昙，它也是呢非常高的一个法，所以永嘉大师呢就讲说呢，他也曾经寻找这个经论，就是要从经论里面去研究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也曾经做过这个工作。那么分别名相不知修，就分别名相。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假如说是正式不修顿法，就是修正式的，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加行、实地、等觉、妙觉，这样呢，正式来修的话，它的过程有很多的名称那修持过程很多名称我们一般人都会很注重，就会注在那一些名跟那一些功效的上面。那我们一注了那个名跟相，注在名相，我们进步的那个脚步就会很迟缓，就很慢，那些很屌的，就好像我们画地为牢，在地上画一圆圈，然后我们站在圆圈里面，自己观自己，会变成这样所以呢，顿教的他直接从凡夫地，一下子到佛地所以中间这个过程呢，他就不会在意。那一般他正式修的人看到我们用顿教的法门他会很不服气我呢修了10年，你安尼跳会就过，你过了10年都唔免，他会不服气各位了不了解这个意思？假如说我们是那个按部就班的，安尼安尼有哪行有哪行，就这样的各位先生，或许住在基隆我用步行的直直行来到咱家，爱久，很久对不对？那个叫做名相。我若坐高铁偌久，很快对不对？很快我就到了那个叫做顿法。你要坐高铁就哪行？我们都知道有方法嘛我的方法坐就到很快我用走的现在还搁伫真北部咧。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法重不重要？我们用法用对了不重要，很重要就可以达成目标。所以我们呢现在是用顿教法门，就能够顿悟呢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跟我们呢按部就班，实行实住实行实回向。刚才咱来了解迄名都已经足多时间莫讲去修几大所以那个分别名相不知修，真是唔知影有困。较认真愈认真，愈问愈才愈深，愈未了解。所以呢永嘉大师形容入海算沙，徒自困。各位先生，海里面的沙有力量。我们进入海里面去算沙，算得了，是不是算到真疲劳都算得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一落入名，一落入相，就好像入海去算沙，那种无了事袂讲算了，今仔日算一卦，明仔再算一卦
啊，这一生哦，生活要交代好，先个再生，总有一生会算完。那喊得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像这样？绝对没办法了。所以不要住在名，不要住在相，所以要离相。名跟相都要离。所以我们只要能离相2个字呢，会记得啊。名称叫佛啊，名佛，4个字嘛，离相名佛。以前不是时常各位说嘛，只要我们离相，我们就是佛，有没有？想起来的，所以那个CD送来的要拿，很多，拿回去听，才记得离相名佛。即摆人来甲你骂，你拢莫去带伫迄骂的内容，因为迄拢名相。你像猪呢，是不是有名有相？没有。那我对号入座啊，我像猪哦，生不生气？生气了那个叫住在名相。那我们都不住你看迄讲出来迄个名相啊，迄个空嘴不是对不对？我整个都是空，所以离相了，成不成佛了？很逍遥自在的袂去用骂气啊要死。欢喜啦！你昨骂爱出气啦，我足欢喜，我消一寡罪业，高不高兴？真的被人家骂会高兴吗？所以我们要学向妈妈观恶缘是功德。董家大师说的我们观恶缘就是功德，能够消我们罪业啊。罪红消好唔好？真好对吧？所以唔免搁气到等，不要再还给他了。伊直要甲你消，你甲伊讲唔免，安那嘛无巧所以呢，不要入海算沙切变呢如来苦苛者，就是呢入海算沙，住在名相。如来呢，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说，名相都是假的，不要住。所以董家大师说，我们呢入海算沙，住在名相，就被如来苦苛，就被他骂了。讲你唔对啦，你修了唔对啊，唔是安尼啦。了解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那个已经呢跟真理不相应，住在名相入海算沙呢跟真理不相应，使他呢珍宝有何意？这个好像在这个银行这个上班，他每天一接触都是那些钞票，他都算人家的钞票他每天呢都算很多这个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算的下班袂使退本，对不对？是不是使他珍宝？算别人的啦算的拢无一个是我的没有利益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住在名相住在名相的是咧讲使那个珍宝钞票算的拢不是咱的从来呢成邓绝虚闲那个成邓呢就是虚度光阴浪费我们岁月对我们来说就是没有实际的利益所以呢这个从来就是以往都是呢这个虚度光阴，然后呢觉虚闲就是能够呢觉醒到呢那一些都是不实在的虚闲，不是实践
是西行，就是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功效都放水流做的拢放水流所以呢觉西行多年往后风尘客就很久了我们呢都是风尘客，到呢凡尘来当客人，都很冤枉。各位姐，我们到凡尘来冤不冤枉？还不错卖回答。所以各位姐，这个我们呢现在都是整个活菩萨来凡尘打当主大，所以在那个冯卫兵的那个时期打入了一些庙都毁坏，把那个神像都打破那时候呢老天就讲说上天借着冯卫兵的手把这一些庙跟佛像全部都毁坏，因为呢他们都到凡尘来打当出道，所有政务坐在供桌上的这一些神明这一些佛像，他们都已经拜的时候就变成没有那个神明在，神明都到凡尘来打当出道，所以我们现在呢真的能够呢领悟真理，了真心佛性又能够实际修根源呢都是已经有修正的这一些做供桌上的那一些呢受人朝拜的神明，所以我们要比较以高的程度来要求取喜自己也能够达到，就是呢要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可以使他脱离苦海，使众生呢脱离苦海是不是大慈大悲的心？是不是呢都在供桌上供人朝拜的那一些的使命任务？我可不敢承担嘛，所以我们要承担就是要使这一些苦难的众生都能够找到根源都能够修正成仙做佛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使自己那个人格很清高，然后做的事都是可以很高兴的对这个上天有所交代，才不会呢说我们呢曾经黄伟年前都有誓言要把理想实现，生动美化这个人间一定要记得种性邪错知觉所以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呢对本性这个把握不对，那个叫种性邪。我们那个佛种那个种性绝对不能邪一种性邪一有偏变负面的，它绝对六道轮回，绝对是在三恶道，所以不要种性邪我们现在凡人有很多他的种性都已经邪了像我们呢可以时常接到那个诈骗电话，也可以时常看到那个电视报纸都在刊登那一些诈骗的嘴脸，他都很年轻也长得都很帅可是呢他们就是不务正业，就要做一些危害众生的事，那个就是已经种性邪了他呢认识他不生美的佛性，不知道因果，那么这一些人他都没有邪知吗？也不是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他们结交那个不好的朋友，然后被朋友引诱被社会的这一些可以享受的
可以刺激感官的那一些消费都很高他们用正常的方式来赚钱都来不及花，所以就用那一种诈骗的手法。那个是入地狱唯恐不深受罪的时间唯恐不长。所以我们以真理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很可怜的。可是以社会众生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很可恶，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这个养老退休金都骗走了那以后生活怎么办？所以很多人都被骗了以后竟然自杀。你害不害死人就害死人。所以他们走现血已经写了不真。那我们呢一定要自己确定，我们呢这个现象是假的，再多的金钱它也可以用完，很快就用完。那我们不用去用哪一些？这个标题级的是定量，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得到手的钱一定不会珍惜，会很容易就把它用掉。那用的时候又是造罪，大部分不会说拿做好事都是他本身要享受。享受是不是感官刺激？感官刺激是不是又让活性承担罪业？对不对？所以是一直这样累积起来现在归生归死拢要伫个三恶道内底，可不可怜？很可怜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种性我们佛种那个种性很重要，一定要很正确认知要很正确，不能那一种不劳而获的那一些我们不要。所以也不要去买那个什么彩券刮刮乐那个也都不要，因为那个假如说让我们得到意外那一些钱财，对我们来说是灾难不是好事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就是要有一分的劳力才有一分的收获要呢来源，那个我们生活的来源就是要很明确很正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对良心过不去。那假如说我们对良心过不去表示跟真理不相应那一种事我们不要去做。我们要自己就是呢立定那个目标。各位有没有买过彩券我们是用什么心来买？是不是想得到金钱？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用出那个不正当的心。我们要训练自己纵然有那个陌生包了一大堆钱，说要送给我们无条件的送给我们，我们也要拒绝，无功不受禄，可不可以达到？所以各位都不敢回答，那哪法度就我敢摸来，所以不敢回答。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人要报钱给我们，那么那一些钱一定有问题他本身不敢要了，然后拿给我们，是不是灾难来了？绝对不是好事我们不要是不是哪一种意外之财我们都不要，是不是已经很笃定了？生活笃不笃定？意念笃不笃定？修道容不容易？这个叫做不相应。我们很笃定修道就容易每一样都很笃定，到修道就不容易。可见我们心你看这个心口不一，
要训练自己啊，什么都很笃定，修起道来就很笃定，就很容易。那不容易的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非分之想，就是有侥幸的心理啦。侥幸台湾话叫什么？妖精哦。我们都有那一种心啦，就是呢非分之想，不要有，修道呢不要有那个侥幸的心理，没有了就笃定，笃定了道就好修，所以越简单的生活，我们的道呢越容易修，心态呢越简单，我们越容易修，越复杂化。那就越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种性学以后啊，就错知觉，那个所有的知觉啊，全部都错了，不正确，所以我们种性很重要。不达如来言正智，我们种性学啊，错知觉呢，就没有办法到达如来的圆顿，圆满顿教的那个方法。我们圆满顿如来有留在凡尘，是一种圆满顿教的方法，就是很快的可以呢。从凡夫地直接到达佛地，很容易的，不困难。那么圣呢，精进悟道心，那个二圣呢，就是声闻跟缘觉。那么他们虽然很精进可是他们呢，对那个真理的认识就是不透彻。他们只有追求自己觉悟了，他没有要这个利养众生，没有要度化众生所以他们虽然很精进可是那个悟就是没有道心，就是没有要那个让所有众生都脱离苦海所以呢二圣精进悟道心。那么外道聪明无智慧这个外道就是呢在道之外已经呢他把那个所有万象都当了心之外，不把万象当成我们真心所呈现所以那个叫做外道。那么外道很聪明可是没有智慧。那我们了解这个外道再怎么修，都只有五通所以叫五通仙。他最后一个漏尽通，他一定不会有漏尽通各位有听过吗？我们六度里面最后一个就是漏尽通。我们漏尽的，就是全部的烦恼都有。就是呢，我们的精神都不外放，那个漏已经尽了，没有了，没有漏了，因为我们呢有漏，精神的外放，有烦恼，所以我们进入六道轮回。那我们已经到达都无漏，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可以摸到它了，叫做无漏。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讲那个洗澡嘛？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就是呢，是洗尘呢还是洗体？洗尘，谁的灰尘垃圾？可是灰尘它是无知无知之物。那洗体、洗身体，身体是四大假合，所有风土，所有风土是无形之物。他们都没有知觉我洗澡怎么会有知觉？是有那触的感受，所以呢，他从洗澡就领悟那个无漏
无漏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发现明了无漏，发现明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注重在本体，所以他成阿罗汉，已经呢进入无生法忍。阿罗汉呢，就是得到无生法忍，无生没有生，有生的是我们身体，没有生是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灭，他可以把心已经安住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然后不动，这样就叫阿罗汉，容不容易呀？那我们也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发现，我们把它安住，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真理上面，然后不动，不起心动念，那我们也可以到达了，就已经是阿罗汉。然后我们又度众生，进入了菩萨，这样知道吗？要多听就会很熟悉，就是这样的过程，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叫无漏，然后我们又呢，想到众生这么可怜，度化去利益众生，这个叫菩萨。所以只要那个发心一出来，就已经有这个名了。我们不要去追了，不要追说我是菩萨，弄追。这个假如跟人家讲我是菩萨，你可以断定你就是众生，你是凡夫，这样知道吗？所以菩萨佛不会说他是菩萨，不会的。一说了以后，他绝对不是，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来观察就是要了解到这真理。因为真人不入相，入相非真的，所以那个寒山拾得被人家一认识了以后，他就赶快逃到山中，躲进那个石头里面就不见了。没使个避难那个风干老和尚，他是阿弥陀佛来转世，他被人家认识了以后也不见了。所以只要那个让人认识了，他就不能呈现，不会说呈现的时候人家在吃，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了，没有代志，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就是努力达到什么相都没有，什么相都没有，就是最高了那个程度，到不离当处常善了，跟那个十四古今不离当念，就是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连起来各位先生干两条，都是在讲一件事。一遗子一小汉，在讲是一些恶圣精进悟道心，或是外道聪明的无智慧这个呢就是愚痴啦。有教功做功的，像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也很多都有这一种有教功的那个做法跟那个念头然后在我们生活之中都时时在呈现，我们也都不承认。所以呢，我们要了解，那个很笨的我们不要去做，做的呢就是要聪明一点，放下也不生。那么益小害呢，就是让人对他这个产生的这个可怜的那一种心态，不是说我们害怕，而是说为什么你不追求那个最上乘的可以成佛的，那个很容易你为什么不追求呢？做一些那个恶圣的事只要利益自己自私，然后呢那个外道对一些呢不正确的那个见解都自以为是，然后还护恶不谦，
是不是人家呢？这个很育小孩，很多人做出来都那个样子。然后我们透彻了解真理以后来看他们，真的是叫我们这个育鱼池啊，育小孩，还剩下14分钟，给各位这个问问题，各位有问题好，来这边，等下是要这个要好。我们刚刚讲的龙椅跟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龙椅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那个完全都两回事，完全不相关，不相关。不是，还有问题吗？好，请说。那个罗罗他自己他过了5天地狱之后，他就释迦牟尼佛就把处理他。不是罗罗，这个是善仙。他不是他儿子罗。那个善仙是他菩萨修菩萨道的时候的儿子，罗罗是他成佛时候的儿子。他是那个修秘密呀，就是他在做什么不给人家知道，他在修持都是密行地呀，就是罗罗罗。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很仗势啊，克谁？阮老爸做婚呢，我一定幸福嘛无问题啊，那个他在那个《未子因缘经》啊，他就是这样，那个当小沙弥的时候啊，他父亲教他研究道理，他说唔免遮少记袂掉，时间拢过了，然后阮爸咧做佛啦，我一定阮老爸照顾我嘛会幸福啦。然后释迦牟尼佛跟他讲，我家己都照顾不了我家己啊，我讲你。所以那个未曾有因缘经很有意思啊，所以那个是修密，就是秘密的在修，外表形象不让人知道，密行第一。这边讲善仙是他当菩萨的时候，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还修500世的忍辱仙人，在菩萨之前啊，还有500世的忍辱仙人。仙人之后才修菩萨，菩萨道之后才修佛，所以那个经过真的是3个阿僧祇劫非常久。还有经那么久的修持所以才无所不知啊，无所不晓。现在都是示现就是要来带领众生修道，让众生都成佛，是这样的。还有吗？好，请说。请问一下，像我们时常要提醒说，放假一念不生那跟譬如说我们时常心中默念3宝、3祖师真言，或者是念佛号，这差别是？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法门呢，都是要降服我们的妄心，跟这个我们的杂念。它的重点就是要先让我们那个神散乱的神，精气神那个能够凝聚，先凝聚要做功夫才做得来所以我们默念3宝，我们求到了以后就可以用了。那个我们要进入到信心法，是要我们先有根基。要先自己打根基把这些散乱的气都能够集中，然后集中以后我们来做，才能够使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佛心到达清净。一清净了以后才有办法回归那个本体里面。那假如说我们都还很散乱，精神都很散乱，那离得很远。所以我们对这个心求道的，还是对没有信心的，我们还是要他能够直接就从3宝入手。
那是很真实的，很实在的，可以除掉我们一些妄想杂念。这个是先把这个神集中，然后呢，在修持性理心法以后那个杂念刚才有说，那个妄念只要我们不起心，妄念就没有。那个是有一个程度以后，才这样做。还有吗？还有8分。有就问了，小事也没关系，都不要拍谁。好，请说。好。以前之前在台北有听过心法，可是以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听到变成王空。好，请说。会听心理心法听到完空就是可能那个机缘不成熟，可能我们这个听的时候就是没有去领悟，因为我们的那个佛性那本体不生不灭它没有形象，看不到也摸不着，所以那个都是需要我们要心领神会。就是要用很真心的去面对它，所以慧姐在讲比方说我们没有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我们对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叫完空，然后我们有领悟了有领悟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而且我们有把它培养了以后它会扩散到整个虚空。这个虚空就不要变成真空，不是完空，是真空。然后我们佛性有，可是没有形象，叫妙有，叫真空妙有。然后我们要是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人家说无你讲我听看卖，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你现在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离世即皆不非，那个就是你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因为在这种状态之下，是有呢，还是没有？是不是都连想都没办法想，没办法想，没办法讲，叫做不可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问你，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研究性心法，就是先把这个先确定，确定了以后，我们从有为进入无为。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很强烈的意念，观念往下，观念往下，这个叫有为。那做到很习惯的时候就已经不用再强烈的告诉自己要万能放下，万能不用，它自然就放下。好像我们学车你用排档的开车，一定要先开始在头脑里面先想我要先踩左脚离合器右脚加油，然后呢手就要排一档然后离合器慢慢画，然后油门慢慢加，它车子就会动。动了以后要赶快离合器踩，赶快排2档。然后呢速度30了，赶快排3档。4了，赶快排4档。是不是？是不是有为？当我们开了一个时间已经在路上跑了这个几年了以后，有一个人突然问：你安那变4档？你真的跑对不对？唔知安那就自然就到4档，速度若去12万外，你就自然变3档，对无？搁较慢就2档，点去要行到来1档，拢唔免讲，这就叫无为。所以我们从有为已经进入无为，复合真，这样了解是吗？不是说有为都不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养成。这个养成一个我们习惯性的时候，像说我们小孩子吃饭，一定要让他自己吃，先东西一概的靠，
到尾啊爱加牙鼻，伊一罐杯里内底一罐杯外口，对无？嘿，唔通养。哦，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慢慢学就习惯，对无？习惯就拢个杯起来啊，对无？对不对？现在我们还要不要再去叮咛自己呀？你拿杯我告诉你，要不要？不用了哈。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很多都是从有为，你做到已经习惯性的无为。不要你去想，自然你会做。那有一些呢，我们习惯性的不好的，跟真理不合的，一定要把它改掉。我们修道修得改也，改那个不符合真理的，一定要改掉。那个没有很强力的那个意愿改不了，因为我们那个习惯性深根蒂固，自然而然就安。你那安？你看，我们时常会遇到的这一种现象，对不对？你看，那个就是习惯性。那我们习惯性跟真理相合的不用改，我们把它留下来。所以六祖也有讲，说我们这个佛性不生不灭，我们要去学到让它都习惯，习惯所有的一切都从佛性出来，这呢都从佛性出来，所以有辱习性，有没有？六祖讲有辱习性，你去学习，让它习惯。就变成了整个都佛性那个恒沙那个妙德自然就整个出来。因为太多了，所以用了恒河的沙来比喻我们的行为全部都是佛性出来。恒沙妙德不是世上看到那个就是在讲这个人。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从佛性出来，就恒沙妙德。还有2分钟，还有吗？好，请说。好。后学在做关于放下的时候，觉得很容易记住，但是就是会想做耳朵圆通嘛，然后耳朵圆通不晓得为什么做不太起来。好，请坐。这个做万年放下跟耳根圆通只要把它区隔。就是呢，做万年的时候不要去管耳根圆通，做耳根圆通的时候不要去管万年放下，把它分开就好了。那做耳根圆通各位前人假如说做那个万年放下，那万年放下只要你时间久了，因为万年放下时间一久，我们那个觉性那一种不离当处常湛然，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自然而然一直延伸，一直宽广，所以那个灵会很这个呈现敏锐的程度，比如说我们已经在这种状态之下，然后呢，在隔了蛮远的地方，有人突然在关门，嘣，我们会吓到，那个就是神，吓到是咱的那个神元神。都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原来我们的神已经到达那个地方，已出来那个地方。那我们做耳根圆通呢，也是这一种状态，就是把我们局限在身上的，我们一般都认为佛性就在身上，可是那个耳根圆通就是要把它整个扩充到整个虚空，所以尽虚空遍法界都是真心佛性。然后那个呢，耳根圆通从开始静静的、慢慢的延伸，一直到达很宽广。不要贪要到我们自己能够了不程度，才慢慢熟悉以后，才慢慢延伸。这样就正确了。所以不要同时做了，做的时候一定要分开，这样才有效果。好了，我们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先生，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生给科学修学讲。
我们今天又讲这个有家大师呢这个僧帽歌。上次呢我们讲到哪边的？一吃一小孩，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凡学的人可以说呢这个本末倒置该注重的都不注重，不该注重的非常注重。所以这个永嘉大师讲说第一次就是很坏，那么也让人家呢小孩这个心生了一个害怕。空前之上生死解，这个空前之上，就是我们在这个空的那个前头这个就是讲我们在这个空的前头这个手指上面，然后我们产生那个对真理那个了解，就是呢对虚幻的事情当作是真理的去了解，所以这样让我们就是没办法对他们能够这个明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空前空的这个拳头手指上面我们了解说借的是一个空前借着指头来指点我们的实际的真理。那么那一些方法都是方便法门，不要把那个用空拳用手指头那个解出来的那一些法当成呢是实在的真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不容易了解到这个实相。所以这边呢就讲空前之上生死解，直直为月往施功。那个直直为月这个是呢在经里面的释迦牟尼佛时常做比喻就是呢我们用手指头来指月亮，那我们呢就让目的是要看月亮不要看那个那个指头，不要看那个手指头，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这个呢以那个天上的月亮当成我们的佛性本体，那因为要指点佛性本体很不容易，所以佛就借着那个手指头来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我们的佛性实相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要随着那个佛所引导的，我们要去看月亮，不能看着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手指头。我们假如说看着手指头的话，就没有办法了解到那个实相。知道这个意思吗？可是我们都执着那个在指那个月亮的那个手指头我们都看着手指头，执着这个就是那个已经的佛性本体。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讲说很难领悟了。所以直指为月这个叫往施功，很晚会那佛来引导我们走路了解实相的那个见地，所以才有这一句话说直指为月往施功。了解意思吗？各位先生知道根进法中心内观，这个根呢就是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进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的六根呢对六尘根性，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人的生活都是根性相对，然后我们产生六识，
啊，我们把六识当成我们的心，啊，所以这个它是因缘际会，跟的因境的缘，因缘际会才产生的。那这个心啊，是从根境然后产生的那个心，它也是变化无常，无常变化。那我们都把这个无常变化当成真的、实在的。我们从虚幻不实在的景象之中，产生了实在的我们的认定，然后认定以后，我们就落入行为，有行为以后，我们就造了业。所以这个根基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生活，都是六根对着六尘，然后产生六识。要知道这个识这个心我们都把六识当成我们的心，不能用这个心来修法。这个心都是生灭，知道吗？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很习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说把它换缩小一点，我们用眼睛眼来对色，色就是形象我们眼睛对形象，然后产生那个形象我们有喜欢有讨厌，有没有？我们已经很习惯生活就是这样眼睛对形象，然后看到形象以后有喜欢有讨厌，那喜欢我们就亲近，讨厌我们就远离排斥。那我们在落入行为这个喜欢跟讨厌就有取舍。那么取舍之中呢，我们就已经造了业障了。虽然说有一些都是善，可是呢，那个叫做福报。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已经生活得很习惯。那现在呢，我们努力就是了解说，我们的眼睛对形象，那所有在判断判别的那个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要把眼睛眼根转变成那个文思的妙智慧，用文思的妙智慧来判断形象。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形象，它的变化我们都会掌握在心中。形象一直在变化，我们眼睛所看的就会把它固定化。那既然不固定化，我们就会产生喜欢讨厌。那不产生喜欢讨厌，我们就容易打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样都没有益。这样的意思吗？所以差别我们要了解这个差别很大。我们有喜欢讨厌那个是我们已经六道轮回很久了，不知道不知道是一种相对的跟境相对的产生虚幻不实。那我们假如说已经知道了解整个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一个绝对，没有相对。然后我们用在用眼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发我们那个那个般若妙智慧，用那个妙智慧就像那个文殊菩萨智慧很高所以我们用那个文殊菩萨的妙智慧来应对完成万事万物。那假如说是要用耳根的话，我们用那个观音观世音用观音的那个智慧来应对。那这样的话，全部都落入我们的那个业因里面，业里面已经不落入，没有业因，然后我们就不用接受果报，就可以解脱。所以生活之中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永嘉大师就讲，
所以呢，根进法中须内观，我们来跟进这个法，我们六根对着六尘这个法，这样各位了解吗？跟进六根对六尘，这个事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假如说我们呢这个跟进已经了解，那我们就可以变成千年眼，然后看到千年空。整个宇宙这个凡尘的万象形成都是因缘际会，点即则生点散就灭。所以那个因缘际会的现象，当下都是空的，不实在，是假象。我们不要把假象成真。假如说我们把假象当成真我们的应对就不一样。应对不一样结果不一样，这样了解吗？然后呢，我们已经到达千年眼，千年就是我们整个明心见性，心都明了，是我们真心，然后性都见到了，如如不动。那我们能够明心见性就是已经启发我们前眼，整个都是为师的妙智慧。然后看到万象都是假象，所以都是看到空，叫做千年眼见到千年空。那千年眼见到千年空，各位先生，我们会不会有取舍？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取舍，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去做，完全都没有取舍，那这样就不造业。所以我们解脱就是要自己从因解脱，因都不重的就没有果报。所以这个根进我们要认识透彻。根就是我们六根，进也就是六尘。那我们生活之中就是六根对六尘。所以我们要后彻机了解，说我们六根对六尘都是变化无常。我们在完成这一些事都是因缘机会才呈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由来，也是父母亲结婚，然后把我们生下来，然后我们借着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机会借我们用。我们最亲的身体都是假的，都是要还给天地水火风土都要还给天地，所以我们要借假修真，有形有相的身体是假的，无形无相佛性才是真的，那个真的佛性10000年前在，10000年后也在，现在也在，那我们只要没有三心，就不被三世摄受，那三世没有把我们摄受，就不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学习尽量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请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它都会呈现。呈现的时候我们让它能够延伸，不局限在我们身体，让它延伸到整个空间，整个空间都有我们佛性，所以这个空间叫真空，空中有佛性在，然后这个空间叫妙有，有佛性没有形象，叫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整个佛性都出来。那假如说我们把佛性局限在身上，那么这个空间叫做完空。很顽皮的空它空中什么没有。可是我们真正的不是这样，我们那个佛性可以延伸到整个空间出来。假如说各位都很近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那个鸟在叫，啾啾啾啾，各位有听到吗？
为什么能够听到呢？就是那个小鸟发出声音的地方啊，有我们佛性在，然后小鸟一叫，让我们那个佛性显现出来。所以各位浅显，那个声音一来了，一显现出来，我们佛性没有声了，小鸟不叫了，声音没有了，寂静了，佛性没有昧。所以我们佛性啊，不生不昧。然后再整个空间，我们只要长时间来做，我们佛性会延伸的越来越宽广，然后到达整个宇宙虚空都是佛性，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说，佛性啊是这么的奥妙，这么的广泛，很大的不可思议啊。所以呢，或许就尽量把佛性啊，在我们能够体会的状态之下，把它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之前不是有讲嘛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有还是没有？是不是可思议？这个是一个角度然后我们把它延伸到整个空间，这个真空有如如不动，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对不对？都是佛性，所以你看我们佛性它的功能作用非常多。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就可以把整个都体会。所以这个身所有公主这个身是假的。不要看重，看重身的话，对佛性没有形象，就会感兴趣，就会不管它。然后呢，我们不管它以后就会有一些不符合真理的那一些言行会呈现。那我们就造了业，造了业自己都还不知道，受苦以后会怨天尤人。那我们从这个最亲切的，我们这个身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能够努力抓到根源，这个叫做摸着根摸着根就呈现做佛，你摸不着根就瞎修行，所以重点一定要摆在这里，摆在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上面。它是那么亲切，就在我们身上，万年放下就呈现。只要你想，有念头想，佛性就不见。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佛性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让它出来。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只要我们攀缘，佛性都全部推移不见，覆盖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畜生畜生它有我们不是有三魂吗？生魂、结魂跟连魂，对不对？那我们众生有很多都把连魂覆盖不见。那我们看畜生它有生魂有结魂，它到恶，你打它就到痛，那个有结魂。它有没有灵魂它的灵魂都覆盖，有，可是它不显现。那我们看那个狗狗是不是要灵敏？覆盖的程度没有那么紧密，所以那个狗的灵敏度就比较高。再来就是猫的灵敏度也高。然后我们再看鸡，这个灵敏度呢就没有了，对不对？很低了鸭也是低了。所以或许讲一起转世到牛我们南部比较容易看到牛有看过吗？有那个牛或许来讲，以前呢都是要拉着那个牛车，现在还有没有？要不要拉牛车要，还要。
拢在讲，在人你要说你在人唔惊你做饭的，人我来惊你去。所以我们看那个牛拉的牛车以前都是市场，在港就是那个台在练那个那扛那个担子，已经那个很重规车都不加，然后牛拉不是慢慢的嘛那个赶牛的赶车还拉了个皮鞭在，各位姐姐。牛体积很大，对不对？力道也很大，对不对？他都在想咱人讲比牛较细，牛较大只。咱人咧赶牛的时阵迄牛安尼白白啊，离经过行啊去，有没有？伊那会看出来让人来看一样。它体积很大，力道很大，比咱较硬，是安尼伊袂甲咱人较早，人一个较顺利，有经过行下去，很听话。知道为什么吗？他在还债，那个牛在还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对在还债。不要这个去侵人的钱、拐人的钱、骗人的钱，那个都要还的啦。当你管事当牛来还的时候那个会含着眼泪，去用事搁行下去含着眼泪，就是要还债，他不会反抗。不然以现象来说，遐大只，搁遐有力，牛车较重，搁看咧行，看甲你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我们要去研究它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在还债，他欠人家钱，就是要还，以劳力来还。以生命来还，你看他到最后拉不动车的时候，只能不是把它卖掉嘛，然后去杀来给人家吃，对不对？所以最后那个去卖掉，那个是在还债，拢整个拢在还债。所以我们不要看说一些人他都不用劳力赚钱。用头脑要假人，要亲人，要亏，不要高兴，转世成牛那个后悔都来不及。那个比较小叫鸡出去一盖才还200块呢，咱去买一只鸡话200对吧？对不对？大概还200块，所以你欠少去出去做鸡来害，一盖无盖，搁加一盖，就400，慢慢来加。那做猪超3-4千块了，所以不少不多的去出去做猪，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凡尘就是要光明正大。这个是我们该要的钱我们就不要。人家送到眼前来说不要，不是我的我就不要，不是很笃定的吗？上次我们说笃定好不好修道，各位还说不好，那个没有默契。心里笃定的不好修，我们因为心笃定才不好修。心很笃定，相信是主生活的佛性，都体会了，都启发了。笃不笃定？很笃定。这个就成佛了。那个因因果一致，所以你在因已经找到了，就已经可以成就。那个时间早晚一定成就。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假如说我们都没有经过这殊胜的，我们哪知道是成佛这么简单？
简不简单？很困难啊，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有了解这个心理情况，有明心见性，那是从内心里面生发出来的相信。因为这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觉性，就是佛，就是他在当佛。那迷灭了，是他在众生。那我们很笃定的，就是这个，我只要保守这个。像颜回啊，我们都听过颜回，他得一善，前前无益，终身无私，如履深渊啊，如履薄冰。他为什么那么谨慎？就是怕造业啊，造业要受苦啊，所以他不敢造业，很谨慎。我们要学啊，我们也可以成复胜颜回，和他一样啊。虽然他很要求三在一位的贵行，可是我们现在都还认识他，或者都讲我们祖先大概4代，我们4代上面的祖先叫什么名字大概没有几个人说得出来，说得出来几种，4代上才2个，你看我们这边这么多人才2个。4代面还记得名字才2个，2%，还不止2%，100%。那颜回就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能够得到这个道，就是呢那个觉，他保守得一善。一善就是觉，就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就是那个觉，他得一善，都是保守住的，都让他丧失掉，所以这样就可以成就。那我们也都得了我们求道了嘛，都得到了，都得了，那因为现在是先得而后修了。之前单传独授都是要修到功果圆满，才受记，才得到。那我们现在是先得到，然后看我们愿不愿意成佛，愿意就努力修，不愿意你就放荡。只要我们放荡，就不会成佛。各位愿意放荡吗？可是放荡很容易的。我们要那个战战兢兢反而不容易，要像个颜回那样，那个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啊。那个深渊我们站在那个悬崖上面，底下一摔下去浑身脆骨。那个薄冰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河面已经结冰，可是那个冰很薄。你稍微大力一点就破了，人就摔下去。那一摔下去以后绝对死亡了。为什么？你摔下去再浮上来容易有冰堵掉上面都是冰啊，你就袂呼吸啊，会活，袂活。所以行路要行迄薄冰啊。安尼轻轻袂使较过来较走一下，较走就破了。表示呢，就是在日常生活，每一件事都是非常谨慎，不敢违反真理。那只要我们有这一种这么努力这种心绝对成就。在日常生活。时时刻刻都保持觉，就是4个字，2、6、10中。2、6，知道各位今天知道怎么写吗？知道知道意思吗？这个2、6就12了，一个时辰有2个小时12个时辰刚好是24个小时。
那24个小时里面，时时刻刻都守住中道，时钟26时钟，就是觉都在，没有不觉的时候，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所以26时都守住中道，那个觉都在。只要我们能够这个样子的话，绝对成就，而且是还快，很快就成就了。所以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努力。在生活之中，因为我们六道轮回都太久了，养成了那个习惯性，我们很多习惯性都不符合真理，所以造业也受苦。那我们呢就微光普照，检视一下自己的习惯性，到底合不合真理？不合的就把它改掉。修则改也，修道就是改掉我们不好的那个习惯性，那好的把它留下来。是最好的，把它留下来。这样会不会做？会嘛？这个自己呀，微光反照一下，看看我们的习惯性合不合理？很多习惯性我们都不知不觉，都落入不知不觉。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不知不觉的一些行为动作里面去检视一下、检讨，然后这个看看它合不合真理。像我们这个在完成这个当小偷他第一次当小偷的时候，这卡手拢皮错，皮错然后当第二次当小偷的时候，皮错就减少了。当他第三次的时候，他就习惯了。当第四次的时候，不拿白不拿。他当以后没有去偷卡手也喵。所以那个习惯性以后，他也不知道那个是错，不知道错了。各位有没有当过小偷？没有。那最好的，或都有，所以才会上，才会知道说要让偷地了。未前未后，敢若想尔，迄二要摕还佫真戆，就开始比吧。因为有经历所以讲出来会有力道。那我们了解说到完成来什么东西也没带，没去养老配然后一口出来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也免拥有，潇不潇洒？你就袂想要淘汰所以你看解决了没？解决了有经历但是解决了，不会想偷了，会想别人人家不方便会想帮助人，或许几次回去我们南部是好天气可是或许回到北部在下雨，或许都有带那包包也有放那个轻便的雨衣然后在等车的时候或者是有只伞，我后面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头揪起来他是讲头揪起来就会然后或许说我拿一个雨衣给你穿，他说不用，车要来了。我说等到车来以前真都湿了然后我就拿出来给他穿，他穿好，谢谢。所以我以前都买10件的那个轻便雨衣放在包包背着啦，然后看到人家在躲雨你知道什么时阵要填，尤其在决议出口都袂得出嚟就南雨然后是看随缘啦都要看到这样我都可以啦我说这个轻便雨衣给你穿就可以走了
啊，真俗呢，一年才10块呢，哦，对不对？大家不是付不起那10块的，是倍率，你听得你都买，哎，啊，听来买好贵的古龙港，所以那就是给人方便，哦，啊，现在是因为哦背了太久了，拢怎样伤重，即马剩背2领。可是会用到，他有一次哦，还是笨的，很大，那个鱼又下斜的，就有风啊。下雨的时候风哦一吹啊，那个鱼都是斜的。结果哦，咱撑伞哦，干那咧抓跑尔啦，头没有淋到雨，整个这个都淋湿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啊，什么都湿，连背包里面都湿，全部都清出来以后说，啊，我来这个我看那2块多钱，想一想说啊，够笨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省凡事啊，都是稀饭不实在的。那我们就尽量能够帮助众生，能够呢引导众生呢走入正确的修道道路，这个是最重要的。能够引导他脱离苦海。因为这个凡尘啊，年岁越大以后就会觉得说那个苦的味道越多。年轻人呢是还体会不出来。还有那个好奇心，所以或许对一些那个年轻女孩的那一种娇滴滴啊，以及那个出嫁以后，然后呢这个遇到可能是先生比较那个这个叫什么之前比较少了，那个又生了孩子，所以体会说为女则弱。为母则强，所以那个遇到生孩子啊，对孩子的那一种爱，他就什么苦都吃得下，所以那一些去当那个清洁工啊或是一些比较那个辛苦的那一些工作，或者一看都是那个人家妈妈的在做。这个当小姐的时候去做那一些老师没有看过，都是那个当妈妈的在做。讲那个捡那个那个回收的那个瓦楞箱那个保特瓶啊，都是那一些当妈妈的人在做，所以真的是为母则强。环境会不会改变？真的会改变的所以要培养自己这个视野很宽广，看得很透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凡尘迷惑，那不迷惑我们走的道路就正确，会朝着大路正路走，然后修道，然后帮助众生，然后脱离苦海，能够回到每一位都是佛，所以呢，把这个整个娑婆世界变成莲花棒。各位有没有这个预愿呢？有。所以我们老师这个很辛苦的，最幕后的老师当代祖师啊，在过去在老师以后在过去没有了，你想得到，就缘会再来，最起码要等129600呢，以我们生理来讲还久，对不对？以我们的佛性来讲很短，短不短？我们进入那个十世古今不以当年，当下1万年，是不是很短？我们进入这个不离当处常湛然，是不是很短？那个佛是现在完成，然后讲经法49年，
然后80岁入内。他说不移毫念，不移动，一点点念都没有，就是当下就已经经过80年。各位我们用想象的就不可思议都想那安那奇怪。那我们用的那个真理来了解就会知道是如如不动，不离当处，不离我们当下。所以我们要体会就是不要有那个三心。我们没有三心了以后三世没有办法摄受，三世不摄受，我们不用六道轮回，自己要努力的啦。各位有没有三心？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有没有这三心？都有。所以难怪我们都被这个六道摄受，都在轮回之中。所以我们就要训练，观点放下。过去已经过去了啦。假如说过去我们被人家欺负，都一直记得恶度伤害，对不对？过去是很风光的，那现在已经都落魄了，也没有值得光彩，所以就不要去管它，过去就让它过去。未来还没到，不用这个话了。或者说不用策划是佛性的我们生活是要规划的。可是佛性用策划，为什么？因为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比你的策划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性里面没有未来，那佛性也没有现在。我们说现在，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我们再说现在，是不是又已经过去了？所以以多少为表了？我们不要过去心，不要未来心，不要现在心，三心都没有。三心没有就没有事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相，没有寿者相，都没有。然后整个佛性就呈现，跟佛都没有差别，是一样的。生佛一如生就是众生，佛就是成佛。一样的我们就是那样，就跟佛一样，没有三心，就跟佛一样。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训练自己，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就很容易进入佛世界。所以跟进法中我们不要虚内观，我们在虚内观都是假的。然后我们都在拿捏，有没有？然后造了很多的业要去受苦所以我们那个根基都透彻了解假的，所以清明就看到清明空，整个都是常寂光土，都是无极里面，逍遥自在，所以这一句话根性法中虚内观，就在讲我们，这样了解吗？以后要不要在内观？要不要在虚内观？不要了，真的吗？那么厉害，马上听，马上有办法改变那真的很厉害只要我们先了解真理，说跟境相对产生的。都是变化无常，我们知道它变化无常，不要住相，不要住相以后，我们烦恼就减少，烦恼减少，造业就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才有办法整个跟境相对以后不产生喜讨业才有办法到达这个不见一法即如来这个永嘉大师直接说我们不见一法，没有看到一个法，就是如来。各位有看到法吗？我们在凡尘都是心生万法，万法由心生
所以说不见一法，那是很困难。我们都见到万法，所以这边我们说不见一法，已经都没有，全部呢一法都没有，那就如来。那我们眼睛一睁开，万法都呈现了。可以了解吗？这个法，比如说我们眼睛在看形象，算不算法？我们身体坐在椅子上，算不算法？我们坐着在听算不算法？那对法有了解吗？不见一法，不见一法，有见到吗？我们是没有见到一法，可是我们都在法之中。我们身都在万法之中。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要真的一点法没有那个是要经过修持。我们这个万念都放下，不要攀缘，不要生念头，一念都不生。这时候真正的就到达不见一法。一法都没有。这个时候那个觉那个觉就是如来所以不见一法即如来，这样了解吗？这个一定要自己本身体会，在日常生活，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万念放下，万念都放下，万念就是万法，万法都放下，万法放下了，一念不生，全部的法都不见，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如来。还有看法有没有听懂一点点的？有没有听有我们万念放下，万念就是万法，一言就是一法，然后我们万法都放下了，然后呢一念都不生，一念也是一法，我们一念都不生，没有了，这个时候什么法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就是如来有个了解有无？所以那无或许都鼓励我们都一直烧，看规大地拢无人要提去听拢唔捌都唔听，唔知要安怎，爱听才会了解对不？对不对？就是要听才知道无拢唔知咱若有法度迄个万念放下，迄个万法，咱拢去体会伊的实相。领悟那个万法的实相，那个成佛所以那个妙法莲华经那个农女8岁就成佛，他就是体会万法的实相，领悟了就成佛，8岁了农女又是非人不是人，不是人道那个天龙八部那个实以非人。不是人，他你看那个8岁很短的时间为什么能够成佛？就是因为体会实相，万法实相。那我们呢一样只要说你能够领悟万法的实相，领悟了以后就可以成佛了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定要先领悟真理，然后我们去做了以后就很快到达现在就是有这么殊胜的顿教法门不是那个位阶一个阶一个阶慢慢修，是从凡入地一下子就到佛地很快的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马上觉都出来。我们从那个或者不是讲吗？那个文殊释迦牟尼佛说要怎么修？他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上个礼拜不是有说吗？还记不记得？一定要还给我了。再说一次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
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我们如来要怎么成？从因地，因要怎么成？就是呢，用圆照圆满的来关照，那个清净觉相，就是呢，我们不生佛门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永断无明，就是不起心动念，方成佛道就可以成了。那我们为什么不成？就是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各位先生真的是太惨我们了。我们把起心动念看成自然而然，没有想要去断它，想不想啊？想断起心动念吗？所以要了解这个或许也不会苛求说马上要断掉起心动念，先要说发觉就好。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自己发觉说要起心动念吗？你就好了，这样会不会？当你要起心动念的时候，你说我要起心动念吗？然后这一些念头都在你的关照之下生出，会不会改变？绝对会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你在关照生出来的念头，那绝对不会落入三恶道。已经知影你起心动念，念头拢你拢在给关照。关照的时候那个念头就不会离谱，都是朝着正道。所以先发觉自己起心动念的内容，起心动念要给它断持要一段长时间啦。先发觉以后，慢慢才会朝那个断除起心动念那个方向去做，这样会吗？现在各位先生，起心动念知不知道？知道啊。这么灵敏拢知影你这么起心动念你起这念头，都知道吗？都知道啊。那很厉害或者都不知不觉，是要经过长的时间才会说这么的起心动念，放下面念头要蛮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掌握那个念头的内容。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还没有办法到圆回的那一种那个战战兢兢那起码我们要知道说自己在造什么业。那知道自己在造什么业最起码可以先摒除三恶道。三恶道不去了去了以后那个灵性都覆盖，我都没呈现这么看起来过来转世当人的时候不会出来拢模样样。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出生不是有的就很聪明嘛有的都笨的，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就是累世修的话叫根基好，根基好的话出生你跳到超过了头超过头跳，然后讲的这个大概都是父母亲生的太多了，伫涂骹咧爬鸡屎蛮年轻一点，有讲无？以我们大人的角度来看，高峰的迄袂食伊也袂食，所以很多这个小孩子一出生了以后，他那个智跟语就很明显的差别。那我们了解说那个当那个畜生道第一次又有人的身体的时候，又转回到人道。那么他一出生以后，黑龙州屁各位可能也都会有遇到这一种人，你跟他讲什么因果，讲什么拜拜，他绝对都不听的，有没有？那个是从畜生道出来。畜生各位先生，畜生他在世的时候他做什么动作？有两个，一个吃一个睡，对不对？
所以咱这句话来讲出事用干那要食到要困那就不好了。为什么？从出生到出来。不过从出生到出来要一下子听到是正佛法，那也真的很不容易。没有机缘，没有那个机缘来听到。那我们能够呢接近那个圣佛法，要了解到是我们累世有修，或是呢已经有修正了，要下来要达助道，或是我们祖先德性都够，那个必应祖生是要这样，所以各位都是要珍惜，能够呢接触上正佛法，那个都很不容易，不简单的。就是要自己也要呢程序都要讲的一直这个在完成帮助众生。各位姐帮助众生是我们帮助的人得到快乐，比那个被帮助的多。各位只要说有体会的话就会了解到我们去帮助人呢，我们快乐那个多了很多。受帮助的只有一点点，不很多。所以我们越帮助就越想帮人。吃亏也没关系啦，吃亏就是占便宜。能够培养好正气。或者都讲我们只要这个比着那个真心诚心来对待万事万物，那我好的真气都来。所以那个时候都讲，我们旁边那个狗园半夜的时候来的时候都还不会怕。那假如我们没有那个浩然正气充足，我们要来大概会丢毒丢毒怎样？就是会稍微考虑一下可不可以去。所以慧姐都讲说也考验自己的浩然正气够不够就是夜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那个龙阿波。我们南部好像比较少或者一看龙阿波那拢很惨的，都是一个两个，不像或者在中部一看规山坪，那龙阿波规山坪。整个山都是龙各位有看过吗？有啊。想不半夜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试验胆量，不想因为那个整个都是那个佛母它有那个灵火。灵火就是我们讲那个鬼仔火压会不要会加轻，它有一点点的风它就会更轰动。我们人假如说去那个地方人一走动灵火会故意就对咱行咱停落来伊往那停落咱搁行伊搁对咱行。各位想想，只要看到这个现象会怎么样？开始跑，对不对？那个灵火跟着我们跑。所以那个需要胆量，然后在自己就是都没有一点那个亏心事，都很坦然，而且呢浩然自己培养都很够，在那一种地方从内心产生的那一种笃定，那真的要本身去试验，不然一般都是会皮皮拖，那个不知不觉的恐惧就会上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在生活之中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个违背良心的事，那么在那个时候就会呈现，所以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自己呀、曾经有去害过人，有那个心念不好的时候，在那一种现象之下它都会呈现出来。那呈现出来就会让我们不自在，皮皮错。或许呢，就是鼓励我们尽量从思想上着手，都是光明正大。那负面的我们不要去想，不要去讲，也不要去听。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帮助会很大。那假如说我们结交一些恶友，他讲负面的，我们跟他相处，本来想度他，结果被他度走了。他后来越来越行持就越偏，到不知不觉的程度，所以很多业罪业都造起来。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当菩萨时候有一个儿子叫善仙，我们有讲过嘛，就是善仙他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当修菩萨道的时候，因为释迦牟尼佛是累世在修。他当500世的忍辱仙人，菩萨道之前还当500世的忍辱仙人。所以那个经过呢，都是一步一脚印，实实在在的在修。那当菩萨道的时候那个善心来当他的儿子，也修到第4场就是色界的第4场，就是舍念即天地他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引诱，然后就越走越偏了，越走越偏他结果退失4场退下来到来他就讲佛法的坏话，说没有因果了，他想说他已经到达4场，为什么又会不见了？所以说没有因果，然后没有佛没有法，结果一直苦大。然后佛说你讲这个话，让众生听到以后，众生听到没有因果的呀，回归做来对不对？我别做了，你敢讲我因果你想我别做，是不是害了众人？所以那个善心那个佛就讲，他生身就是现在这个身直接就进入阿鼻地狱。无间受苦无间，受苦没有间断。那个佛讲的话他一定都是兑现的，真的那个牟尼佛邀那个迦叶来看，一看到那个善心的时候一看到佛来，就生那个恶性很不好的心念。直接就陷入阿鼻地狱，然后那个迦叶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救他？他说只要他有一点点善心我很久就要救他了，可是他一点点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所以救不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纵然你是佛的儿子，那你现在造的罪一样自己要去接受。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我们在凡尘呢，就是一定要相信因果，尤其我们修道，知道因果是定，它是一定铁定的，不会说你相信不去研究就没有，它绝对的，有的造了因，现在呢那个诈骗电话，不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参加那个诈骗集团嘛，你去参加他们那个集团就有钱可以分的啦。不知道那个造下来的那一些罪业，往后都是要罚，而且不局限在一世，有的是经过下一世，或是呢在下世再下一世，这样一直还绝对划不来的啦。黑龙更加神圣的了，所以像我们呢在凡尘，
拢食鱼食，讲好咧无饱拢无法度过的，那个也不要高兴，一命要还一命。他刚出生啊，当生2道，那个是做不好才去转世的，你把它杀来吃，你就是很残忍，一定要一命还一命啊。所以那一些呢，就有那个语言出来给我们听，说有德超有圣，无德还有命。那我们德够不够啊？我们也要超生这一些那个我们吃的那一些畜生道，可以说都不够，我们都不够去超生。将心比心有没有人说我给你杀给吃，我很高兴？有没有？绝对没有啦，都是气的样子，对不对？很厌愤。所以从这个将心比心的这个真理来看，就是不要假一假吧。所以那个弥勒卢巴就是在西元1035年那个成佛那个弥勒卢巴，他就讲说我们凡人多活一天就多造一天的罪。各位姐，咱一天吃偌济生命？社会上吃荤的人，咧吃草的人，你吃偌济生命？很多，对不对？吃一个还不起啦，要还几次人啊？或许都讲，假如说咱来吃迄个布拉鱼一半，布拉鱼各位知道吗？很小很小那个鱼要还多久？几生几生几世？是不是很久一直在转世了？在转世那个畜生道。所以我们呢，就是不要跟他结恶缘。他也是众生众缘才生的而是因为种的因不好，所以呢披着那个畜生的外壳出现。所以我们不要假称，不要假一假八。各位都听口了没有啊？大概我们都程度高了又可以这个研究心理心法都亲口了不跟众生结恶缘，都是结善缘所以呢，不见一法即如来，了解了吗？了解了获得名为观自在能够不见一法即如来，已经到达如来的如如通真心佛性本体了。这个时候才可以称为观自在就是能够自由自在我们能够观自在。各位观自在了没有？那个自在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让我们的那个心自在然后身自在，然后都没有这个造业。所以这边呢或许有把那个那个自在写在这个后面第一个呢就讲受自在，就是我们在凡尘要活的这个形象要让它活得多久，我们可以自在。会使活足久的，会使活足短，咱家己注定啦。这个大概我们也做不到所以这个受自在就无去第二个呢，心自在心要想啥拢互伊去想啥，自由自在，这个大概还可以做心可以自在。然后呢这个第四个这个大概我们最喜欢财自在，就是想用钱就有钱啦，喜不喜欢？喜欢这个财自在的，就是在种因的时候就是要布施累世一直布施现在要用就有钱了，那是累世布施得来的果报所以那个能够财自在。
接着啊业业呢就是我们身口意啊三业，业自在，我们都有这个戒律的规范，然后呢都在戒律之中，它能自由自在那个业身口意然后呢生自在，就是我们想这个出生什么啊，就可以出生。我们想当小白兔就可以当小白兔，想出生呢一棵大树啊，就可以当一棵大树。看到沙漠这个很多在沙漠行走被那个太阳晒的那个皮肤都快裂开了，你就那个慈悲心大发，然后就生一棵大树在那个沙漠，然后那个大树很宽广，所有被那个太阳晒的人啊，都到大树树荫底下来乘凉。你看妙不妙？很奥妙然后当他们都已经都乘凉很舒服了，然后又开始又走了以后，这棵大树不见了，它又收回到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做这个事，很这个自在的然后呢圣洁自在，那个圣洁就是我们那个很专一很专一的时候叫做圣洁。比如说我们精神都没有分散，那个叫圣洁自在。那有分散，我们有恶心，讲东又想西圣洁就没有了。就是一定要专一才叫圣洁。是我们精神专一，是我们力道专一，是我们行持专一，都叫圣洁，圣洁自在。然后呢，这个愿自在，愿力，所以呢那个愿我们的愿都可以呈现，神通自在。佛性里面呢，自然都具备有了，不用我们去追求。然后呢，这个智慧自在，智慧自在，也就是能够过妙智慧。华自在，华能够自在，就是佛了。佛就是法能够自在，所以这个观自在，我们到达不见一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叫做呢观自在。这样各位了解吗？都是要努力才会到达，对不对？所以那个孔夫子那个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几岁？70岁，对不对？那个就叫自在，随心所欲了，要什么就什么，可是都不会超过规矩，那个呢就是自在的意思。那么了即业障本来空，这个了就是透彻的了解真理，了已经呢可以完全都进入我们那个不除昧的佛性本体，那个叫了。那了即业障本来空，因为一进入到佛性本体以后都没有业障，业障本来都没有，是空的啦。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没有形象，哪会容得下业障？所以呢，这个了即业障本来空。然后呢，这个未了应须还数在。然后说我们还没有了，就是还不透彻，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还没有透彻，还没有进入我们佛性本体叫未了。各位前了了没有有没有了？都还未了，未了要还数在。所以这个肩膀要硬一点，要承担要承担所有的罪业，来了我就承担。
这个就是了的一个方法，了掉业障的一个方法。欢喜心甘愿受，只要是我遭遇的我都欢喜心去接受。所以各位姐姐，只要我们那个观念转变，转念一转了以后，我们这个完成很多事就会跟着转。像说我们在这个家里，比如说某一些事我们都不想做，可是呢，只要我们一转念能够做就是福气就是整个会家庭都改变了。然后我们在修道修得改也没有不能这个改的事全部呢我们呢只要念一转的那个再不合理我们都可以去接受。只要接受了以后那个在我们就了掉。所以佛学时常讲说我们不甘愿，事情来了还是要去处理。那处理以后那个债并没有了，因为我们不甘愿。所以往后会换一个形式让我们又碰到不合理的事情又来了，又要处理，同样的心态又不甘愿，没完，一生中很坎坷都这样过，坎不坎坷？很坎坷只要我们一转念可能就是以往或是前世不合理待人，所以现在事情回过来了，不合理待我，那我欢喜心去接受，只要欢喜心接受，那个业障就已经了掉。那了掉以后没有，以后不会再上门来了，轻不轻松？就很轻松了。所以只要我们转念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说现在呢不合理都是我碰到，一定是以往我都不合理待人现在回过头来不合理待我，然后我就欢喜心去接受，这样就了了是解脱了。那我们时时刻刻呢都解脱，都很高兴，我们家人也跟着我们高兴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一样受到我们影响他也会改变这样呢就越来我们整个这个娑婆世界就越向莲花帮了所以呢这个了即业障本来空，然后我们未了应虚还数在还没有透彻进入佛性本体，还没有时时刻刻二六时中，还没有二六时中的时候叫做未了，那要还数在。那我们假如说可以二六时中，那就已经了，了就没有业障所以有的前贤会问那一些债主呢，我们一了了以后，债主就讨不到债了会不会有这个疑问？也有人问过我然后学就讲说佛菩萨对没有亲戚亲朋关系的他都可以发出无眼大慈，没有因缘，他的慈都可以给你慈就是以乐给你快乐他那个佛都可以无眼大慈。那一成就以后，跟他有关系的他哪会救呢？所以会同体大悲把你解救脱离苦海。所以我们不用多心，是绝对都不会亏欠那一些万千债主，只怕我们这个万千债主的本身他又欠了很多，这个才是问所在。那跟佛的那个瓜葛那个都不用我们担心，绝对会得到无常。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是有一点点我们比较少听到少听到比较生疏。
所以这个了即业障本来空，能够26松啊，那就没有业障。然后未了呢，我们就要去还宿债。那只要我们有那个心只要我们坚定有那个心要还，那个债主都不会紧张所以有一些道亲他会讲，我没有努力到的时候都过得很顺我一花心努力结果都是坎坎坷坷，有没有这样？那就是你一努力了债主都很担心，担心什么？你会成佛了，那我糟糕了，讨不到债了，赶快来讨。所以一下子那债主全部都上来了我们还不起呀。那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心，很笃定跟他讲，我给你多少钱绝对不赖债的，一定还。那债主呢这个看到我们这么笃定的回答，然后实际的真的在还，他就放心了。放心了以后慢慢讨那我们还起来就轻松，这样知道吗？所以要笃定的告诉债主，绝对还，你不用烦恼说讨不到债。我绝对还，因为佛性不生不灭，再久的时间我绝对还你。这样笃定了债主都会放心的，所以那个一还起来就很轻松。慢慢赚钱，慢慢还这个赚个3万，还个1万，家里2万都有，这样容易嘛，对不对？你赚个3万都把你拿走了，接下来你就别当花。所以我们要很笃定的告诉你债主，说绝对还，他就放心。饥逢王善不能餐，我们肚子很饿他拿了那一些金银七宝拿来给我们吃，各位贤贤可以吃吗？会当吃。金银财宝虽然都很值钱可是肚子饿的时候拿着它没用，没巴肚没饱。各位贤贤，假如说我们把那个金子吃下去会怎么样？会不会死掉？所以这边永嘉大师就讲说，饥逢王善不能餐。我们肚子很饿拿那一些很贵重的七宝来，对我们没有用，肚子不会饱。然后呢底下这个在讲说病愈医往真得这个差。我们生病了，遇到那个医往，就是那个很医识很高的医生是病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病会好是医生看病，然后开出药方，然后我们呢照那个药方抓药，然后吃药，药吃了病才会好，对不对？然后只有遇到那个很高超医术的医生他又没有药，你遇到他病会好吗？不会好这样懂的意思吗？就是要对症。肚子饿了，能够治疗那个肚子饿的东西不是很贵重的。咱咧咱粗俗好俗看饭馒头面就会饱，对吧？所以唔免讲七宝不用那个金银财宝不用。然后呢，那个一生病了以后那个医术很高超的医生他没有药对我们来说也不会好所以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对症的药是最好的，这样的意思嘛，要相应这个你就讲要相应相应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在欲行禅这个知见力，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欲解，就是凡尘那个引诱惑的力量很大，有没有？凡尘的诱惑力量很大，
尤其呢，我们去那个逛那个百货公司啊，各位前有没有逛过百货公司？他进到里面的时候啊，看到他排列的那一些我们想不想要？要付钱，对不对？我们很想要，可是要付钱，所以那一些啊，就是欲望那个叫造化的引诱、诱惑力量。然后我们在凡尘你看我们发明产品啊，是不是一定要发明到让这个众生看到很喜欢，很买回去用，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在绞尽脑汁，怎么样来拐骗众生口袋里的钱，对不对？有没有？所以这个在欲在欲望欲界什么诱惑力量都很大的现象之下，然后我们能够行禅，那个禅各位先生，就是已经可以回到很笃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的本体，那个叫行禅。我们一回到佛性本体各位先生，所有这一些诱惑我们的那个需求是不是已经降低了不见了？佛性呢需不需要这一些凡尘的这一些引诱我们的这一些物质这些东西呀我们都可以用的这一些物质需不需要？各位都在想，很需要，很好用然后也是讲说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生不灭，如如不动这一些呢物质对他来说产生呢不了诱惑的力量，不会。为什么？各位先生，假如我们已经呢修持到一个程度，都已经纯阳，然后呢都已经可以等于是进入那个大定，就好像老僧入定进入大定之中，那个呼吸吃饭都不用，请问还要不要凡尘的物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欲行禅就是在欲界我们欲望之中，然后来行禅，那个就叫知见力。我们知道的见解的产生出来的力道。那我们呢就是在生活中就要培养我们众生是半阴半阳，所以我们白天也可以适应，晚上也可以适应。那我们一直在培这个阳，让那个阴减少，可以到纯阳纯阳就是仙佛，纯阴就是鬼魂半阴半阳就是我们人。各位先生，阴多还是阳多？你都爱讲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半阴半阳一半一半。那我们就是开始培养阴呢去掉，从念头上着手，有那个负面的念头马上打住，不能有，因为有一个念头，那个负面的念头是培养阴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防微杜渐，从念头来，不能有负面的念头不能有骂人的那个念头，不能有不好的念头都不可以有。这个呢就是我们培养的第一步这样呢我们那个阴会减少，阳会增多。然后阳很增多各位先生，就是晚上睡觉感觉很清醒，不是在睡了已经在睡了明天起来的时候精神很好，可以有这个现象
就是睡觉我感觉那拢无咧困共款，心情拢足好诶。可是不是明天起来就没有精神，不是，而是明天起来一样精神会好，那个就叫养生多了所以那个灵敏度增加。那假如说整天按时咧困嘛，迷迷糊糊，早上起床以后都已经在这个工作还迷迷糊糊，那就阴多。可以有这个情形吗？还有过去的，过去阴多就让它过去从现在开始就培养，把那个阳让它增加，从念头着手，不要有负面念头。人家讲那个负面的也不要听，不要参与，这样的话呢都是培养。然后我们阳一增多了先开始的现象是那个精神都很饱满。那精神很饱满，我们就很饱满，连睡觉都已经睡了，而且还感到精神很好。所以浅浅晚上睡觉的品质好不好？好。所以会教各位假如说这个晚上都是翻来覆去就可以做万年放下，很好睡然后明起床精神很好，头脑很清醒，很舒服有没有试验过？有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个躺下来从头开始，把头的力道就放到枕头，全部头的力道都没有了，头不会动，然后开始肩膀力道放到床铺然后开始整个这个身体手脚全部都放到床铺，你力道全部都放掉了，不会辗转复侧，不会安尼直变。我们睡不着就是变来变去就是头脑在想东想西，所以才睡不着觉。我们这个心理心法蛮好意思的，因为有一个动作是那个关下面大家注意力拢遭压去。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被它拐跑了以后，也在讲什么有听到声音不知道内容，对不对？有没有意思？我们就可以说原来明心见性都是安尼心拢走去无去心无去心都低了，不见了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在意行持知见力，这个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对真理的了解透彻，那个叫知那个见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不是呢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见。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根见，那个是虚内观根境法上虚内观，那个不是我们要追求。我们追求呢就是呢这一些根境都拼除掉了，然后从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本体产生的那个叫做佛知佛见，那一个见那一个知见就是我们要追求，从佛性本体发挥的是从我们那个根源，就像天地白天黑夜春夏秋冬自然而然呈现，我们跟他商量都没有用。各位先生，我们跟天地商量说今天对我来说日子很重要，能不能够把那个白天延长一点，然后把那个黑夜缩短一点，我们跟上天商量
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知见也一样，从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都不能够商量的。是就是从直接本体发挥出来。春夏秋冬，我们跟上天讲说，那个冬天太冷了啦，可不可以缩短一点？可不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我们这个知见力啊，就是这个样子，是佛性出来的不生不灭的，就是佛性出来，不是就不是。那我们呢，就是要去认识的，认识我们的正确的知见，这个万念都放下，念不生，没有念头，那个叫正念。正念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保持这个正念。然后呢，正念我们保持一段时间，那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会产生那个般若妙智慧。那个般若妙智慧就是佛知佛见。我们呢，从佛性本体生发的，不是我们去起心动念的。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从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知见，那个才叫正确的。那假如说我们是根尘相对，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了六识，那个都叫假的，虚幻不实在，那个不要用，用那个会害我们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因为日常用的很习惯，都是根尘相对。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心，所以我们完全在用的时候像男女之间那个适婚年龄，20-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爱来你死我活那个在讲海誓山盟的时候，是假的还是真的？是真的嘞，不是假的。那个时候为生为死都感完，对不对？是真的。可是他的真的真心是建筑在世心上面，是建筑在生灭的上面，它会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知道吗？所以说你看那个广告是某一个明星在真心推荐，他是真心还是假的？他在推荐的时候是真心的，为什么？他要赚钱，他真心要赚钱所以那个推荐的时候，有影伊的设计都是这个为这个住家着想。看一看，他真心的来推荐，可是他的真心是建筑在世心上面，世心是生灭的，所以我们凡尘很多都在用什么？用世心的真心所以男女之间恋爱也是一样爱甲你死我活，结婚以后去外遇，不是真心来外遇。所以那个就为了环境变化，环境变化心就跟着变化。那心会跟着变化，这个心是真还是假？是真还是假？真心会变吗？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呢，就是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是真心那个心就是佛。所以叫即心即佛，所以我们就对即心即佛就可以了解，就是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觉那个就是真心，那个真心就是佛，就是这一个在成佛的，所以我们就见性成佛无疑就是这么笃定，皆可以成，就是够自己见到。那我们要见到不困难，只要你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就见到了，这么久了再没有见到都不行都一定要见到了只要你有空闲的时候，你就去体会，然后把它能够时间能够让它拉长
把那个局限在身上的佛性可以出来，使整个空间呢都变真空，整个空间变妙有，真空妙有都呈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理不理想？很理想我们就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可以做到。那我们都被凡尘事耽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有心思都放在现象，对不对？烦不烦恼？都是烦恼，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相都是假的，烦不烦恼？那个烦恼都是多余的，它会变，都已经变了我们还住在假的相里面的烦恼，所以我们不够聪明笨不笨？还真够笨都会骂自己真够笨。所以我们一研究以后了解真理以后，生活海阔天空这么宽广，都是我真心分别心就减少了，就降低了越来就越舒服了，不会讨厌某某人，讨厌得很厉害，会不会会不会？这个我们在凡尘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行为动作，我们有欣赏的，然后有讨厌的。欣赏的就喜欢想亲近，讨厌的就想远离，有没有？很自然而然，对不对？那我们一进入到真心佛性本体没有这些都没有。所有众生呢，都是我性温之中的众生，都是我佛性里面的，所以没有分别。那佛已经证悟到没有分别，所以成佛。那我们还在分别，所以我们当众生。只要我们把那分别心都去掉了，成就了。这样了解吗？这个我们这个永嘉大师曾大哥还讲了蛮久，都已经2个月了有没有？讲得慢就是要各位听懂要听得懂，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做以后可以自己去发挥自己呢本身就是佛，我们一定也要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发挥出来力量就很大。那假如说自己对自己的佛性那个信不够，发挥出来力道也不够，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那我们呢要赞誉贤才知见力这样了解了吗？那个知见力就是从我们的佛性发挥的不是呢从我们的6根对6尘产生的。佛中生莲终不坏我们呢就是了解说那个莲花呢都是从水生出来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要把那个莲花拿到河里面去摘。咱把莲花摕来火下迄个火堆来煎，互迄个莲花会开花。这样知道意思吗？这个是比喻比喻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活的环境比那个污泥还要来得厉害，就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众生呢，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后我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有办法自己救自己，还救众生，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要有那个很高超的那一种情操，自己的人格很健全，然后呢，也把这一种观念传播到我们亲朋好友，使我们那个周遭的亲朋好友也能够像我们一样虽然环境很不如意，可是呢生活得很快乐
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生活的快乐跟不快乐不在我们财产的多少。很有钱的人不一定快乐没有钱的人也不一定都悲伤很这个悲惨，不会。只要我们心态非常正，那就会在非常快乐的那个情境之中生活。所以那个苦乐没有那个客观的标准，都是主观的认定。各位先生，认定自己是苦还是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进入到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最快乐了，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也没有比这个更富有的最富有我们之前都还有讲那个我们那个七法财，各位都还记得吗？七法财，闻、信、戒、定然后呢，再来呢经济，再来呢舍，再来呢惭愧。有人有咧记记也袂成。还有13分钟给各位发问。各位有问题吗？要问才会进步问的进步才快。这个是谁写的？要不要请负责讲帮我念？请问有讲是42延宾国路，轩辕皇帝拜广成子，轩辕拜72师年纪都是50至60岁上下，只能知道注释法，不知托释法。广成子只有13岁能知托释法，告知轩辕依法修持必能成道。注释法与托释法的分解比较清楚。他是在问我们注释跟出释在凡尘的法跟脱离凡尘的法，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凡尘的这个修持方法，那我们呢一般这个在凡尘呢都有法来修，有法有就是呢执着那个法，然后来修，然后从那个法修都会有成就。所以呢我们凡尘比较着重的都是凡尘这一些实际可以摸得到，可以有成就感这一些啦。那我们在那个出世法来说，这一些都是始于生灭。那生灭的我们不追，因为生灭的毕竟时间很短暂。虽然这个修成的可以有几百岁或是几千岁，可是那个比较晚一点死而已一样会死。那出世法呢，它就是脱离现象，直接呢进入不生不灭那个佛本体。那一种不是在凡尘可以
了解知道修的。所以呢，这个出世法不容易呀，一定呢要有那一种修正者的一个引导。那我们凡人对这个全部都没有法的这个法，就是最高这个法，都有一点疑惑，就是认为说没有了，既然都没有了，怎么修？所以会执着那个有。有法搁浅浅就是有执啦，有固执，有法执。我们了解说修道就去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执，一个呢就是法执。那两个都去掉就成佛了。我们最不容易啊，就是把那个法执去掉，我执呢还比较可以。我们修的时候啊，这个知道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还比较容易去掉。可是这个法就不容易了，法执啊一在，他从这个法去修成，有成就感。那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修到成就以后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只是回到佛性的本体。那佛性本体是原来就有，原本就有，所以我们没有得啦。那凡尘的法就是有得，那既然有得，就有失，得失相对待。那我们一修正到佛性本体回来，只是回到本来，所以没有得。既然没有得，就不会失。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从开始啊，就进入没有法可以修，没有法可以修，这个就叫妙法了。我们说这个就是妙法，又会住相，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就直接讲没有法可以修。所以这个都是最上乘的一个佛法，这样懂意思吗？要说懂还没了还没有透彻。要说不懂嘛，有一点点开裂，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时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啊，就是要去掉我，没有这个身体的我啦。所以这个我，就是充在整个宇宙虚空的真空妙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就是这个。我们已经进入这个身体的有，已经都不在我们的那个脑海里面考虑，没有，所以我相很容易就去掉。然后我们直接进入最上乘的法，没有一个法无法可学，没有法可以学。既然都没有法可以学，就没有法可以执着。我们一个法执着也没有，没有法执。没有执，这样就成就了。所以不见一法，名为如来。不见一法，我们就见到如来了。这样了解吗？已经都没有，没有一法，我就见到如来。有一法就是障碍，就还没有到，还没到家。好，请说。我是想问前面像是委托护法那个前将军是委托护法？哪个将军？广成子委托护法他是我们这个贤姐现在我们那个庄严节已经过去了，庄严节有1000位佛，然后现在进入贤圣贤的贤姐，贤姐到释迦牟尼佛是第4位，到我们弥勒祖师是第5位，然后那个委托那个护法，他就是我们贤姐最后的第1000位的那位佛，他会在贤姐成佛，可是在最后，我们还有得等，还没到，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
他们的那一种视线，视线像说观世音菩萨是圆通古佛，圆通古佛呢，他先来转世啊，当观世音菩萨以女身来修，带领坤道修道，然后再转世就是丹前姑。丹前姑嘛是迄个为圆通古佛观世音菩萨各种转是丹前姑，丹前姑伊即马做自生娘娘，他们一视现在凡尘，他们做的事啊，就是要给凡人去学效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啊一视现以后，他的那一种作为啊，跟他本尊又不一样，那我们后人的纪念啊，都是纪念他有现象时候的那一些功绩，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就不用一直去追说什么人是什么人，什么人是什么人，因为十方之佛同一个法身。还有吗？还有，好。涅盘好，请坐。那个涅盘假如说我们是用那个张卓那个悟道记啊，那个涅盘跟生死是平等。张卓那个悟道记，各位还记得吗？记不记得？那个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光明急照遍河沙，然后还圣寒林啊，共家一念不生啊，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这个易断烦恼从真变，趋向真如啊，亦是邪。随顺誓言无挂碍，生死涅盘本空华。生死跟涅盘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就是生死也是假的，涅盘也是假的，空中的花不真。可是我们把涅盘前面加一个大涅盘，那个就不一样。那个大就是摩诃，摩诃呢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那假如说我们用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来称涅盘，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那个涅盘跟生死啊就不平等了。因为它有大，就是有摩诃啦。所以涅盘本来啊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凡人在用不生不灭跟那个生死的生灭相对，就是苦乐啦。那既然有苦有乐啊，两个相对，两个都不真啊。那个生死跟涅盘既然是相对，那两个也不真。所以大涅盘就超出他们相对，没有相对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还有啊，还有1分钟，再问，好，请说。讲师好，讲师好。好。或许想请问一下我们人呢，可不可以拥抱地球，不感觉到地球？好，请坐。这个观念呢是蛮好。就是我们现在要了解说，我们呢这个都是地球是我们共同都住的地方所在，我们要这个爱护它，拥护它。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好像整个社会都鼓励说要素食，因为素食可以帮助整个地球。因为我们那个吃的那一些肉要很多的那一种这个来这个做主养成，然后消耗很多能源。那我们素食的话就可以减少，就可以爱护地球，拥抱地球。这个是很好的观念就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尽一点心力，能够爱护这个地球。下课。各位讲师、各位禅师、各位青年，大家好。
或许三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姐或许机会学讲。那我们呢这个今天呢这个开始呢先呢教各位呢做功夫啊。我们呢这个开始从第一次讲这个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可能呢，各位都有稍微的试验去做，可是呢，可能都还没有拿捏到呢很恰当的程度啦。那所以或许因为在北部也听到前贤人这个反应他说我们有脑袋瓜，那假如说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太浪费了。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呢，有这个我们有头脑，然后都不让头脑有念头，那这样一生就很白白浪费掉。各位有过这个念头吗？知道这个讲出来它这个含义是什么吗？所以或许听到以后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找到那个病症所在，我们的毛病所在，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想，头脑就是要想东想西这头脑才有用。那我们把万年都放下了，一念都不生了，这个头脑都没有用了，是这样吗？绝对不是的所以我刚好上个礼拜呢有讲根尘那个根跟尘六根六尘，然后呢就华中虚内观所以或许呢对那一季就特别解说了，说我们六根，然后对六尘就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呢都当成心。所以他就讲根尘华中虚内观，就是呢我们在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一种实在的那个景象里面我们用心所以呢这个已经都是离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已经是离开了。那我们凡尘呢，因为没有研究真理不了解没有办法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或许没有，可能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啦，所以做不是很得心应手。那现在呢就特地的跟各位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们留下来的就是了了分明的知觉性。万年都放下了，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他所有的我们能够掌握的，就是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一定要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个不是说头脑没有用，而是让它浪费，不是而是我们已经进入真理世界，让我们的头脑都进入真理的世界。先把这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这个佛性本体先把它认识，先把它启发，然后我们有空闲的时间一定要做，让它时间久一点越来越熟悉。熟悉了以后，我们做耳根圆通。做耳根圆通的时候我们使我们在身上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让它延伸，延伸呢一直到身外，不局限在身上。我们求道的时候先做手闲的功夫，因为我们在凡尘六道轮回太久，
所以妄想非常多。然后我们能够守玄，就把那个所有的妄想能够摒除了。只要我们能够守玄，那个妄想杂念啊，它就消失。那消失了以后，我们了解啊，那个佛性啊，已经可以啊，专一集中精神。因为我们在凡尘啊，那个精神都太分散，叫做神散。那神一分散了我们就会很疲劳。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修道做功夫，就是要使我们的精神集中。那精神一集中回来，就容易啊，使我们的那个心性啊清净。那心性一清净以后，就可以回到本体。所以我们刚求道啊，那个时候做守玄，然后我们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妄想，不会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啊，我们来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已经呢，把那个佛性啊，很清楚的从我们的身上延伸到身外，不局限在身上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一般啊，我们凡人啊，都是把佛性局限在身上。所以呢，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就变成没有路可以走，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那我们修道就不一样，我们修道以后啊，我们已经可以集中精神了。然后呢，我们把佛性延伸，让它呢能够伸展到这个空间，这个空间伸展出来。知道为什么要不讲话？要给各位听我们周遭的声响。听到什么？鸟叫声，对不对？谁听到？了了无名的佛性听到。所以我们已经把那个佛性啊延伸出来，有没有？都在各位后面那个鸟啊。或者这边可以看到它在飞了，各位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了，对，就是呢，那个我们那个闻性啊，听到鸟在叫，就是我们佛性啊，已经从身上延伸到外面了，这个延伸到外面，整个呢，都了了分明，没有，鸟叫声很清楚，对不对？所以那个呢，就是佛性也已经延伸了。那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先了解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了了分明的自觉性，然后呢，一直延伸的到外面整个空间。所以这个空间里面都有佛性在，所以这个空间就叫真空，空中不空空中有佛性在。那我们佛性是实实在在存在，妙有，有没有形象，妙有，真空妙有，这样各位体会了吗？我们的真空妙有的佛性都已经呈现，有没有？很亲切，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我们按部就班不会很深。这个很亲切的，就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有真亲无？真亲对不？就这简单你看听了就是简不简单？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都是佛的。所以咱大家拢是佛，敢不敢当下承担？敢不敢啊？我们都是佛敢不敢承担？因为我们不敢承担的话，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自己不想当佛了。而我们想承担的时候放下自己本身就是佛。那就是佛呢，就是没有这一些妄想，没有。所以我们呢要求自己，就是要成就成佛，那
我们呢就在日常生活里面深深的来体会，我们呢可以都万年都放下，然后一念都不生，使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呈现，这样呢要一段时间，一直培养一段时间，然后我们那个佛性它慢慢的茁壮长大了，就有功能作用。那么这一些功能作用产生第一个来就是第六感特别灵敏。那第六感灵敏了以后，我们呢有什么事佛性会跟我们讲，会通知我们现在有什么事会发生，那个叫第六感的增长。那我们呢就是不要去炫耀，自己去体会，慢慢的越增加我们的深度。那深度越增加，慢慢佛性的无眼不通，功能又呈现，整个都有，所以不用去追求，只要我们把本体你照顾得好，但得本莫愁梦，本就是根本，就是我们要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根本，这个是根本，然后神通都是梦。那个都是功能作用，自然会有。只要我们但得本，莫愁梦。永嘉大师不是这样说吗？有没有？记不记得？忘了啦，忘了也没关系。我们有听过在听到的时候又会回忆得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永嘉大师讲得特别久，就是要了解啦。他的一些那个一个文字，你看根相对，根尘法中须内观。假如说我们不一个字一个字解说，意思出不来。根就是六根，尘就是那个六尘，根净就是六尘，是不是要一个解说？不然不了解那根尘法中。那个根跟尘相对，跟净相对的产生的六事，那个就是法中虚内观，就是从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事，那个都虚，不实在。我们在虚的里面内观拿内然后我们就决定东决定西虚内观，是不是这样？现在对这一句话有没有了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很少，才几句话而已这个台北先生说是在讲当时讲这么少，我说了解重要不然我们讲完了不了解没用所以一定要了解，要会做，在日常生活，我们就先认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呢，已经认识了以后我们把它启发，让它延伸，到整空间，整个空间真空妙有，都是我们的佛性，那个都是法身我们的自己自性的法身，整个都是，就是我们法身。所以奥妙的，我们的生活都不一样，很宽广，不会局限在一个小格局里面，很宽广，生活整个都不同的，所以领悟到真理以后就生活在天堂。那我们没有领悟的话我们很喜欢跟人家计较，领悟了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跟人家计较那个都不需要。不值得去计较，有没有感觉？体会不到，表示我们努力还不够还没有进入真理世界。我们一进入以后真的不喜欢跟人计较因为不值得。在真理世界里面没有这一些思维，没有这一些对待都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我们一定要自己追求，一定要自发心追求要自己立定要成佛要跟六祖一样，为求做佛不
不求一物。各位学贤，一物还求不求？会想说哦，还在完成啊，还是要求啊哦。只是哦，就是啊，已经那个重点所在啊不同了。我们的注意力的重心所在，就是要放在佛性本体。虽然它没有形象，可是啊，切切实实存在。所以我们要放在佛性本体。那适当呢，我们就借假修真，借这个假的身啊，来修真的佛性。不要借真的佛性啊，想用假的身体。我们完成所有行业最好赚钱就是感官的刺激感官的刺激那个最好赚钱。所以那个我们都放下，那个都假的，那个都造罪。都不要它。我们呢，照顾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呢，就是心性。我们要明心见性，使我们呢，整个心性都很光明，恢复到本来。这样就正确。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培养。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强烈的要求自己观点放下。虽然比较有为，可是呢，我们做久了，它就无为。开始要强烈告诉自己观点放下，观点放下。一直这样告诉自己，然后久了以后呢，它自然我们只要一静下来，观点就放下。观点一放下，佛性就出来。佛性一出来，我们应对事情事来则应事去则进，完全都没有业。这样了解吗？因为或者呢，在北部都鼓励不了解马上问。这边我们是有定都剩下15分钟的时候再问。可是或者感觉各位都不好意思问。要培养有疑必问。有疑就问。这样才会真正的进步。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上个礼拜讲的。讲到这个咏诗贯众不无声，对不对？是不是讲到这边？那个咏诗是一位比丘的名字啦，他换了那个四重记，就是舍正法、舍菩提心、亲力正法。跟恼爱众生，那个换了这个四重记，有没有找到？讲到那边有没有找到？有所以这边就讲那个咏诗换众，就是换了这个戒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个小乘这个修持方法里面那个杀盗淫妄。就是四重记，就是犯的罪很重。那么在大乘来讲他不以这个来说，因为大乘呢，他对那个杀盗淫妄都可以去除了，那个都是已经很容易都去除了。然后重点就是在于舍正法，把那个正法舍掉，这个犯呢就很严重的这个戒律，犯了很重的戒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舍菩提心，我们把自己的菩提心舍掉，那个犯的也很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呢谦命圣法，谦呢就是谦安，是先期怕你的事业感，还有个谦。各位了解说先期怕你的事业感的意思吗？知不知道？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那个叫做谦。谦吝就是吝啬，吝啬就是讲看薄，家己会晓拢唔教，谦命圣法，圣法呢就是殊胜的佛法，就是家己知影拢唔敢讲。家己点咧修安尼啦，安尼叫做谦吝圣法。
所以有没有啊？有没有亲近圣法？有没有把这边听到的回去告诉亲朋好友？有没有？所以在这边听到的这个最上乘佛法可以成佛方法，一定也要告诉亲朋好友，才不会牵令圣法。然后第4个就是恼害众生，就是呢对众生这个讨厌，然后要害他，所以这个呢都是犯了很重的戒律。所以我们了解说在修持的过程我们就是不要有这一些舍正法，正确的法我们把它舍掉，然后去走那一些不正确的那一些方法，然后舍菩提心，把那个觉悟的心把它舍掉，又是走路那个外道，知道有殊胜的佛法不告诉人家，然后呢对众生呢做出一些危害的事，这个都是犯了很重的戒律。在修上乘来讲，这个是最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呢，勇士这个比丘，他就是犯了这个4重戒，所以他自己了解以后，他就忏悔。忏悔呢，就是到街上一直说有哪一个要接受我的忏悔，这样，那个都是很勇气很大，才可以做得到。然后呢，遇到有一个那个三知识我跟他讲说呢，罪性了不可得。这个罪性各位先生，那个罪它有没有独立的个性？罪独不独立？意思呢就是讲，这个罪可不可以拿来给人？可不可以？我们把一个罪说这个罪给你这个罪给你，会当安尼呢？不会对不对？不会。那罪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呢，这个事情到来了，然后我们来应对。应对的时候有私心、偏心，然后呢，对自己好，对别人不好，那个罪形成了，产生了。所以这个罪性，罪没有固定的佛性罪没有固定的，所以这个罪的产生都是我们心里面出来，心里面应对以后才产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罪性了不可得。所以我们假如说有犯了过错，我们从心里面这个忏悔。罪呢从心起将心忏，罪都是从心起来的。那我们从心的根源能够忏悔，说我不能造罪，这个很重要，了解意思吗？我们所有的罪是不是都从心里面起来？所以罪从心起，然后我们将心忏。心若空时我们心已经到真空，心已经到达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就叫真空，懂意思吗？我们刚才不是才讲真空妙有吗？所以我们万缘能放下，一念不生就是到真空妙有的状态。我们心若空时，罪亦往。我们心一空了以后这个罪就消失了，没有罪所以我们要了解罪性不可得，得不到罪性的，因为我们心已经在真空妙有的佛性本体里面没有罪，什么都没有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心空罪亡两俱忘。心空跟罪亡这两个全部都忘掉，是得名为真忏悔。这个就真正的忏悔，都已经恢复光明。所以这边就讲永知幻众，悟无生，领悟无生。
物无生，领悟啊，无生。各位了解意思吗？我们呐、那个真空妙有的佛性啊，它没有生，也没有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聚不散。那个呢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无生，领悟啊，无生。各位领悟了没有啊？这个最高品质。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呢万念一放下了，一念不生呢，那个就已经呢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要领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叫悟无生，领悟无生。既然无生呢，它就没有灭，无生无灭，是不是已经到本来了？对不对？所以已经呢就回到我们本来了。所以呢，那个永失啊，幻众悟无生，已经领悟啊无生。领悟无生呢，各位先生，或者在讲说呢，我们没有把佛性呢，扩展到身外的时候啊，一口气不来啊，就没有路可以走。那我们已经把佛性都延伸到体外，在虚空之间，真空妙有。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一口气不来，我们整个佛性就在整个虚空之间，所有都是我们佛性的道路啊。每一条道路都很好走，都像高速公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修持的时候啊，就是要赶快盖高速公路，让佛性呢能够延伸，会吗？各位会不会盖？不会盖啊，很容易的那个观想娘在告诉我们了，加单单已经我们的道路已经盖到那个小鸟化身的地方，可以走到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这个万念都放下了，一念不生了，又静悄悄的时候啊，整个稳性啊，冲散整个虚空。有声音的时候啊，是显现佛性；没有声音的时候啊，一样佛性有灭。这个时候呢，虚空之间呢，真空妙有，那个叫无生，悟无生，领悟啊无生。这样各位领悟无生了没有？还没有啊，很困难吗？不是很容易啊。所以生有生灭，佛性没有。我们那个名称啊，就讲得很好，众生，众缘机际啊，而现的生相，众生，那佛性本体本不生，不生就不灭，不生不灭，会生会灭啊，这个众缘这个才有生灭，缘际则生啊，一散就灭，所以这个生灭都是假的啦。那我们众生都把它当成真的。所以就贪生怕死。那我们一领悟到无生，佛性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就不会贪生，也不会怕死。因为我们佛性没有生，所以贪生呢，生没有用。怕死，佛性不会死，也不用害怕。不生不死。所以我们一领悟了无生了，就进入真理世界。领悟了没？还没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永失呢那个幻众悟无生这个早时成佛已经在，已经成佛了，因为他领悟无生，领悟无生以后就可以成佛回归到本位了。我们每一位都是佛，
每一位啊都可以回到我们佛的本位。那因为勇师现在他没有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到别的佛世界去度所以我们了解说，一成佛了以后啊，看我们愿意到哪个佛世界都可以去，自由自在那个千百亿化身。狮子佛无畏收那个狮子佛就是呢狮子百兽啊，他一佛教以后所有百兽都降服了所以呢这个就讲说我们这个阐扬真理就要像这个狮子一样要呢这个把它宣扬狮子佛，然后无畏，没有畏惧就是呢不会顾忌到呢这个讲真理了以后很多呢会顾忌到他的生活状态，所以有一些敢讲不敢讲那个叫有畏。那无畏说呢，就什么都不会害怕只要是按照真理的，符合真理的他都不会害怕所以呢那个狮子吼无畏说就是呢这佛一讲讲这个讲经说法那个好像狮子佛一样都不会有畏惧的。那我们呢领悟了真理以后希望说呢把它发扬像狮子一样把它呢佛教，然后呢让所有呢苦海的众生都能够得到真理这个狮子佛呢无畏说身皆懵懂顽皮态这个深深的那个皆就是感叹懵懂，懵懂呢就是懵懵懂懂各位先生，懵懂的谈话怎么说？我们导师说得很流利那懵懂什么意思？莽撞，对不对？莽莽撞撞懵懂。那为什么会这个永嘉大师会讲说深深的很感叹大家都懵懂，知道在说谁吗？在说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呢大家都懵懂，都是莽莽撞撞。莽撞就是讲无了解真理横冲直撞在咧做代志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是很一针见血的说法，凡此呢都是这个样子莽莽撞撞呢不知道呢这个自己在忙些什么不了解，可是呢很努力的在做莽撞。那么顽皮踏这个像不像众生都像不像顽皮踏？这个我们都会说小孩子很顽皮可是呢大人顽不顽皮？可以说这个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小孩子呢那个顽皮呢是有他的天性在还是从佛性发挥，看起来很可爱。可是我们大人一顽皮起来就不可爱了，那个都是造罪让人呢去受苦所以那个永嘉大师呢才讲说我们这个凡人呢都是懵懂，然后呢顽皮大那个踏呢就是皮很厚的那一种制品这个深解就是深深的感叹。只知呢万众这个大菩提这个凡人呢都只知道犯一些罪过很重，然后会障碍这个菩提。这个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啦，说我们呢有犯了戒律犯得很重的话呢，就会障碍这个菩提是一般正确的一个教导方法是这样跟所有的修持人讲那么不知
这个不见如来啊，这个开秘诀，就是呢没有领悟啊，那个如来，就是呢已经成佛的这个呢他有这个开秘诀，就是呢我们可以恢复到本来的那个方法，有秘密的那个诀窍，这个佛有打开，所以不见，这个正确修持方法的啦，他呢不知道呢有这个奥妙的一个修持方法，就是呢这个顿教法门，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永嘉大师呢把它讲出来，说呢这个凡人的正确修持方法，犯了戒律呢自己就在那一种很难过的那一种心情之下，然后障碍了自己追求那个菩提的那个勇气会丧失掉，所以呢这个永嘉大师呢就讲说如来呢他有开秘诀，那我们呢要见到，这边呢是不见了如来开秘诀，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一个很殊胜的那个方法，可以呢让我们从凡夫地可以到达佛地，只要我们了解，我们可以摒除所有的两边对待，一方面呢就是犯了这个罪过，一方面呢就行了很多功德，那这两个方面就是相对。那相对里面呢，我们要了解，有犯了罪过自己会苛责，然后有行了功德自己会这个炫耀，自己会骄傲。那这个两个变成极端了，你很这个骄傲呢不对，然后一直苛责也不对，了解意思吗？我们呢就没有走入中道了，当然我们犯了这个过错呢，要自己反省，要了解说怎么会犯，原因是什么，自己要了解，然后呢我们有帮助人，有行了功德，自己也要知道，那毕竟呢都是很少很小的那个方面而已帮助人跟众生结缘，一方面了自己的那个业障，那个都不算，真正的要功德都是在性分里面，在我们佛性的本体，要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才叫功，然后要了解真理，都是平等，四法平等，就呢我们佛性本体都是平等，不管呢是这个社会地位有钱没钱都是平等，人与人平等，物与物平等，人与物平等，全部呢都是平等，平等才是德，所以我们要领悟平等，那德才有，那有功德了，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呢，从真理世界来讲，一进入到佛性本体才有办法利益众生，才能够无量无边利益众生，才成了功德。所以我们凡尘做了很多的好事那个都不见得是很大的，纵然很努力去做，也是有限的，那个所帮助的人也不多。那我们从性分发挥出来，那个就很广泛很大，所以我们要从根源来追求，这个呢这个开秘诀如来已经开秘诀，让我们可以直接回到我们的本来，每一个都是佛。有二比丘幻饮沙，有两个这个比丘幻那个饮，一个幻饮一个幻沙，这个过程呢就是有这个两个那个比丘这个修道，然后呢自己到这个山上去修，
然后呢，在那一个居住的环境有一个妇人，她对其中有一个比丘非常仰慕，那有一天呢，另外那一个比丘出门了以后那一个妇人就去找另外比较喜欢的那一个比丘，他在就跟他挑逗就跟他发生关系。那这个时候那个外出的比丘回来一看到他的这个同伴竟然这个样子那个妇人看到这个比丘回来，他就赶快逃跑。这个回来这个就追，一直追然后这一个妇人就摔到那个山底下摔死了算杀然后那个跟他发生关系换赢所以一个换赢，一个换杀，所以有2比丘换赢杀，就是这个过程然后那个波里荧光深最绝那个优波里呢，就是这个10大弟子里面那个戒律第一的，他对守戒律守得最好。那释迦牟尼佛呢就要他来掌管这个戒律就是呢来看看哪一个犯了戒要他来管。他们这个优波里的出身呢，就是也是很低贱他呢在这个礼华他在礼华的时候那个心竟然可以进入市场就是很容易进入那个定，修持功夫很好戒律守得很周全那么这边呢，那个永嘉大师就讲说呢，这个波里荧光就是萤火虫的光萤火虫的光是不是只有一点点？无法度照啊足清楚啦。所以永嘉大师就是讲，说你用正确的那一些那个法律来管事人民的话，那个就叫荧光然后增罪者，他们心里面都已经难过的害死人自己呢做的不正确害死人心里面已经很难过，所以又增加那个罪心里面一直懊恼，然后一直不满自己所以增加业不理想的状态然后呢底下呢就讲那个维摩大士顿词语那个维摩诘这个维摩诘他是东方那个五功佛里面的一个入密菩萨到娑婆世界来度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跟释迦牟尼佛这个筹场，一个成佛，一个呢在家两个都要度化众生所以那个维摩诘他就不管什么地方是赌馆酒楼那个云旅社他都去，什么地方都没有这个阻碍他都可以劝化众生，利益众生。所以这个维摩诘他就是呢一发挥出来就是最上等的不像你犯了罪就是要处罚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呢他就跟这个2个比丘讲说在你们的心中你们就是要这个修道，那修道遇到社会凡尘的现象，你们在现象之中自己没有坚持，就是心里面还有那个尘垢心里面没有很坚持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才会犯了错所以跟他讲说这个是要重新去做，你心里面诚心的忏悔了，这个罪它消失了不会说它永远在你假如说把这个罪都放在心上，那你自己障碍自己，没有利益众生对你也没有利益所以那个维摩大师跟这个2个比丘讲就辞掉
他们心中的疑惑，就了解说，原来罪性了不可得，是从我们的心产生的。各位先贤，罪是不是从心产生？我们要想帮助人跟想害人是不是都从心产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想帮助人，那个都算功了；我们想害人，那个都是罪呀。所以罪跟功都是从心产生。那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心那个是最重要。这样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个心理心法就是要彻底的明心，心要明，然后要见性。各位心明了没有啊？又不敢讲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这个凡尘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心不要用，那个心都叫识心我们认识的心它都是生灭的，所以我们凡尘在讲心那个都是这个根尘相对的心。那我们有听到说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就是这个根尘相对的心都不要了，没有了，全部都光了，全部都没有没有心。那没有心的时候真心才出来。那真心出来，这个心这个心就是佛，所以即心即佛，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讲说即心即佛，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那个心那个都生灭的，那个不是佛那个是众生。我们把那个凡尘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全部都没有的心了，我已经无心了那无心以后真心才呈现真心一呈现，它没有对立，没有对白没有善恶，它是一个绝对体的，所以这个叫即心即佛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佛了，只要我们肯把那个凡尘根尘相对那一些去掉已经就是了。肯不肯去掉在认识上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原来我们根尘相对日常生活里面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都一直在变化，不要用这个心用这个心的话我们会造业。然后我们这个心能够放下的，放下以后我们就用直心。直心在生活之中就是遇到事情第一个呈现的，那就是佛性出来，直心叫做事来则应，事去则见那个直心我们用直心就是不会考虑到自己好不好那考虑到自己好不好，那个叫转念。一转念以后就进入世心进入世心就是生灭然后世心以后我就有喜欢，就有讨厌。那喜欢就取，讨厌就舍，就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业经形成，果报就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会接受凡尘的这一些苦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因为不知道真理才造业那我们知道以后业都不造，因为没取舍，没有取舍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就跟天地一样，白天黑夜春夏秋冬自然而然运转。各位先生，天地有没有业？天地有没有业？天地会不会造业？不会的因为它都按照自然的运转。那我们看到有天灾地变，那个是我们的众生业因形成才有天灾地变。本来天都是正常的运转为什么有狂风暴雨？为什么有台风为什么有地震？那个都是我们众生的心引起的我们众生的心变化很大，所以现在的天气变化也很大众生的心变化很快，现在的天气变化也很快。所以我们老一辈的这个
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说以往啊，天不会这样，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天地拢无照教子，老人拢无照规矩，老人无照道理啊，囡仔拢无照规矩，都是这样一直形成我天气的变化很大。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天灾地变是我们人的心引起的。各位都不会去想象说天气的变化跟我的心有关的有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些就会觉得说，天变那变跟我那有关系。可是我们仔细去观察，一定有关系的。所以各位看，假如说到达一个节日。就是要拜拜大拜拜时候不是要杀很多畜生本来那个遇到天气都是天气很好，可是你真正到达那个一直在杀生的时候愁云惨雾的马上就形成了愁云惨雾因为父亲以前从小孩子开始就打坐在后天庙那个瑶池金母慈惠堂服务有17年，很长的时间呢。在那个后天庙在做当地所以就了解到说，每一次到那个杀生的时候愁云惨雾的，一定是这样。不管他遇到说怎么样的天一定会愁云惨雾了。再怎么说一定好天气一定会变。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天地它不会做事它只有使万物生生不息说生是天地的大德，那我们杀生就是违反天地天心都没有去照顾所以杀生最残忍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护死，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而且这个一命要还一命的，没有说一个人很喜欢说我给你杀给你吃，绝对没有啦，一定气得咬牙切齿。好，你一定要记得，我要讨回来。所以每次我们自己养的那个家禽自己养的鸡鹅鸭，要去杀的时候，不是要去称看看多重吗？要不要？自己杀的为什么还要再称呢？不是不用好奇那个就是跟他讲，我在吃你的时候吃几斤几两，以后你在讨的时候不能讨过头了。那个就是明明白白就是我吃你几斤几两，以后你要回去几斤几两。这个讨我还要再讨回来，就是这样，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呢就不跟这个众生结恶缘，因为他做了不好，才会转世当畜生。所以畜生你看我们人不是有3人嘛生觉灵，那个畜生他的灵已经被掩盖，生觉有了，灵就没有。那狗因为它那个灵盖一半，所以狗还很灵，灵不灵？有的狗很有灵性可是没有人这么灵了有一半的灵，说它盖一半。那我们人有一些人他也不是很灵，对不对？有没有全部很灵？有的嘛是都很笨笨不笨？那个灵盖差不多虽然没有到一半，大概也1/3有了，已经盖了。有时候我看到那个很笨的知道该怎么样去追求，不追求都追求那个不应该的，那个算不算了？他的灵已经盖了1/3，有没有？都已经盖了1/3该咱家己爱去认真的拢唔认真迄无应该咱管的，咱拢管较高。那个大概都是50出世。
我们7片，第七个那个7片，就是下昼时11点甲下晡1点出去。伊家己的代志拢藏的莫管无要紧。迄别人的代志若无去管有足艰苦的。所以啊假如说你那个时间出生的你就要深深的回光返照，我有没有这样迄个家己的代志拢迄藏的无要紧，迄别人的代志无管足艰苦。那就是跟他的出生的时间有关系呀。迄7片内底第7个好一切杂事，很有意思啦所以我们要深自警惕。假如说是那个时间出生的，我一定不要落入那个旧巢里面一定不要去管别人的事，管我自己的生死大事就好。这样了解吗？那假如说暗时11点到1点出世爱食，很喜欢吃所以咱迄个时间出世对食就较注意，够养生就好了，不要再吃了。或许都是12点半，刚好那个时间所以对吃的会比较注重。哎呀，真的拢无要紧。有那倾向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不要被我们那个气数绑住了。这个是做参考。所以这边维摩大师能够顿除以告诉我们所有的罪福都是从心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心使自己的心真正的到达真空妙有到达就是即心即佛。所以心理心法最讲究的明心见性能够心明因果不昧，能够见性成佛无疑。心明了因果不会迷昧不是没有因果，而是在种因的时候已经就非常清醒。所以呢我们就讲菩萨呢为因为记原因凡夫呢为果为记果报，对不对？凡夫在做的时候都不管好坏一直做，怕接受不好的果报。那菩萨呢他开始做的时候很畏惧原因，只要我不种因，果报就没有；我种因，果报就来。所以畏惧原因各位先生，我们要畏惧原因还是畏惧果报？原因重要所以因一定不要去种不好的因。我们呢都是种非常好的因，可是呢不要记在心上那个叫殊胜的因缘很殊胜。我们种了善因都把它抛开做呢都不记在心上，不接受福报让它进入我们现问之中的德生值德本，我们大德的根本都有了所以值得维摩大师这个呢顿持语犹如鹤入萧霜雪，就好像那个太阳一出来以后，阳光一照可以把那个霜雪融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发挥我们那个佛性的光明光明一照，黑暗都消失全部都不见了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发挥我们本性从本性发挥出来，不思议这个解脱力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或许就讲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不可思议。以前不是说嘛我们不要找有，然后也不要找空，不要找亦有亦空，也不要找非有非空
那请问各位学姐，是有还是没有？就是不思议了不可思议啊，已经很落入没有办法用头脑来想，用嘴巴来讲，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所以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它非常的多的功能作用妙用无边我们讲都讲不完所以我们只要启发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我们这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达成。有不思议就有那个解脱力那个解脱解脱这个苦海。那么妙用恒沙也无极妙用，我们从佛性发挥出来的妙用，就好像恒河的沙，一粒沙一个作用所以也无极用到它没有极点可以一直无量无边的给我们用所以那个妙用恒沙也无极。那么世事这个供养感除劳，这个世事就是衣服饮食汤药跟卧具那个世事就是用这4种来供养供养这个善知识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最上圣佛法让我们能够走入那个无生不生不灭的那个真理世界。所以可以用世事来供养。那么感慈劳就是再怎么辛苦都会去承担承受就是讲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听到要知道很不容易所以能够这个我们能够听到也要把它发挥就是告诉亲朋好友有这么殊胜的法门，一定要修持可以让我们成佛的。那么万两黄金易销的，就是要使用万两的黄金也可以这个就是在说它的那个价值无量无边能够使我们成就成佛的那一种价值无量无边所以这个万两的黄金也可以销得。那么浑身碎骨不知愁就是这个浑身碎骨了，还没有办法来报答那个佛告诉我们这一种最深的这个法门，一记了然超百亿。这个一记了然，就是有一句话让我们能够透彻明理知道了所以这个一记的了然超过100亿。各位学姐，我们讲过这个永嘉大师证道歌，哪一句话最能代表一记了然？或许有讲过，可能各位听的时候不很在意，就是那个不离当处常湛然，不离当处。各位前当处是哪里？对，就是那个十四古今不离当面，那个当面就是当处。所以离当处常湛然就是这一句话可以超百亿这一句话可以了然就透彻的让我们回到本位这个十四古今不离当面，各位都还有印象就是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3世各有3世就9世了，然后再加我们现前的一念，就10世。那么10世的古今不离开当下这一念
就是1万年前跟1万年后跟现在都同一个时间，叫做实际的履地呀。这个实际的履地呀，就是当下我们这一面。所以这个叫不离当处常湛然，就是当下我们这个观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一个了了分明的觉知啊，那个叫当处。不离当处常湛然，湛然常寂，感而遂通。那个就在讲我们那个佛性的原始状态，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回到呢，那个佛性的那个本来，就是每一位都是佛，都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一句了然了，超百亿，不能用凡尘的这一些呀，那个价值来比喻的，因为凡尘这一些呢，都虚幻不实在的。那我们修正了以后啊，那个是实实在在，可以千百亿法身。那个呢才最重要，所以一句的了然超百亿。法中王，最高圣，这个法中王，法王，各位请想，法王是什么？法王是什么？法王子是什么？不是都有说过吗？忘了，法王子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法王在法能够自由自在，那个就是佛。法王就是佛。那法王子啊，就是菩萨。要承担承继呀，那个佛的家业。所以法王子啊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法中王，法中王就是佛，最高圣，他是已经呢是最高，最殊胜，恒沙如来同共振，所以我们了解每一个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法中王就是佛最高圣，已经最高最殊胜。我们呢，恒沙如来同共振，所有的一粒沙呢，就是一位佛。那么恒沙的如来，恒沙的如来相同，都证悟这个法中王，法中诸王。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法中诸王，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呢，就是佛。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都可以证悟同共振。那么我今竭持如意之，这个永嘉师呢说，现在他已经呢了解领悟了这个如意珠。各位先贤，如意珠是什么？对，这个导师成熟了，真心佛性。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如意珠，很如意的宝珠，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永嘉大师在讲，我今呢接触如意之，已经呢没有那个三心四相，信受之者皆相应，能够呢这个相信，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很重要。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我们相信自己的佛性发出来就有力道，那个力道就很强，所以我们呢要相信，然后要接受，接受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接不接受啊？我们平常都是接受那6成比较多了，接受我们的佛性本体比较少，而且都不注重它，注重凡尘的有形有相的物质，
不注重呢，我们没有形象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受力道都不够。那我们一接受凡尘的假象，就造了很多业，就要受苦。这个导致我们都很愿意，接受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可以证悟成佛，千百亿化身呢，我们都不想，想不想啊？就是要努力的想，一定要达到千百亿化身，那个才是值得追求啦。凡尘现象呢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能够信受，信受之者皆相应。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佛性，能够领悟，能够接受，这样的话呢，一定能相应，跟真理相应，都可以成就。了了见，无一物，这个在文字来讲，了了见无一物，就已经呢都能够呢透彻的知道，都已经见到佛性了。可是无一物竟然都没有一个东西，没有。看起来这个了了见，了了见是见到什么？对，就是见到佛性本体了，了见，已经透彻的知道了，没有那个虚幻不实在的，已经见到实相的，所以才叫了了见。然后呢，无一物，没有一个东西呀。假如说有形象存在它就有生灭，这样了解吗？因为佛性没有形象，所以没有生灭。有形象就有生灭，有生灭它就不长，时间呢不会很长。就像最坚固的这个房子它只有100年而已100年，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讲是一刹那，很短的时间我们佛性呢亿万年。就是56亿万年以后弥勒祖师下生我们都还在，佛性没有消失56亿万年，久不久？非常久，对不对？以时间现象来说非常久。那以佛性来讲，它呢就在当下，当下呢就是亿万年。同时都在，所以我们就是要进入真理世界，可思议这个呢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也没有人也没有佛，所以在佛性本体之中呢，没有人没有佛，那个长沙和尚有讲说呢。满眼本非色，满耳本非身，文殊常触目，观音在耳根，会三言一体，达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各位都还记得吗？这个就讲这个呢满眼本非色。就是我眼睛看到的不是形象，然后满耳本非声，耳朵听到的也不是声音，文殊常触目，就是呢文殊菩萨智慧第一我们呢眼睛这时时刻刻接触我们的眼睛，目就是眼睛文殊常触目，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眼睛变成文殊，不是眼睛的本身眼睛的本身我们看形象都是用那个四心生灭心那我们不要用，我们用文殊我们文殊呢当道当家所看的呢整个这个都是真空妙有。文殊所看的就是真空妙有，
那我们还原所看的哦，就是形象。那形象是因缘际会才产生的，它当下都是假的，是空的。文师看呢，都是空，真空哦。妙有就是佛性本体，真空妙有。所以文师一看，都是看到佛性。我们凡人一看，都看到形象，都是假象。哦，然后呢，观音啊，赛耳根，就是我们耳朵所听到的，都是观世音。观呢，哦，世间的音声，我们寻声救苦，所以整个都是我们哦真空妙有佛性的作用，可以寻声救。了解意思吗？会山啊，言于体，我们体会啊，这个三身啊，哦，有法身，然后有报身，然后有化身。法身呢，就是我们讲哦，这个已经充在整个哦虚空，然后妙有真空妙有，这个就叫法身。然后呢，报身果报的身，就是我们这个形象果报的身。然后化身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一件事啊，有一个行为哦。做善事有一个善的行为，恶事有恶的行为，不善不恶有不善不恶行为。哦，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化身，所以会三言一体，我们体会啊，这个三个法身、报身、化身，原来就是一体，都是同一个神，同一个哦。咱是身躯内底有法身，然后有报身，然后有化身，安尼知影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上就具备有三身啊，法身就是佛性，然后报身啊，就是我们的妙智慧，然后化身呢，就是我们行为，我们有佛性，然后呢有妙智慧，然后有行为，这个呢就是三身，会三言一体，体会啊，这个三身本来就是一体，这样了解的吗？然后达事啊，本同真，我们通达那个事，就是四字，我们把八事转成四字，就是那个5867口音转，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我们开始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就先说了，有没有？那个五是什么？对，眼耳鼻舌身叫做五，然后八呢，阿赖耶识就是八，六呢，意识，七呢，末那识，所以5867呀，果因转，五跟八是果，6、7是因，那我们要从因转，因转了以后果才会转，这个或者说比喻啊，我们因地啊，我们在这边叫做因，然后我们想到台南车站买一张票，那个到那边叫果，我们现在在因地的时候要买车票，买得到吗？买不到，所以那个果转不动了，我们要从因转，我们从这边出发，然后到车站去就可以买到了，对不对？所以从因转，因转了以后到果地，果地以后果就转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从第六的那个六叫意识，那我们意识不要用，我们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啊，因为我们了解意识，我们会落入自己的情绪里面。妙观察智啊，就已经关照这个凡尘的事项，所以六祖就讲妙观察智啊，见非功，见到非有为功用，见非功就是见到我们无为的佛性本体。所以从第六的意识啊，我们不要用意识，我们用妙观察智，就见到佛性本体了。见到佛性本体以后，
第六意识转成那个已经呢转成妙观察智，然后呢再来转第七呢，我们就是了解是我们的意根，然后我们把它转成那个平等性质，因为呢我们最不容易呢就是平等，就是没有分别心，可是我们在凡尘分别心都很浓厚，一见到呢马上分别，所以障碍我们呢最大就是分别心，所以佛证悟呢就是没有分别心，他已经平等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他已经证悟是法平等，所以成佛。那我们分别心那么强，没有办法平等，所以我们要转，把摩那识转成平等性质。那我们有平等性质心无病。六祖讲平等性质心无病，心没有病了，就可以回到我们佛的本位。我们第六、第七转好了以后，我们再来转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用妙观察智跟平等性质来指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要眼耳鼻舌身来听我们那个妙观察智跟平等性质的指挥，叫做成手咒智。完成我的命令去做成手咒，成手咒智同圆镜，跟圆满的镜子一样，进来然后折现，进气不流，所以那个已经呢果可以转了。然后呢第这个五眼耳鼻舌身这个五可以转了以后，到最后的第八阿那耶识就转成大圆镜智，所以那个前面的成手咒智同圆镜，然后呢那个阿那耶识就已经呢转成大圆镜智，大圆镜智的时候就已经性清净，那个佛性就清净了，所以这个达四本同真，我们到达这个四个智慧，要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手咒智、大圆镜智，这个四个达四本同真，全部呢都是真，这样了解意思吗？都是从佛性发挥啦，我们呢要从八识返回佛性本体的时候也就是利用八识然后来修持。要修呢就是这样，从第六个入手，第六个已经可以得心应手，我们从第七，六七已经转完以后，在前面眼耳鼻舌身，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眼耳鼻舌身的那个作用，它都是发号施令，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我们眼耳鼻舌身在完成打滚。他已经养成了很大的那一种前臂，因为我们就放前臂给他，造了无量的罪，所以佛性才要受苦。那我们现在已经修持把前臂收回来，要佛性来指挥。那佛性来指挥我们的自听言动全部复合真。就不用六道人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先生哪个最强？大概就是眼睛吧。眼睛看到他会看不可还是耳朵，还是鼻子？他会很胖的大概是鼻子。鼻子一闻到气味，非吃不可，一定要吃，然后吃得很胖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我们在生活之中是哪一根最强？我要降服，要降服它，就用这一种修持方式。所以六祖才讲，若以转次不留情，要转次的时候。不要留情，一留情
那个既得利益哦，他不肯放生，这样我们就修不过来了。因哦转世不留情哦，这个呢凡心啊用求挪决定哦，一转过来以后啊，不管在什么样的热闹景象，我们都在大定之中。那个龙起就龙啊，龙定，天上那个龙龙的那个定啊，它可以兴风化雨，那个定啊很大，所以凡心用求挪决定，我们就是要自己呀，努力修持，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那个长沙和尚又讲达事啊本同真，你到达这4个智慧，全部都是真，都是在佛界之中，所以就讲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一回到我们堂堂法界性，就是整个回到那个法身本体了，整个都法身都是佛性本体，所以堂堂法界性呈现无佛亦无人，没有佛也没有人，没有对待，没有分别，成就了。各位先生成就了没？最起码我们听这边都成就了修持还没啦这个听都已经成就了所以边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了了见无一物啊这个亦无人啊亦无佛没有人没有佛，全部呢都已经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里面已经回到本位了。那么大千沙界海中窝这个大千世界这个就讲这个大千世界我们有讲说3000个大千世界海中窝这个凡尘一粒沙就是一个世界非常广泛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有地球地球呢是宇宙之中非常小的一个行星我们看那个大宇宙我们地球怎么这么小在这个5大行星里面一个太阳系还是一个角落而已它非常广泛所以这个大千世界这么大的世界是海中窝了海中就是我们这个海就是现分我们现分非常大，大千世界非常小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现非常广泛所以呢这个讲就是比喻那个有形的那个世界有形的世界都很小，我们无形的那个现的世界才很宽广所以3000这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都是海中的窝呢就是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叫做窝。各位有看过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吗？有没有？那个海浪它会引起泡泡，它很快就消失了，对不对？所以它这个意思也是讲说我们那个有形有相的世界就好像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很快就破灭了，很快就消失了。所以才有山海沧源，有没有？那个都会变化的啦。以前是海，后来变田；以前是田，后来变海，都是会变化。所以凡尘事都不要计较，都是假的，真的就是佛性。佛性本体无量宽广，就是要进入佛性本体。都有概念了没有啊？你看我们这边进步的多快，台北的道心都很称赞，说我们最快要1年多才听得懂，我们这边都听半年都还没有，中间还休息1个月，他都懂了，很称赞，很快各位先生快不快？不好意思说只要我们用心一定很快就了解，不会说听不懂了，
跟我们开始的时候都听不懂，还要上多久啊？不是那样吗？有没有？听不懂会觉得时间很难挨很难挨得过去啊。现在会不会？不会了对呀，我们有心追求，又被我们摸到那个门路了，会很高兴啊。这个或许那个时候啊，一直追心理心法，或许都讲前后竟然有30年的时间啊，真的够笨的各位都不用半年就可以懂，或许还摸了30年，30年真的是不多不少30年。这个在后天庙有17年，在道场有13年，加起来30年，30年才了解说原来心理心法就是这样那叫简单。所以那个时候啊，就一定要收，不然我这30年都白费了，无菜领悟以后啊，就死掉，不是讲都在棺材内底。对不对？那就可惜了。这个真的是很难，不懂就是不懂。心理心法不能够骗人你只要一开口，你知不知道听的人有领悟的人，他马上听出来。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有一些浅显或许这个苦口婆心一直说一直说一拍水了我知呀但是我听说你还不知道你现在跟我讲知呀，我要搁讲啥就没话说。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心理心法，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办法骗人。所以各位只要努力以后你也可以人家一讲话，你就知道他修到什么程度，就会知道伊真有根气讲的拢接近佛性，一听就会了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假不来的所以要努力各位也很赞叹或许都30年，你们才几个月，30个月还没到很快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已经到达呢无佛无人到达呢那个整个那个大千世界都是海中的那个海泡一切圣贤如电佛所有的这个圣贤就好像那个闪电那个打雷那个闪电一闪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能够呈现的都不很多了，就好像个闪电一刹那就过了没了很快呢一切这个圣贤如电佛假使天轮等上学在这个能够成就圣贤的时候，能够明心见性的时候假使有那个铁轮在我们顶上盘旋，是呢要来陷害要来这个修持要把这一个修理掉就是这个修道人要把它消灭掉那个铁轮在顶上盘旋定慧严明终不失。那因为这个修持的他已经到定慧严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有办法那个定跟慧整个都呈现。那整个定慧一呈现以后这个对所有的现象你要怎么处理你就有那个般若妙智慧，他都不会去害怕说形象会危害到我的生命，不会。为什么？因为形象都虚幻不实在，而且只要你修持到那一种
那个定慧言语的程度啊，那怎么样来破除这一些那个现象的障碍，那个都是小事，这样的意思嘛？就是自己要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修道人就不要住在那一些现象，像那个三组、二组跟三组是有一个他呢到活到110几岁啦，可是他就是有那个业障有障碍他要自己本身去了他的那个障碍，所以他到那个真正的要去了他的障的时候，就是要被砍头要被砍掉。他说这个到达要被砍头的时候他说好像如临春风，好像被那个春风吹得不是很舒服吗？他说被那个头砍掉很舒服。那我们看头被砍掉是不是很凄惨？他一代的祖师嘞，还被砍头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就是皇帝对修道人这个起那个恶心的时候，所以他吩咐那个三主就是躲到深山里面，把那个刀脉能够保存下来，不要传。所以三座我们认识的都司机都比较少，因为他听那个神光二祖的话，就躲到深山里面去。这个世子你那去找伊所以传给那个世子，然后才把那个道脉延续出来，然后传给五祖，才传给六祖，这样。那我们看那一段一代祖师还做砍头他还很高兴，还知道事先知道，所以我们就了解有一些真的就是这个重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易死，果报还自受，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所以真的就是坏事不能做了，做了以后重经百千劫，纵然经过非常久的时间他都还在，都在，所以只要因缘会易果报要去接受，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呢这个修的重点就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在现象会有什么样的那个遭遇我们就欢喜心甘愿受。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欢喜心甘愿受非常有效，对不对？可以了掉所有的业障。不欢喜心不甘愿受我们会没完没了，一生都很坎坷，都在应付同样的事，可是应付的那个方式都不一样，来的要给我们接受那个果报都不一样。我们认为说造了非常多的业，其实只有一个了只有一个，再了一个业，一个业都了这么久了，你看我们一生坎不坎坷？所以只要我们欢喜心甘愿受，没了，没了各走各个路，就逍遥自在了，所以你看，只要一转念，我们整个人生都不同了。所以我们在凡尘就是要接受真理，要欣喜，要一直听就一直熟了，听了熟做就容易了，听不熟呢，让他走不了解，不了解就会有问题所以要听熟。日可冷月可热，对不对？就是纵然太阳可以冷却，月亮可以发热，
众魔不能坏这个其说，就是呢众魔没有办法来毁坏这个真理，那个真理说出来的它的力道就是很大，经得起考验在现象再怎么变化，真理绝对不会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真理经得起考验能够经得起考验才是真理所以这个众魔呢不能坏其说，那个说法都会被那个似是而非的那个论调破坏。象架真容慢净土，对不对？因为后面有一些都是在解说的，那个小挂号里面都是在解说意思所以我们要找那个比较大的字来讲所以那个大象驾着那个佛法朝着那个真容就是不很平坦的那个道路这个慢净土慢慢的一直前进，就是说要推广这个上乘佛法不是那么容易那么顺水，一定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障碍挫折。可是呢，只要我们按照那个真理的那一种行进方式去做所以呢，这个象架真容慢净土，随螳螂能续车什么人呢当那个螳螂。各位姐姐，螳螂是什么？草泥人家就是那个小那个好像看起来很大可是它实际都是很小那螳螂我们都没见过吗？那个螳螂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个螳螂，那这边就讲谁要当那个螳螂来挡那个大车轮的前进螳螂去挡车轮会怎么样？压扁的一定会被它压扁整个身都不见了所以说随螳螂俱车这真理它传播在凡尘的时候你用不正确的方式要去阻挡它，你都只会损害到你自己不会对真理有所这个妨碍所以呢，这个随螳螂能俱车，大象呢不由己途径这个大象走的就是大路，大象没有办法呢走那个兔子在走的小路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这个真理这个正当正确的光明大道我们呢就是要走这个光明大道不要走那个兔子在走那个小径。那么不悟呢不拘于小节所以各位前人，这个不领悟我们一定呢不要居士在那个小节里面，一定呢要找办法领悟，不要被局限在那一些小细节里面，然后害了我们自己。一定要领悟。所以这个永嘉大师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鼓励我们一定要领悟不领悟的话，一定要想尽办法领悟莫将管见荡苍苍，是不是这里？对就是呢，我们不要呢用那个管见那个管就是很小的那个水管然后我们用水管来看天那天就变成一点点而已细细敢若坐伫个高顶来咧看天天才比一个高顶嘴大尔小小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很小的见解
来毁谤无量无边的那个天空所以呢，莫将呢管见谤苍苍末了五经未清觉这个或许的看这个字那个未了还是末了？所以导有两个未了有未了的意思未了就是表示我们不了解，那我们不了解的话就辜负了永嘉大师为我们说正道歌的意图啦。所以大家都是已经了解了以后那个叫末了最后就是末了，末了五经未精解，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正道的方法就把它讲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所讲的，然后也达到这一个境界，能够彻底领悟真理的那个程度。所以或者说未了就表示说我们没有了解，没有了解那辜负了永嘉大师说正道歌的意图无在里面讲。然后末了就是最后已经都了解了那呢就他讲出来就非常有价值能够留给我们后代人修道一个方向，一个榜样那我们呢今天呢就算把永嘉大师这个正道歌都讲完了，对不对？我都讲了有几次16开始嘛16、17、18、19、20、21、22、23、24，9次9次把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呢这个讲完了那剩下还有14分钟呢，就是要给各位问问题所以一定呢要把不了解的地方呢这个提出来问不了解呢不是疑怀疑，怀疑就是解大概一定要把结解开把那个结能够解开的这样呢我们呢心中没有疑的可以去行使做了，就可以证悟成佛。讲师我先请问说我们现在学这个万缘放下，是不是生病不用去看医生？因为有前期认为万缘放下病就好了。这么好用这个我们了解到说呢，这个四大不调所有风土没有调和我们生病了生病了就是四大没有调和。那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心里面有病心里面呢有那个极限被拘束了，在哪个角度没有放开所以病来了。那我们在做万缘放下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一些束缚全部都去掉。那束缚一去掉以后我们一些那个脉络经呢血都已经可以畅通了那个可以这个使我们这个身心都很愉快可是呢真正的有病了有那个病菌在身体，还是要找医生吃药，那个比较切实只是说这个在修补方面我们呢了解到我们呢越重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不现本体，我们身体方面的那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修道能够领悟无生可以说呢到阿罗汉的时候都不会生病他已经呢可以脱离那个病魔所以真正的是有帮助的，可是有病还是去看医生。还有吗？好，请说。好。那个之前那个朋友不是忧郁症，那而且小时候让他听这个的话，
会不会改善他的忧郁的心情？因为他的忧郁症是使那种无力感。好，这样子。好，请坐。这个忧郁症忧郁症的这个来源各位浅浅，就是我们的生活范围太窄了，生活的所接触的范围太窄，然后被自己局限，在局限一个角度里面，然后刚好我们认知的这一个角度是有一些障碍，有自己不顺意的地方，然后产生那个挫折感，那个忧郁就来了。那我们要了解说，消除这个忧郁当然现在是有药物啦，可是真正最好的方法就是扩大我们那个见识，把我们的见识扩大。那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当那个小朋友越小越好。但是幼稚园幼儿园幼稚园或是那个小学生，去当他们的保护，去看他们那个天真可爱的那个样子。或许都讲说有一次，或许在那个居住的社区看到一个要上幼稚园的小朋友，他妈妈可能是很节俭去买一个书包那个高超过他的肩膀，那个底下超过他的屁股，那个两边超过他的那个身体，然后他很高兴很大步的在走路。那我从头看到尾，看到没有看见，我说这个孩子太可爱了，你时时刻刻接近这一种画面不会忧郁那个绝对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很可爱。你每天都看这个很可爱的画面，哪会忧郁？所以去接近那个幼儿越小越好，然后呢去当他们导管就是帮助他们过马路那个尤其在他们那个上学的地方那个去照顾他们。一段时间那个当义工没有钱赚的，你只要接近那个环境那个忧郁症好得很快。实际的那个是实际的把自己的那个生活范围扩大。那个忧郁症都是活在自己的那个很窄的范围里面才会忧郁。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要自己能够扩展，不然就到处去旅游。我们全省到处去旅游去玩带着他去玩，到各地去玩，玩到哪里住到哪里这样也很快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视野一开广了，那个忧郁就不知不觉消失了。我们是局限在自己的不正确认知之下。你到外面去玩海阔天空，看海看山，爬山游水，这样很快就好。身体虚，就是他平常很喜欢胡思乱想，所以很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他把身体的养分都消耗掉。你乱想你吃进去的营养拢无去拢去你乱想饮料所以就感到很累，很累就不想动。你越不动佛就要动你越不动的话人就越疲倦。所以要改变。老前有应付为好改变饮食习惯，身体不好改变生活习惯。这个很有用的所以会把它记起来。胃不好改变饮食习惯，身体不好改变生活习惯。或许在老先生身边我进了股了。最常到军区问老钱的时候老钱问说胃不好吗？改变饮食习惯。
身体不好，改变生活习惯，就这样，很好用的。还有吗？还有6分，好，请说。现在有讲师嘛？哎呀。我现在有讲师嘛？请说。在做万年放下之前若是先把一些顺序的技术看眼泪，再做万年放下。那时候一下子就很累，就想睡，而且我也不敢睡，赶下去就在练，练到一下子就不知道就睡觉，这样这方法正确吗？好，请说。这个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把自己逼了伤暗了缺少给自己空间所以我们在这个诵经的时候就是虔诚的全心全意的诵经诵咒。那你要做万缘放下的时候最好就是在精神饱满的时候。那假如说我们一做万缘放下，就昏昏欲睡这个时候就睡，先睡觉。等到我们醒过来以后，那个已经精神又来了，饱满了，那个时候来做。因为万缘放下是要认识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一定要慎重的对它。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觉知那个就是本来面目。所以那个本来面目我们很久都没有认识它了，所以要认识它呢，就是要很精神好的状态之下，认识了以后，因为要让它结成圣胎，然后要让它出生，让它如朴，让它茁壮长大，所以要长期抗战，不是说1-2天就好了。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假如说还有别的攀缘来，我们就要强烈的告诉自己万缘放下，万缘放下，以这个万缘放下的这一个缘来批除万缘。然后做了时间一久了以后，你自然一进入以后，不要告诉自己万缘放下，它就自然的万缘放下，已经到达能够体悟了了分明的觉知，那个佛性本体都已经呈现了。那呈现以后，我们再做我跟圆通，而跟圆通就是要把局限在身上的佛性延伸出来。那延伸出来以后，让它整个空间这空妙有都有佛性本体了，还要再培养一段时间。然后我们这样一直做了以后，它慢慢的第六感就很敏锐，那个来味来去味去就有征兆，然后再后来慢慢般若妙智慧又产生。那般若妙智慧产生呢，对领悟真理就很快。然后知道我们在凡尘怎么应，你的佛性我会告诉你，那个事来了怎么应，事去了就见，佛性都会跟你讲，你听我的话，就绝对呢不会吃亏，绝对都是很殊胜的，是这样。还有吗？还有2分钟，还有没有再问？把握时间哦。好，请说。好。现在为什么有那或者看到我们就说现在那个躁郁症有点严重，那那个躁郁症他们要怎么样治疗呢？躁郁症。好，躁郁。他们是忧郁症，现在是躁郁症。好。那个躁郁症的来源就是给自己逼得太紧。把家己逼了伤暗，代志伤多，家己足有责任，大项拢要去处理，要去负责，所以到久了以后他超过他的负荷，超过伊的负荷他就会感到不安，伊就会发现伊的迄个情绪出来，
咱看到的变作躁郁症，所以那个方式就要能够帮助他的话，解除他的一些他要做的一些事情呢，都把它解除掉。讲你什么没做，我来给你做。你什么会当放开，让他这样呢，自然那个躁郁症啊，它就会消失。解除他的压力，不要给他有压力的，因为压力越多，他越负荷不了，那个会越厉害，那个躁郁症。一样啊，那都是我们给自己找来的麻烦。我们旁边的人啊，就可以帮助他，把他的所有一些他认为他需要做的，我们帮他的忙。所以你里面做，我来给你做。你拢放轻松就好，这样会吗？很容易的。下课。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回到呢这个《六祖坛经》第7品。我们呢讲永嘉贤觉禅师讲那个正道歌，我们讲9个礼拜。各位对正道歌有印象的吗？我们呢这个永嘉呢大师把领悟的那个真理都写在这个正道歌。那我们从正道歌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真理。所以呢在永嘉呢见六祖的时候因为永嘉呢是每师都在修，所以对这个基本的那一些呢修持功夫都做得很好。而且在这一生永嘉呢这个世界在凡尘的这一生呢从小孩子开始就已经在修道。那修得很好，又呢这个很就是100年，所以之前呢就有写一本那个之前的一些基本功夫那跟呢那个正道歌比较就会差得很多。正道歌呢全部都是走入真理世界。那在还没有见六祖之前那个写的就非常的这个等于是说住相，住在你心下。那我们呢凡尘可以说这个轮回太久，对志向都会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会住相。那住相了以后很努力修，又很守戒律因为可以做得到。各位想想，可以做得到以后会有什么现象？不知不觉骄傲，会笑人做到他自己从内心的深处就有骄傲。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很不容易发现，骄傲的时候不容易发现所以呢我会讲说我们对所有戒律都修得很好，最麻烦就是不知不觉的骄傲。所以假如说我们呢对这个真理一领悟以后，领悟了以后我们也一样会不知不觉骄傲。各位有没有这个很难发现所以我们要先打预防针。他讲说呢，我们落在凡尘既然有身体了就是被这个业力推来
乘愿而来呢，可以说是很少了，说是被业力推来，所以没有骄傲的地方。假如说我们已经修的呢，心都到佛的程度了，那也不能骄傲。为什么？这么多众生都还没有度，也骄傲不起来。所以一定要了解说，在真理里面没有骄傲是一回事啊。我们一骄傲了，就是造业，有了业要受苦。那因为永嘉大师呢，他戒律守得好，很多人呢又长得高大英俊那玄策呢，禅师带他去见六祖的时候他看到六祖就是毫不起眼，很娇小，又不是仙风道骨所以他也从内心深处产生瞧不起。各位有没有发现里面那个含义？有没有？所以他绕了三匝以后他那个西藏这样就这个一踩在这个地上，可以说呢对六祖就没有那个恭敬的心。那六祖呢就讲说呢，大德自何方而来？都已经具备3000威仪8万细行，为何生大我慢？这个大我慢就是骄傲，就有我形象存在。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偶像，然后呢还有一个法相，就这两个。我们把我相去掉呢，法相去掉，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本来，每一个都是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去掉我相跟法相。那六祖一讲了以后呢，这个玄觉永嘉大师呢，他就因为根气好，所以马上就会知道自己的那个不对所在。可是呢，他马上就知道那个人生要追求的重点。说不讲追心那个脾气毛病就要讲生死四大，然后无常系数，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把这个生死的大事，无常很快就来了，不能说我们现在还年轻还活力充沛时间是过得很快。一下一转眼，我们一生就过了。而且什么时候会遇到灾难都不知道。像各位也看到新闻报道，或许住在基隆，基隆不是走山吗？就或许隔壁而已所以那个走山的地方离或许住的地方很近。你看我们在马路跑，在高速公路跑，那一座山突然压下来得及跑掉吗？你刚好过去跑掉的啦，那个都瞬间，一瞬之间没有下雨，也没有地震，突然山跑来，而且那个高度有多高知道吗？26公尺，从那个路面到那个那一座山的山顶有26公尺。我们这样一层楼3公尺而已啦，30公尺的10层楼你看那么多的那个土石一压，整个车子都扁了，那人一定是死的，因为没有空间，土石密密的，不像地震的时候还有那个空间可以护理，所以一下子就死掉，3辆车4个人，都活不了。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像或许所讲的，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先把佛性启发，先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来面目。我们已经把它启发了以后，整个佛性的轮廓都能够摸到，摸到以后我们要把它延伸，不要局限在身上。我们做
这个耳根圆通。我们可以6根都可以用用眼根呢叫见性，用耳根叫闻性，用鼻子叫嗅性，用舌头叫禅性，用身体叫触性，用我们意念叫做察，观察的察性都可以用，不只有说用耳根只是说耳根比较好用，所以呢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耳根圆通我们就可以用。等到呢佛性都已经我们可以确立了，已经呢知道了，然后呢就把它延伸到整个空间。我们还没有把佛性延伸出来的时候这个空间叫完空，什么都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佛性一延伸以后，这个空间叫真空，空间呢叫真空。然后呢佛性有，可是没有形象，叫妙有。所以真空妙有也就在整个空间。所以这个时候很宽广，佛性呢很宽广。出来以后，慢慢的延伸到呢整个虚空。它可以超越整个太阳系。文殊菩萨呢就讲说，我们的那个佛性它的那一种宽广度超越整个地球。地球呢是海浪的一个泡泡，海鸥就是海浪引起来的一个泡泡。那我们都以为这个地球很大，然后我们佛性很小。刚好相反，佛性很大，地球很小。3000大千世界都在我们的性分里面，是在性分里面很小的一个单位。可是我们不研究，不知道。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实际的要把我们整个这个佛性延伸出来，延伸出来以后跟空间呢合在一起。那等到呢我们一口气不来，这个身体已经呢生老病死掉了。那佛性呢，它因为没有现象，没有生死，没有生灭，永远都在。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十世古今不离当年。正道歌里面讲不离当处常湛然。这个呢是超越。然后接下来说不见一法即如来。各位都有印象吗？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的宽广度非常宽广，可是我们都没有认识虽然说求道到殊胜，那殊胜在哪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没有研究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在用的心那个都是世心，认识的心是生灭变化，不能用这个生灭的心来修，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才会成就了。各位浅显，不生不灭的心找到了没有？是有人回答，可是很少，还不到1/10耶那可见呢，很多都还没有找到。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没有1秒钟离开过我们身体，它全部都在，只是我们都没有去认识它。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因为妄心那个生灭变化很强，我们用的很习惯。妄心它没有体，随着外面的形象变化。真心有体，我们不用它，它在；我们用它，它在。不管用不用都在，只是我们认识跟不认识而已。它给我们用，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
那我们现在就要先认识它，万念都放下，不要有那个意念的外放，就是全部的意念啊，都放下，不要有念头，然后很强烈的告诉自己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样要经过一段时间啊，连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念也不要，这样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剩下来啊，就是了了分明的直觉性。了了分明的直觉性啊，就是本来面目，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要进入的我们的那个实相，就是呢他在成佛的成佛就是他，所以我们一摸到了这个本来啊的真心啊，这个即心就即佛，这个心就是佛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心啊，那个生灭的那个不会成佛，我们一定呢要万念放下了，要一段时间真正的都没有了，没有意念的，没有这个所有一切攀缘都没有，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真心呢就呈现。那我们一启发了以后啊，启发这个真心。我们请真心呢出来当家，来指挥啊我们身体的视听言动，都由呢真心来指挥。那因为是真心指挥啊，所以不会造业。那不会造业啊，没有业因，我们就不用受苦，没有果报。没有因了就没有果报。那我们在凡尘啊，现在呢我们都没有启发真心。所以都用生灭心在生活。那我们用生灭心呢，因为都变化无常，所以会有喜欢讨厌，而且很强烈。喜欢就想拥有，讨厌就排斥。那我们在呢喜欢讨厌之间取舍。那一落入取舍啊，业因就形成。那既然造了业，就要接受果报。我们呢也都做善事啊，就有善报，福报。那做了不对了，就有恶报，都落入果报。那我们启发真心呢，用真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就没有没有业因，就不用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意思吗？或是一再讲都是讲这个都是从根源、从真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呢一定要听得很熟悉在我们现问之中啊都有佛因，那一定可以成佛。所以研究这个心理心法，我们能够明心见性心明啊就因果不昧，不会迷昧不会去造恶因就不会接受果报。那我们见性啊，成佛无疑，一定成佛。所以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没有明心见性成不了佛。心性啊，一透彻知道了，就一定可以成。从自己的内心产生信心，而且呢十足的信心。一定要这样努力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因为这个都是蛮深蛮纲要，只要我们用心呢，它就很浅。所以以往假如说有前贤问我们，你可以成佛吗？我们内心大概都想愿意成佛，那个只是希望，都没有真正的把握。那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明心见性那成佛可以自己从内心产生可以时间早晚我一定成佛，有没有信心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只要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明心见性成佛不是很困难，而是很简单我们只要启发真心出来用在凡尘都用就可以成佛因为那整个都是佛性本体在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凡尘的万事万物
都是眼既则生啊，眼善就美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凡尘的相都是虚幻不实在，不要把它当成实在。那万事的行也是一样，因缘际会才有事，因缘消失啊，事情就没有变化了，它已经呢变化了，没有事情了，所以全部呢都不真啊，我们不要住。我们最容易啊，就是住在形象，住在事情的内容啊，这样呢，我们烦恼就来，烦恼就来啊，智慧就没有，没有智慧啊，被形象左右，被他呢缠绕，去要拖咧行啦，去要形象的拖咧行，那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呢，一定要了解形象都是假的。各位知道形象是假的吗？就连我们这个房子啊盖得很坚固，它的寿命呢也只不过100年，水泥的寿命啊100年，那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来说，它是一刹那很短的时间。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的千万亿年。它都在，所以这个100年啊，是不是很短？只要落入形象，有形象就有生灭。那因为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不会生灭。可是没有形象的佛性却不是完空，而是了了分明。我们呢身上都可以体会，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借我们用，不是我们能够去掌握的。假如说身体啊，我们可以主宰，可以掌握。我们在最年轻、最漂亮、最有活力的时候啊，我们就命令身体说：不要动，不要变化，我要这样就好。可不可能？不可能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啊，一直过，都老啊，生老病死啊，一定的绝对，所以在我们身体呢，生老病死，在外面的形象啊，生住异昧，绝对变化啊，所以都是假的，身体也是假的，最亲的身体都是假的，真的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说一定呢要把佛性启发，然后以佛性为主要，使它恢复光明。就是呢，庄严佛土，庄严佛土啊，就是佛性恢复光明，不是那个有形有相的富丽堂皇，而是我们佛性本体啊，它非常光明，非常富丽堂皇，那个功用啊无量，无量无边的功用，我们呢都没有好好的启发，好好的用我们那个佛性的功用。所以在生活之中啊，一定要体会，只要落入迹象，一定有生灭啊！不要追求生灭，要追求不生不灭。重点一定要追求不生不灭。所以呢，或许就讲说我们都有双手嘛那我来体会说眼既则生啊，眼善则美。有没有听到那个拍手的声音？怎么出来？就是众缘际会啊！这个声音是从右手出来吗？是从左手出来吗？是从空间出来吗？是从无音出来吗？都不是，对不对？可是它也离不开右手，也离不开左手，也离不开空间，也离不开我们的心。众缘际会就呈现，众缘际会就呈现，凡尘的万事万事啊都是这样，众缘际会就呈现，眼际则生，眼善就灭。我们看到眼际有形象有事情，看到呢眼善消失，这个叫见法，见到方法，知道吗？见到方法就是见到佛，
见法即是见佛，因为法就是佛的老师。这个因为佛修法，所以成佛了。然后呢，成佛以后说法来给僧修。佛法僧啊，它是一体的。佛呢就是我们佛性，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僧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全部都在身上，佛法僧都在身上。我们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会拍手嘛？会不会？就拍拍手，一体会眼即则生，眼善就美。这样你就见法，见法就是见佛。佛没有形象，是空间。这个空性就是佛性，整个空间都是佛，可是我们都没有体会我们借着这个来体会。说眼即则生，有声音，现在不拍没有声音叫眼善。眼即则生，眼善则美。我们见到法了，已经见到佛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有一点深可是只要你去体会，说完成的所有万象万事都是因缘际会，眼即则生，眼善就美。这样深入只要我们深入，这个道理一定会懂。道理懂了以后我们不会住相，形象都是假的，都是因缘际会才有。所以烦恼各位浅浅，烦恼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们烦恼从哪里来？两次住相，我们住相才有烦恼，对不对？我们假如说不住相烦恼就没有。假如说人家骂我们那个话很难听，我们住在那个难听的话里面住相，我们就很生气，会不会？会。所以烦恼的由来是住相。那住相就是不知道相是假的，所以才住相。住相就烦恼，烦恼就引起我们不合理的行为。我们在生气